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初九爻辞，既占原籍，又称无咎。人或有疑，特视其故，言初九在下，原非大作之地，而爻辞利用为大作，实关乎时，因义之损上益下，恰当其时，则位虽不高，而实却可用，故称大作原籍。但实用故利，而为人有关，为由乾隆误用之谓，而欲充其利，为大作之时，是原籍之战，犹有救在，必善用乃免。故曰下不后事，言在下位，不可大事。如人在下不得贪功，侥幸大举，虽得其时，须防其害。此无咎二字，明实用之大，足可免救。而占原籍，而地位之卑，人宜前替，以诚实之力，而免位之累。故不后事，犹不宜多事。后者盈也满也，不后事，不可过求盈满于所事耳。又以初九本系上之所益，在下承受之余，何能忘于大用？时以与之，竟能大作矣，则不免有招致或由之余，唯能胜于其位，顺承其动，自无咎害。否则不免于咎矣。由爻象言，一阳出动，上兼三阴，阳固得时，阴方未丈，此则为下所使。果知为下勿当，则赤性取之心；果明时之正宜，则先戒慎之行，则自服于利用大作原籍之战，而告无咎。此圣人是交为止，仅以无咎二字见之，而是文则以谓之在下，名爻辞无咎，即原籍之意而已。盖全卦均以满盈为界，以时正义满盈，为位则难相称。而初九之利犹明，初九之利正以损上而来，而在下受之，宁为义之所宜否？则当自省者也。后世亦与大作同义，然含有培植丰盈之意，下之力薄，故不后世。如韩为者，虽昼父，亦不可以与王侯争胜。后与薄对，物力犹薄，宁悉大功大业哉？然初九有其时，得其上，故非其他下位比。不过君子之盈满招祸，贪求离忧，特以无咎警之。虽曰无咎时已有咎，唯在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者，使能免焉。62. 或益之时朋之归，弗克为永贞吉，王用享于地吉，宣圣讲义。此义62爻辞也。义62与损65爻辞大同，以62在内正位，义卦损上益下，所损者上之四爻，所益者下之初爻。而合全卦言，则在上三爻皆未损，在下三爻皆未益，故仅曰损上益下。如损之损下益上，亦盖上下言，不独指所损之第三爻，与所益之上爻也。其受益者，则以正位当之，不以所损益之爻位言。如损之受益者，上九，而实属六三爻，故益之受益，亦非初九，而属62也。65、62皆在正位，为全卦之主故也。益之62，与损之65，其受益同，故爻辞亦大同。唯损65已在上，而所益实自上九之右，故爻辞称原籍，已在外也。益62，则在下，其所受益乃自初九之培育，故称永贞吉。
以在内也。卦立内争外会，本坤之德，故以真称。永贞者六二之用，坤以六二为主位，女贞为至德。和坤卦辞参之自明，时朋之归二句之意，以见损卦。而王用享于地极具，则以六二与上九五阴，九五地位，六二与之谐，亦由望之对地也。享者，亦受益之意，功德报酬之宴会曰享，与损卦之二鬼用享同义。损以省略位先，故享不求丰。益则以六二当受益之位，的九五之师，则其享必丰，其理必备。彖辞以有天师的身，其义无方之语。所谓天师，指九五，干本位也。所谓的身，即指六二，坤本德也。九五失之，六二成之。功用既昭，享理思具。此六二爻以王用享于地而战吉也。理之所宜，德之所昭，功之所者，道之所成，则弗于吉。况六二居正位，而能顺承体生成，而克永贞，有其位，宜其时。下得初九之陪臣，上受九五之施恩，动以顺，中而正，刚柔相济，内外相应，利见于行。大亨以真，享亨义也。干称家惠合理，为亨之用。享乃家理之大者，故自同亨，名其服四德之亨也。外服于亨，内守其真，真者正也。因正为真，是即大亨以正者也。故战即志在已矣。而益六二，损六五，皆有福克为据，则以损益皆天道，福于实用，福的有为。故益虽丰，不得谓之贪，则不得辞。民所益之非性的也。然损六五均位，故称元吉。本干之德，体人常人之道也。而益六二则在内也。有九五位所尊，虽若匹敌，而难善专。本坤之象，臣妻之道，故称王而非帝，由侯国之主而已。既属臣位，自先贞节，非九五之称元，故以永贞为吉。此六二六五之有义辞也。但元吉不必为五，如初九亦占元吉，则以初九受益本爻，为上所与，且为前爻，故亦如损六五同称。六五以上九所有，初九以上卦所与，其象颇同，占益相类。他卦此例尚多，如元吉在上，大有庆也，亦可证元吉之意矣。象曰：或益之，自外来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六二之意，乃自外卦所损而来，而外自包有本爻以外之意，不限指上卦也。或自亦如损卦言，所益不限于何人，何的何时，而其益之物，亦不必限所自来也。不过损六五所益，由其下之所损，而六五受之，则自上之所有。今益六二，故由上之所损，亦自初九培育而来，所益因为初九。图以正位在六二，故受益益六二，而外自则可盖初九言，是所谓自外来，实即自本爻以外来也。乃如人之得外财，为分外所获，非本位所固有者，名六二乃在正位，始受其益。全卦所益，在下三爻，而主位在初，
是六二不得固有之也，唯以正位得出之培育，受五之恩师，三不克与真，乃独受之，是其所益，岂非意外所惑哉？而不称为意外者，则以为正而分定，故虽外来，而弗克为，名其乃非性质也。然既属外来而非固有，则即一借据自胜，见得思义，本乎安真之德，体于顺承之道，方足以安享之。此爻辞以永贞为吉也，贞以待亨，义以合力，乃君子自修之道。所谓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者，亦即指六二之受益，以永贞守之也。故爻辞或易之，或自谓定之辞，名善承受者，方谓易；不善则易反损，损益两卦皆然，皆用或字，时欲为止，而是文字外来句，犹言其源非固有，必加察焉，得非异想，必先永贞。永字亦以长保久享谓之，能永贞则永义也。关于或字，则知义之难定；关于永字，则知享之难久。唯能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之君子，方能实受其意，永享其利耳。此自外来也一语，含义最精，非图名所意为外来财物而已。外与内对，亦与己对，亦己之外，亦外来也。苟明此理，则明是文之去矣。宗主附注，易出九一爻，为权卦主爻，亦正卦主用所在。正以一阳起于地下，而上升可至无限，故出爻所系至大。义则以上巽之四，本为刚爻，而损以一出之柔，遂使出九更重于他爻，谓其为受益之谓也。然受益者故在出，却以在下潜龙勿用之时，虽有受益之名，而无受益之时，必待进至六二，以内卦正位，体坤爻主用，使克承受上之所益。此初九虽有利用大作之辞，原即无咎之语，却未明言受益之事。待六二爻，始有时朋之归，永贞享地之极，方着其受益之功，则二爻一阴一阳，一体一用，相与成其道也。如损上九，本受益之位，而以高而无位，不得实受下之所益，乃移之六五，以上卦正位，使受时朋之归，原吉之右，亦与上九位一刚一柔，一体一用，互成其意。此易卦大利，必以二五正位为主也。由爻言之，视其时而后论其位，原无常规。由卦言之，则内属二爻，外属五爻，为全体主宰，不得一义，故损之六五，益之六二，皆为受益之主，而损之上九，益之初九，虽当受益之书，却非受益之位。在上者归于五，在下者归于二，此天与人归之位。他爻不得与争，由国之有君，家之有常，虽有贤者，不得见之。所谓分也，分定则尊，分失则乱，故天则履，以正分为重也。分之所在，权亦复之；位之所在，德亦归之。损益之道，关乎实用，故以三上或四出之互益，见其大用。而分位人必以二五为尊，尊其位，即重其德；尊其分，即崇其权。
此万古不易者也。故损之上九，徒又成六五之功，益之出九，徒培成六二之用。是闻后世后字，即含有培育之意。言不能自后，则可培育其所尊耳。故原籍之下，既已无咎，明其德中有失。大作之力，不言其意，明其有时无权。此皆词中为止，非出九之不受益也。63. 益之用凶事。59. 有福中行，告公用归，宣圣讲义。此亦63爻辞也。63中爻之一，与64相协，原以4爻为纲，因损而益出，亦谓柔以同属中爻。主人道，其辞亦相类。九权卦言，63为正卦之中，64为巽卦之始。3与上阴，4与出阴，皆刚柔克济，内外相匹之象。权卦损上益下，凡属下卦，皆有受益之时。故爻辞首称益之，但下卦受益之爻，本位出九，而以正位，则推于62。若63，即不得与出九争时，又不得与62争位，徒以联系于下，亦有所益，不得如62所受之后，不能指其名物，则以益之二字，仅是其有所益而已。用凶事者，以3多凶，益卦常利。3、5同宫益位，5位刚而得正，其用未极。3与之反，故用凶事。凶与吉对，非爻之凶，乃所用之事凶也。凶吉不吉，事之不吉曰凶事。如丧伤灾害之类，以63与64，重柔失中，而震动至极。刚极则易折，况得既重柔，有折伤之余，故占用凶事。合上益之言，则与损卦64，损其吉正相对，吉而曰损，是损中之益；凶事而曰益，是益中之损。爻辞特以卦用，原兼损益，而损益有益，益亦有损。63益之用凶事，即益之损，而占无咎，则有损之益。63原介于受益之地，故虽凶事，而能无咎，已非63所应得之咎也。63柔履刚位，至于升腾，则为阴阻，易于错入，故原有咎而以受上之益乃免。63与上九相得，刚柔上下无不协和，故曰有福。上与95同宫，62在内，外有2阳之意，内的一阴之福，遂尽中和之象，故曰有福中行。中行不独在中爻也，以6295，内外中正，彖此所谓往则有功者也。力之所见，即在此中正有庆。63原失之柔，乃以上服2刚，故曰有福中行。福由何也？中孚之象。4阳内含2阴，63下有出九，上有95上九，中连3阴，亦类中孚，亦以巽在外也。巽顺而对月之，谓中孚。今巽正之和，故与对义。而63正用以吉，反刚为柔，亦与对巳。此有福中行之语，时由中孚得来。告公用归，亦最难解。以3与5为类，而与2为朋，5为正位，当君之尊，故称帝。2为内正，而与3匹，故称王。63则非其匹，故称公。
以对王言曰告。告者下之告上，辅之告主。三在下故也。而六四亦有之，皆以二五为尊。三对五，四对二谓之所在，尊之所归。公由帝王而教卑，亦侯国之君，诸邑之主，不必限于王与帝。凡所尊而所匹者，则亦告之，以其为公事也。用归明其所职，本乎礼也。礼之用治，必因乎宴会朝觐，非平日之相见也。六三位介于上下之爻，有事于尊上之礼，不得自简略也。凡义之用，皆与损疏，损重简慎，以服于时，义重威仪，以备于礼，此大旨也。推而言之，礼之所宜，则勿尊之。告公用归，特举义以盖其余。礼有吉凶。六三六四，人道之准神，犹贵行礼，故爻辞兼及之，非仅限于此也。象曰：义用凶事，故有之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六三介于上下之爻，为损益相邻之地，近于六四，即全卦所损之爻。而下卦又系受益之卦，虽三不能与二争，而爻却亦当有益之计，且以正治生阳，而外阻于巽，欲进又退，因爻主降故也。益与损兼，生与降连，进退之际，吉凶并见，此益而用凶事，为三爻所固有也。然爻虽如此，却以全卦义下为治，终因益而免于咎。且以三五同宫，三上相应，刚柔相济，以礼为先，既有福于中行，而得备于礼节，自介于满之招损，则见善速迁；既明于迁之受益，则有过速改。此人道用凶而无咎，行礼而有功也。告公虽指上有所尊，亦含有因公受爵之意，虽未如六二十朋之意，亦可见夙业在公之情。盖非太公，不得贸然上告；未受爵，不得见而用归。此以见六三之所益，时有成于上也。上之所习，必因于公；中行之福，必因于礼。礼以敬为主，以和为贵。六三在下而柔，可见其能静；介于中而协于上，可见其能和。和则对外无谦，静则持以无失，即谦善改过之君子。故虽用凶事而人无咎，虽在下而人有功。此爻辞首称其意也。益丰盈之象，六三以柔，则善于受持，故能受益。此意亦教明人道之为止也。六四，中行，告公从，利用，为一千国，宣圣讲义。此亦六四爻辞也。一卦六爻有其位，按卦之主爻言，如六二九五，为乾坤主位是也。而六子各有其主位，如初九，震之主位；初六，巽之主位；九二，坎之主位；六二，离之主位；九三，艮之主位；六三，兑之主位。合众卦言，则四与初同，五与二同，上与三同，故六四与初六，皆巽主爻，以众巽之象，为初与四为阴，余皆阳也。三与上亦然，九三与上九，皆艮主之；六三与上六，皆兑主之。
不问其在何卦中也。如以六三，即对之位，虽在正卦，而以爻位言，则属对。故爻辞告公用归，与天泽履之意相通。干对合为履，为三爻位柔，即对之主爻也。故取象亦以六三为重。所谓柔履刚、履虎尾者，皆指此爻。而人道喻之于理，以理足治一切强暴，使之乐服也。亦之六三，亦本此志，以理为重，理以为用，则虽凶无咎，虽得无过。此六三之意。爻辞称其有福，而必本于理，以定其分，明其位。六三在下，而与上九应。上九乃艮之主爻，外艮内对，未山则损之象，即义之所宗也。而六三乃法其用，以损为先，损以受益，则义未立。虽有上之师，而必先尽己之理。告公用归，皆礼之节文，官事之一助也。唯其爻有凶，而不免于咎，故必以礼仪自持。有尊则有守，有敬则有持。此六三特以示免于咎，而服于中行也。六四亦然。六四巽之主位，又当巽卦之始，巽顺之道，有以自卑尊人为治，行礼守分，以服于中行之道，方克进爻之用。且六四与六三同为人爻，而六三以柔履刚位，位协于位忌，而六四则爻位皆柔，有服于既济，虽未得如既济，有九三位配，而其本位不失，使以得中行之道。不以六三仅有福耳。六三以失位，不得尽称中行，以其上应上九，而比于九五，故有福，有所福而已，非真能中行也。然六四之中行，亦本于的内卦六二之助。二四同宫，二多遇，四多聚，以四非正位，且介于内外之交，其行多反侧不安，如前九四，或跃在渊，由半途而轻坠，即可证其多聚之由。今亦六四，本柔顺之德，依应降之力，其行较宜，故爻辞无不及，且有力，则以能服既济之用，而克协于坤之安贞也。六二坤位，而至六四合成坤卦，是易中之坤，始于六二，终于六四。三爻皆因丙坤之德也。全卦中护山地包，艮在坤上，九五护艮之主爻，故六四亦受其所牵。而合全卦言，六四乃易，易下所损之爻，由干损而成巽也。下雨初九，既相益以德，又相应以情，亦刚亦柔，志同道合，凡易之用，均自四始。故六四一爻，乃易道之所者。所有在上二爻均视其所行而赞之，其下各爻则均受其所失，而发扬之。巽顺而震动之，动于初，顺成于四。六四之用，皆顺承损上益下之大，而达动以顺之行也。故爻辞中行告公，人以礼为本，从自明上之皆从其所行，即九五上九二阳，皆顺其志，以益于下，故以从自明其无不从顺也。利用为1000国，与初九利用为大作，皆民义之行，利用为者甚广。而六四之用，则利用为平一也。
一亦有重于礼节之意，以所平一，必本夫礼，中行之谓也。因其所依，在意其下，则凡下有义者，皆可依从。而迁国则其最大者也。国上可迁，则何者不可迁就哉？此六四之治，以顺从为先，利用为本，利益而所益及于下，则虽迁国，亦可依也。可见六四之用，重在克己以从众，虚己以下人，亦由见喜则迁之意。凡下所谓义，全体所谓利，皆善也，则当迁以从之。此六四之治，义义之治也。象曰：告公从，以义治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三六四，皆属中爻，介于上下之际，名于顺动之机。而以上尽95，下皆62，两爻正位，伏于中正之意。三四在中，伏于中和之行，故二爻皆曰中行。而告公则以非正位，必有所成。上承95，则顺其自损之志；下皆62，则达其受益之功。此六三六四，皆以告公称，名两爻不得自专，而所行必因公事，有功的赏，有德的名，皆义也。六四以训顺之志，犹为上所重，故告而皆从。从由顺也。顺人者，人亦顺之；譬诸敬人者，人敬之；利人者，人利之。此义也。言无不义也。义以义下为治，而所损，即在四爻。自损以益人，由自卑以尊人。得既福，而用不愧；行既邪，而情不离。此六四之治，即义之治。为六四欲以义己成全卦之用，而自损以益其出。出与四对，由朋友夫妻之属，情既自邪，以义至后。利人者，人亦利之；益人者，人亦益之。故六四告公而从，乃义之治，益其所至。所至虽损己以益人，而其成，反应以成己之意。是以不言损，但言义，即义治之谓也。上下皆从，俱系同顺，则无往不利，即无往非义。义故在下，而行成于己；利故在民，而得昭于上。此圣王治民之道，不外顺从民众所欲，而务兴其利；推扩人情所思，而虚者其功。此所谓义志在能大公无私，执礼不失耳。故告公而从礼也，义公也。所谓德之普及者，皆称其惠；利之实收者，皆有其功。则内外均一，上下协和，而皆本六四自损之用治之。故六四一爻，全卦之所养。所谓利以合义者也，为无不利，故谓之利。利之所在，则虽迁国，亦可依也。因民之利而利之，则虽自损，犹益之也。读者宜就损益两卦合参之。损以益上，是私也；损以益下，则谓公。私则非利，公则谓义。而莫不本于礼焉。礼以约情，则利服于道；行以律礼，则至尊乎义。爻辞虽略，谓指圣经。宗主附注。易卦爻辞中行之意，在太卦92爻亦有之。太92爻，包荒用平和，得上于中行。
亦以下二爻与上五爻相匹，而互失其正，则二为阳，五为阴，故爻辞以的上二字，明其志在中行也。然太卦9364，恰符既济，上下相协，刚柔相调，以成均平之用。亦则6364，中爻皆阴，而与中孚相似，中孚上巽下兑，两阴在四阳之中，故其相得为合，相济为正，非如既济与太之平均匹配也。阳在外者以形为宜，中孚四阳居表，内含两阴，阴以少为贵，故曰中孚。言其中爻克与外孚也，唯能与外孚，则能守其中道，此中行之所访也。中行之意见于孟子，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，乃退而取狂倦之士。然在他章，则中行亦谓中道，是中行即中道，道由行也。中道之意则见中庸，所谓从容中道是也。中道即不偏不过之道，亦与一中孚之止合，中孚之反即大过，故不过谓中孚，过与不及皆乖中孚，即非中道。太之上中行，以志在中道，谓其不偏不颇，治均治平，所谓太平者也。太平必由中行来，义之中行，亦同于太，以损义之前身，原太否也。有否变异，正系反于太之治，亦即以不中求中，成于中道者，求复于中道耳。故三四爻辞，皆中行为用，明示义之志在中行，而即求合于中孚，以免其大过之意。故以巽为主，巽顺于正，则无行不中；阳合于阴，则无用非道。此6364中行之意。时兴太九二相应，后人多未能溯其所出，随文夫义，实为晋圣人立辞之旨也。宗主书数，亦三四爻，均有中行告公之语。此亦两爻均属中爻，而为上下卦之中间。由上则对五爻为尊，由下则对二爻为重。三四爻不得自专，而以中行为本。告公以为秉承，敬礼致敬，以服于损上益下之道。因损上益下，乃圣明君主之政，非自私自肥者也。若其臣民，不体其上之意，而忘其敬礼，不守其本身之分，而失其忠臣，是上道而下卑，主人而民贪也。将何以成义之用，夫心力之行哉？故三四两爻，必以中行为重。告公未先，而者其忠臣，致其敬礼，以服受义之意，而成有利之徒。然三爻在下，本受义之地，则告公之礼，为用归以明其分。孔子直归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，可见用归之时，宜节郑重，非平时会同之礼也。而六四，则以其上，主自损之地，宜谦抑之时，即本中行，以尽其职，复以告公，有敬于君，是告公而从，利用为一，而治千国，乃本其忠义之志，疏其谋游之良，以利及于国家，而公见于上下。此六四之用，以在下而能益其君，对下而能益其民。己则敬礼以持其身，主则得辅以利其国。利用一于千国，乃所益之至大者也，非仅一恩一惠之所谓。
小中小幸之所得，故迁国不必限于何时，唯以安邦为主旨。从一不必限于何事，唯以义众为要图。此六四之行，必本戒慎之思，周详之策，而后达其功利，成其志意。故是文曰：以义治也，言成易卦之志，而自易其所至耳。易卦95，干支主位，下与6、2阴，内外服于中正。此全卦之用，有非损卦所及。损则互失其位，而刚柔相错，为中户；损为负，亦为包。此亦不及损。负与包，亦为阳袭，亦为阳消。负为11月，包为9月，皆由坤出入。损亦中包坤，故互负与包。坤在中，为安贞有守之象；乾在外，则刚健求进之象。故损益皆利有攸往，而损之利有限，益则无量。损之利乃远害，益之利则心利。传以明辨之矣。损上益下者，利自下始，故出战之极，而95亦因之。阳自下生故也。损则利归于上，故为65战元吉。而是闻且曰自上右也，谓阳欲进，而未以极，故其力有限。益则以出91阳，起于地下，行于坤中，而上与午上合，其道既远，其力亦大。所谓力者，生辰之功，坤之后载，辰干之高明，天地交合，刚柔协从，此义之待用。以巽在上，有如中孚。巽与兑合为中孚，谓阳外阴中，与大过益其上下，大过为过，中孚得中。既由阳之的是与否未判，损益皆阳外阴内，而损以下卦多阳，其进也骤，其行也静，故不如意。益之63，未对位，而服于未济，故有凶。至64未巽位，而服于既济，故有利。中爻3、4，总依此为变。凡93、64皆服既济，63、94则未济也。如25之分离坎然，62、65皆离，92、95皆坎，此乃卦之分。谓兼重卦言，且凡64卦主谓言也。64卦各有主爻，视其阴阳，辨其上下，不必及全卦也。但观其爻，即之所属之卦，而必有所关联。如益之63，则关乎兑，与损正同；而损之65，则关乎离。此但就一爻论也。上有合前后爻以为定者，如震之初9，乾也。而62则坤与离位，63则兑与未济，是一卦可通数卦，而有其用也。凡卦爻辞含某卦名者，必关联某卦之用，谓某爻位，或中户，或变异，有其爻象也。此读者必自象推之，象因于卦，辞因于象，知其象，自明其辞。是易经有益于他书者。95，有福会心。勿问。元吉，有福会我德。宣圣讲义。此亦95爻辞也。95上卦正位，为全卦主爻，而下阴62，一刚一柔，其德相协，故有福。言易卦损上益下，受益者以初9之培育，而62为之主；而受损者以64之秉承，
而九五居其尊，此权卦之用，备于此两爻。九五行其自损之道，六二成其受益之行，故六二此有益之时朋之归，永贞之极，而王用享于地，民其为下之所尊。对九五居于匹敌之位，为义下之者其用也。九五则以上卦之尊，为损上之主宰，损在六四，而命自九五发，益在六二，而星自九五伏。有伏者，与六二伏也，而其会星，亦自六二见焉。会对失言，在上未失，在下未会。九五失于上，六二受其会于下，此会星之福，由九五所出。星者志之所由生，人心在身中，卦星在九五，星与离坎阴，九五故前爻，亦坎位，下阴六二，为离与坤之主爻，合成天师的受之象，兼为星下交胜之行，故曰会星。言所失之会，自九五出，如人之志，自心发也。心之相应，行亦自服。会之所失，利益随者，此有福之意，有损上益下之道。九五六二，服其用也。九五为一卦之尊，有会星之福，则失之成利，用之成道，无不如志。自勿庸问，问自因三四爻告自来。三四以下对上未告，九五以上对下未问。下既入告，上何须再问？心既有主，行更何疑？会既下失，利益不必再问。此爻辞有勿问之语，而其用既服于下，有利于众，且获于心，有招于会，自占原籍，且与初九相应。初九以受益占原籍，乃成实致力之功。九五以失会占原籍，乃明德及民之果。原籍二字，与损六五同，而益其道。损以自益为治，益则以自损为心，故原籍同，而其道不同。有福会我得具，则声明九五之善与下福。既因益下，福于六二，又因中行，福于三四，故众用有福。言阳之福，必为阴；上之福，必为下。六二与九五福，以其位也；六三六四与九五福，以其德也。故曰会我德，以九五之失会无限，而下位之受益无疆，皆由在上者一心所发耳。既有会心，自明其德；既会及下，自及于我。我自盖全卦言，凡本爻本位皆我也。九五既心存惠民，则民须备其德；民怀其德，则必臣服其上，是保民而王之主。利人者，即以利己；益下者，即以益上。故以我字，民言苟无所思，反成其私，是损反为益。而九五之用，即全卦之用也。象曰：有福会心，勿问之矣。会我德，大德至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有福之意，亦如前讲，上包有合于中孚之意。凡义辞福字，均有关中孚。孚字之意，以见各卦，即含有合字之意，与鸟之孵卵相通。阴与阳合曰合，雌与雄合曰孵。孵卵成雏，必因二气之化，故凡易经孚字，皆指阴阳和谐而中孚为其大则。
中孚之和，即四阳两阴相得，而不被共成生化之用。若同体之大过，则不合矣。此处有孚，亦指阴阳匹配，而中爻三四，恰与中孚痛皆为柔，五则为刚，故能孚而不利，和而不争。九五之孚，虽异于中孚下卦，以正易对，而其内外正位不失，故能有孚。上下情志不乖，故众称有孚。会心之意，由于九五主宰，全体如人之心，心为君主，君主既从，百体同顺，故九五之会，不必再问于人。人正之师，未有不成孚者，得会之不，更无猜疑之余，故曰勿问之矣。言不必问，但本此会心行去可也。会我得，由于九五师会至广，其得一招，上济行人，下皆化于德正，是九五之次，全体皆受其会。所谓易卦之至，皆由此成功，故曰大德至。至字与六四，以易至，至字同指易卦之所至，亦以损上益下为至。至九五而大告成功，亦以为正而得招，行至而道大过，此则又失中矣。自六二始，至九五中，全易之所谓，皆此至也。合正训之用，动以顺之道，而治其利耳。三四无位，则所益必以告公。九五有心，则所失不待问下。元吉之补，会德之福，皆以易卦之至见之。此大德至，不独九五爻矣也。凡易卦之至，皆由九五达于大成。可见九五之用，为易之至极，而九五之德，亦为下所心悦成孚。故众言有孚，以见其所孚者众矣。宗主附注：易卦九五爻两称有孚，乃因五爻为刚，爻刚位，所孚者必为柔。一则与六二孚，系内外正位；一则与六三孚，系中爻阳位。三五同宫，二四亦然，故两称有孚。以在上位，亦下位至，则六二六三皆受益之位，而未成顺九五之至之爻。初九则以己为阳爻，不复与五邪，其宜受益者，属之二三两爻。此两有孚，如鸟之孵卵，皆由雌雄之和，雌雄和而后雏生，阴阳孚而后利见，亦以利为用，故在于孚。九五之孚，即六二六三之利，而六二更为之主，故所益与损六五同。而元吉之战，亦与损六五阴，且与初九相合成之。初九之元吉，其数之始；九五之元吉，则行之成。故所利非止一爻，而得一时该全体。然九五以会心自发，故勿问其他为人德之师，无不因也。会字两见，亦指全体。既会其下，则会于己，故曰会我德。利则归人，德则归我。有德即有位，有位即有国。此在上之利，不在石朋之归，而在明明德于天下。明德即民，万民咸服，九五之所至也。故世文称为大德至。言无不得志，上下皆利，内外统一。九五一爻，以见全卦之用矣。上九，莫易之，或急之，利心勿恒。凶，
宣圣讲义。此亦上九爻辞也。上九全卦之中，谓巽卦上爻，而当极则必变之地，故与全卦各爻之用相异。全卦皆以义为治，以利成用。上九则反是，故曰莫义之。言各爻皆永义，而在上者以义下为治，上九则否。莫由无也，不求义其下也。义之反为损，利之反为害。既不为利益，则损害必至。此阴阳相消长，生杀相起伏之术，有不免也。故不义则为吉，义以利为先，吉则害生焉。义者敬义，使之上进；吉则打击，使之损伤。是上九不为进而反退，不为义而反损，皆吉变之道，与各爻殊也。然莫义之，谓会心之穷；而或吉之，则恩仇之反。得惠为恩，得惠既尽，仇怨思至，此不义则相及也，以其非陷于所敌。故曰祸。与祸义之时朋之归，祸自一义，不必陷于何人何的也。果出为义，而终则损；出于以利，而终则加害，则虽出为恩，其中必为仇，为情之所偏，行之所激也。义之待用，皆以施恩为治，成德为奇，而上九则反。会心不萌，德正不明，自毁其行，遂绝于恩。所义既止，相及乃生，感怀之思，恭节乃兴，仁爱之师，怨仇乃兴。既本于情，其动失终；既成其出，咸有其终。此上九之以极待义，而谓行之不忠也。行之不忠，乃心之恶恒，持之不久，操守失真，立夫恒道，乃战其凶。谓上九之易变，遂恶恒而不克永忠。以上九之当极地，乃易偏而失乎中。高而无位，则如干之元龙；静而无地，则为全卦之穷。为穷则变，为变则通。此上九之用，谓义之不克中，因变而反其道，遂求恒德之同。义恒原为同体，而其用却非类。以义柔在中，而恒则在外。故义以静为利，而恒以久为惠。久则以不变为先，静则以前行为贵。故恒志在于守，而义则立于攸往。恒以不失其德，义则日兴其道。为至上九即位，反变而与恒同调。此爻辞以立心恶恒，遂战凶，而借人之敬之极，而贵有守，治之所宜，方立于行。亦以义下为治，而终则反其恩，以爻为之所观。其道失乎中庸，不忠则立于和，不恒则离于凶也。象曰：莫义之偏，此也。或吉之，自外来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上九居极地，远于中道，故曰偏辞。偏以爻谓之失中，则成九五会心之用。九五伏于中行，则上九谓偏。六三六四皆有中行之语，九五两见有伏之辞，可见义之为道，中道也。以损上义下为治，故谓中道。上九与之反，变谓莫义，遂失中道。此偏辞之意也。而或吉之者，以上九之偏，招致外来之攻击，
故曰自外来。与下卦62是文辞自外来，大同小异。以卦分内外，爻亦有内外。62之外，多指上卦，而上9之外，则就爻言。凡上爻以外也，如由全卦言，因为自下或自内来，因及语义，相因而生。以上9之末义，招致其下之攻击，恩之不逮，乃反为仇；失之不治，乃反为怨。此圣人重景在上位者，为德不足，反生怨尤；为师未周，反招攻击。此义之有终，未行之必以恒。苟立心勿恒，遂有外来之疾，而反全卦之力未害，即为凶矣。故自外来，乃言其有必至，如影响，虽不求之，亦且来，如62之意也。62之外来，而有弗为之辞，可见其不求自治。上9之极，亦外来，虽一极之利害大殊，而外来之情至则一。此在上位者，立心贵恒，施恩贵变，谓义贵有始终也。宗主复注，亦全卦与损相关，不独两卦中互有损益，即由外互变异，亦互含损益之象，故损与益，乃实用，非果有益也。卦爻3阴3阳，为乾坤交合之卦，如咸恒，如既未既是也，而太否谓之主。故凡3阴3阳之卦，皆由太否变，损益由明。太变成损，否变成益，仅爻之一义，而上下卦皆变，故名损益，谓干之加减也。一阳爻益其上下而已，有损益而绝构。3阴3阳变为5阳1阴，正如太否之改变同人大有，乾与离合，皆5阳1阴。此易卦变化之序，有其利也。3阴3阳，本平均之卦，变而5阳1阴，即悬殊之卦。果视其象，则知其为天地生化之术所使。以平均者，变谓至公平均；而不平均者，终变于至平均。此乾坤之后，既以坎离，而咸恒损益之后，终以既未既。是皆阴阳消息之序，有必至者也。绝构一阴和5阳，其反对者复包，则一阳和5阴，是绝与复，谓阳之始终；构与包，谓阴之首末，皆自下而上也。复之一阳生而至包，谓行之极；构之一阴，上而至绝，亦数之穷。极则变，穷则通，故复由包来，而还于坤；构由绝来，而寓于乾。此时序包为9月，坤为10月，复为11月。思秋冬之令，明阳气之消，则有习也。绝为3月，干为4月，构为5月。思春夏之令，明阴数之中，则有时也。以8宫序，言皆属乾坤之宫，而一事与5事对。天风构，干之一事，则天绝；坤之5事，地雷复；坤之一事，而山地包；干之5事，此周易之序，与8宫有异也。先天后天之别耳。故先天应以天风构对地雷复，则天绝对山地包，以正巽艮对位相对也。而周易则以后天生化为序，以阴阳之消息，关于乾坤之出入，进退者谓往来，明气数之推迁，
见刚柔之代谢而已，故绝构相继，而恰在损益之后。可见损益必有加减，而加减必有盈虚。此平均者，必变位不平均也。决卦之用，乃由阳刚之逼，阴气欲降而不得，遂成决裂之象。然对为少女，柔也，而肝为大妇，刚也，以四象言，则同为太阳，乃合二阳之卦。若异其位，则反其用。故天则履为柔履刚，而有履狐尾，不系人之象。故取义为礼以治也。礼本文弱之行，而能服暴狂之性，是以易柔得中，足至五阳，不越其序。阳刚虽属，而其情至至，故如妇之受怜弱女，而不以强暴加之也。今未决，则与之反，以柔居巅，五阳在下，飞腾不已，柔无以自处，故终退而成前。此3月之卦，为春末而将交下也。对则虽柔顺，而在纯刚之外，上下正位皆阳，中爻又重，刚无邪。其势至盛，其行必暴，其志至强，其志必恒。此亦柔不克与争，而有不及自焚之势，以义之至于尽，正之一阳，日进不已，遂必与阴绝。故既义者谓绝，绝也，又快也。绝则以其刚暴，快则表其强横，皆以卦爻之用为本，干之两阳，转助其动。虽阴以少贵，而其位过重，其志易患，则中水溃，厥位横流，阳积之时，无有与邪。故在义位义利，在厥则反为破裂之用。所谓满则损，盈则溢也。厥溢溢出之意，如绝江河，其流溢于大地，是盈之谓害，即溢之过也。溢本为利，过则害身。故君子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，防其绝耳。此义较为易，读者当深思之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。易经正式下经第5册决构萃决卦，干下对上，宣圣讲义。决上对下乾，为五阳一阴卦，与天泽履同体，而上下异，柔为刚所决，故名决。而决自有数义，义则决也，如水之决流；义则决也，如力之决物，皆有推而去之之意。谓其势甚盛，其行甚速也，故又谓快。宜快速也，以其行急；速不复停留也，宜快畅也，以其行无阻。如水顺流也。故决有决快诸义，而不用决快者，则非限于一义耳。3月之阳，切尽于下，其势至快，其志至决，而一阳被推，如水被决，不可复止，故名决。若履则与决反，以对在下，能留止阳气，而变刚为柔，柔在中服，安贞之德也。决则一阴在巅，欲降不能，对越而前见，柔不能胜刚，终为所决而退，传曰决绝也。刚决柔也，即此意耳。卦五阳一阴，阳道日升，上位至高，阳之所往，故阴不得流。
且由一之求进不已。进者阳之至，阳日已长，势必绝去其阴。此三阴三阳，变而为五阳一阴也。绝之为义，故如上述。而于字亦有取象，则近四代与天，或夫字，皆以阳之盛为象也。加水则绝，遇力则绝，藏于心则快，见于行则绝且快。此由绝字所合，可以推荐卦之用矣。对则也，而上于天，水在天上，势必下流，以性润下故也。水在天上，之卦有虚，而谓云雨之象。对虽与坎异，而则所以诸水，天上安可久？诸此事事之不能久留，而其行之必快，致之必绝也。绝之中户，因五阳爻连接，遂成干卦之象，而外景亦阴爻，不足与五阳协。阳盛亦阳，刚盛亦蛇，此绝之用。本阳亢之势，有非阳之情，而对则不足以润之。两阳之和乃成太过，以对干皆太阳也。合则合矣，而反助其微。此绝以见胜，而其道失中。中失则用不全，为上卦正位，九五得中，故有福。然下阴九二，中九三九四，皆重刚不中，与干爻同，故其行多介。若忽于干替之介，自尊自大，逞威用武，则彼如火不及，必自焚。阳德之光，必以戒具为本，故前以朝干系替为训。观干之辞，则知绝之所贵矣。盖绝之与干，为差上爻，而属崇高无位之地。所幸上爻为阴，阴道降，虽不得降，其用未改。对以月则未用，如云雨之润物。今虽祖于五阳，而其志犹未易。雨则虽难配，而天德不可袭。故战绝者，以凛然自反，戒慎恐惧，以后其师。推天之恩，以润其下，则绝之用，即干之用，而对之道，即履之道，对痛也，而上下义。果顺其志，自卑自义，居上不骄，为谦为退，失得物朴，自服于履，则可以辨上下，定民治矣。故履能以柔制刚，而尊礼自卑以尊人。若绝则反以自尊自恃，扬于王庭，图弃于前，而忽其亢，是以绝无终。而柔道不久，虽利有攸往，而不利即荣，且好而有利，是可见绝之过刚，其咎不免。为上六一阴，全卦所贵，其用意异于他爻耳。宗主附注，绝为3月卦，而2月为大壮。大壮正合乾，系2阴4阳，进则对合乾，系1阴5阳。阳日加，阴日退，是绝卦自大壮变来。爻辞中有关大壮者，即是绝之用与大壮相应，如出九壮于前指示也。大壮在前，由物之根，人之足。卦自下上，出爻阴于足止，故爻辞引为喻。壮者阳之壮也，而至绝则壮之又壮，至干则为纯阳。必至天风姤，亦因始生，因5月下至节，因由此见长，力包至坤而成纯阴，故绝与姤，乃阴气中始之象。绝中而姤始，此阴气之消息也。
卦名绝者，刚长绝柔，因中而快为前也。凡绝之用，皆刚劲柔退，阳长阴消之象，此学者所当之也。又曰：绝亦以见前，为绝快之外，上含有缺欠之意，则本对上缺而来，缺却也。如水绝口，对为口舌，言语自出，特殊图，缺也。如疑中有物，曰是科，象人口实物，口张而物入，是口之虚善受也。故绝包有虚欠之意，缺即不足，与盈对，月盈则缺，气满则溢，故绝既溢，以求盈不已，终必缺也。以谣言，五阳一阴，阳实阴虚，是独缺其上之象。若不缺，则未欠矣。故谓春末3月卦，以上欠一阳，谓臣下令。若将上亦未阳，是纯干而未4月，至5月一阴生于下，则谓天风垢。和下至节，阴生则阳退，故阳之盛，以4月未及，而由绝至垢，皆从前出入，绝入而垢出，皆阳中之阴，消与习之数也。亦以阳为主，包为阳之消，复为阳之习，故包与绝对，复与垢对。但阳消曰包，而阴消曰绝。亦即言阳道尊，阴道卑，阳不宜消，阴则否也，绝快也。言行至尽于前也，又缺也。言上欠此一爻也，又绝也。言至绝成前，而去其一爻也，是皆体阳未言，即就绝所该。绝或快诸一言，亦与包自有相反之意。包者由外剥削，如包物之皮；绝者由内向外，如绝出或绝去，皆由内而外也。盖阳原主外，故其消亦由外而内；阴原主内，故其消亦由内而外。内之极，谓阴之中宫，故阳至包，则入于坤；外之极，谓阳之大府，故阴至绝则入于前，而绝之为前，非如包之入坤，以阳道主身，绝身自同于前耳，不特绝也。如垢谓一阴之始，而不曰复者，亦以阳为主也。阳遇阴曰垢，阴至而阳自退，非如阳之逐去阴也。亦太否二卦，代表阳阴消息，阳长则阴不能存，阴长则阳不能留，此君子小人去就之分也。阳生阴降，阳明阴昧，刚柔之情不同，内外之志不类，故绝谓阴之将去，而柔不克与刚争也。其同体律，亦五阳一阴，以阴在中，其用方大，故有履虎尾之称。九五爻曰：绝履争利，亦名是与绝有相关处。绝与履，皆以九五的正位，而伏于乾坤，干利而坤争也。为绝中互干，与履异，故绝之用，皆秉于前也。绝，阳于王庭，符号有力，告自义，不利即荣，利有攸往，宣圣讲义，此绝卦彖辞也。绝以五阳一阴，而阴在上，全以五阳一阴，即五阴一阳者，各六卦，如同人、大有、小处、履、绝、垢，皆五阳一阴，皆干所合三女卦，如乾巽、乾离、乾兑，是也。绝谓干兑合成，与履同体，
对月而前见，对干接太阳，而上爻一阴，不能与五阳争，因本降而反在上。九五正位为主，上爻在九五之上，故有阳于王庭之象。言绝以一阴为主用之爻，虽不得势，而其尊贵不异也。以彼在下者，上升阳于王庭，的君主轻用，阳由生也，非阳也。得志非腾之意，人之得志，受命于天而为君外，皆以受命于君，而生于王庭。干位尊贵之极，上六阴爻，不得比于君，故称为阳于王庭。以王之贵成谓誉，虽非要职，而尊贵莫与之并，以在九五之上也。因不得势，故不称其功业，亦不着其爵制，与义之称王。告公用归，及赏授者义。柔在上以顺于九五位本，九五位全卦正位，伏于前行，故曰伏。好者如同人九五，先豪跳而后笑。同人亦五阳，与大有往来，而绝更以上卦之对为口舌，谓说言。口张在上，有呼号之象。同人之好跳，亦以外互对也。五阳谓之身，亦因多其口，故象好呼，而非言笑。有力者，中户干，五阳皆本钱。道前九三曰若力，决亦曰有力，其义大同。力为也，又卖也，又利也。有为害而自利，乃服于干替之训。告自义者，群情上达，与义之告公同义，此则告王也。以下五爻皆尊九五，而有事必告。自义者，众人之义，非一人之私，自民所从，义民所合。五阳连集，如义之有众，群情上诉，以顺于所尊，此绝之待用。不以一阴阻阳，而以五阳绝阴，民其情未快，志未决也。传曰：防民之口如防川，是不许告也。今决欲辨民之志，扬民之情，故许其下义以告。此决以阳刚为德，知立国之本在民，忠正未兴，知治之功在政。虽对越于上，而不以柔服刚正之行，故本对则之象，求民众之情志，介于干替有利，而自明其德者也。不利即容者，干道至见，而不疑过；行至刚，而必有终。故决虽五阳和民，而不利即容。兵戎速杀之令当秋之时，今决春夏之交，身亦方张，自不宜于兵伐之事。又决外未对，以悦则未用，则在天上，如与则之下配。万物咸招其恩，众生同养其人。仁德之师，恩泽之降，皆与兵戎相反。兵戎以毁灭为志，杀戮为功，则利夫生身之情，备于全卦之用，此不利即容，使与卦情相应也，则配于上。刚健至中，则行无不疑，动必有光，以其服于众，而洽于情，行以功而至于光明。虽一阴在上，而因五阳之身，终必去之，则纯干之行，元亨利贞之德，其利于攸往已可见矣。故不利即容，本干之戒具，怀干替之心也。利有攸往，本钱之刚健中正，浮光辉笃实之行也。二者皆以干为泽，
95中正，克律五阳，以绝易柔。34重刚，能自替力，以合群志而履光明。不随因以自疑，而协众以有戒。此决彖辞大焉。虽四德景力有攸往，而全卦皆能从于正，成其自强不息之道，明德普施之功。对之悦则，以顺干之刚健，虽若相绝，而实相合，则凡五阳一阴之卦，阴律能成全阳德，如同人大有小处履皆是也。绝与构易，而应当将去之际，由难与阳迟。阳日进，刚日长，则其行亦日光，德亦日明矣。后人是此，多未能得原旨。读者一系玩谓之。彖曰：决绝也，刚绝柔也。见而说，决而和，阳于王庭，柔成五刚也。符号有力，其为乃光也。告自义，所告谓公也。不利即荣，所上乃穷也。利有攸往，刚常乃中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全卦彖辞之意也。决卦虽非损益可比，而为阴气将消之象，其所观时重大也。亦以阳为尊，故决构之用，不似包覆之要。然冬夏为一年寒暑之纽，而决构当属气最盛之时。天地之阴阳方针，人物感而多样，使所影响者，故匪细也。决亦阴在上，阴不可久留，二气难调，气候日热，故决与干为阳过盛。人物虽乐于阳和，而不能无阴以如遇之，此决后必有构也。决阴阳道生，阴不得配，遂相决，故曰决也。决者如决水而流不止，又如决裂不复相合，又有决断不复因循之象，故曰刚决柔。言刚势至强，不可少留止；柔性至顺，不得少疑。由其行至决也。上对下乾，干健而对邪其德，故如是也。二卦合而相决，虽决而犹能合，则一柔不得与五阳争，而二阳且与之相得也。柔之能与刚争者，必刚之衰，如包氏也。今决刚方长，柔不与合亦不可得，故曰决而合。此合乃是所迫也。既决矣，而犹无怨，非柔如对者不能。对，少女也，亦不与父抗，故决而和。由少女之嫁，不得怨由其亲也。亦柔在颠，下近95，故有阳于王庭之象数语，亦以见前，兹更深述之。阳者阳也，今应称阳，以其胜五刚也。五刚在下，柔成之而并生，言阴本降。今以五刚在下，遂成乘龙之欲。干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，决之上六，则成五刚以阳于王庭，所欲相近似也。是由时破，时势所使，则降者反为深矣。符号有力，以决柔少刚盛，不克相济，而中互干。全卦之用与潜伏，而对为口舌，以情志所发，乃好乎？而其行为，则以刚易舌，阳易坠，五阳过强，如前之93若利，而必自前替，以免于为；自砥砺以尽其德，自勉励以行于艰险。此虽有力，而人能服，故曰其为乃光。光者光明，因为而戒惧，
乃日就光明。如天则履是也，绝履上下异位。因见于为而自卑，因于福而自下，则可同于履之用，而所行有光矣。光由阳德，必下照，方成用。如日月之光，以极得未用。若不下照，则不见其光。此阳德贵自下，深而自降，高而自卑，以服于前，则行自光明。此与干卦各爻相应者也。告自义下有托据，系告自义，所告未公也，应改正之。言告而自下义，必因重情之同，必本所告之功，则以九五正位，而五阳在下，柔在上，能自卑义，以听其下，则重情的达，政令公平。此九五中正之道，为其下所择也。不利即容，以不宜上五，为五刚既过，身亦方宏，果反上兵戎，是自败其德，而必逢其殃。故曰所上乃穷，言上六柔也。原为五刚所绝，不可久留。今乃失其志，以从事兵戎。是虽柔道，而同穷尽也。兵戎者阴也，决以刚胜，与师之五阴一阳相反，故不利即容。若反其所胜，而上其所穷，是自取败亡。正如一阴之中被决去也，上自与，上阴，阳生直至上位为止，而容事不与生发同。故上五者逢刚必毁，况绝柔方失势，虽在上而不得久留，是穷的也。用兵而犯绝地，岂之不利己哉？故明德宜用柔，而兵事不宜用刚。臣治宜自下，而上五不宜自高。兵败于骄，政败于暴，德败于刚复自用，事败于有始先终。此不利即容，因所上之穷，不足以战胜也。而利有攸往者，决亦因既日弱，则五刚自日长，行以刚健为先。干象曰：君子以自强不息，为自强方不息，是行动之利，必以刚强为本。若不自强，安立于行？决之利，在刚长而柔素中也。此句亦颇晦涩，以现于言文。因为刚长柔乃中，柔之中即行之利，健而能进，强而不息，行无不利，干之道也。虽行遍天下，无不嫌疑，以其至刚也。而决则有一柔，然不久即终，亦如干之见矣。上虽高而被决，中方胜而无碍，合群之情，得下之志，则行有力，而自戒慎，朝干细剔，则免于为，利而无为。此决之待用，其道则由刚长而柔不久耳。若但就原文视之，不能尽其旨也。上言不利即容，谓太过则折也；下言利有攸往，谓得中则有功也。二者之间，即过与中之变。刚而能中，上何往而不利哉？宗主复注：决卦之用，以达于干位志。五阳之身以去其柔，故阴阳相决，而阳行至快，卦缺其上，则不如干之全德，故谓绝。言缺也，爻中绝，犹却欠之意，不足之象。阳德方彰，而有以为未足，此君子戒惧之道也。前93君子朝干细剔，方免于久。可见阳刚不可过，
而生阳必自溢，为虚能容物，为谦能下人。此绝与律同体。圣人明律以治理，明爵以约情。训夫情则绝为过，而终不久；顺夫礼则履未及，而行可大。上下易位，用乃大书。绝之彖辞首称扬于王庭，可见其升腾以极，发扬以志。苟无德以称之，则为小人得志，必乱天下。盖柔道卑，阴道降。今上六在五阳之上，是不可以为训也。故虽有95之福，而不免于前93之利。而其情之义纵，志之义盈，则不免于好。好有得意之叫嚣，与失志之呼号，如同人之好跳，出于忧恐；而患汉之大好，则发于欢心。其好同，其所以好不同。对主口舌，有笑言之用，有纣力之行，有呼号之别，皆出于口，成于身。而其情则异也。绝之好，亦以摇而有别。久而替号，则如干之恐惧。同人95之好跳也。上六无好，则应对之说言。绝之不足也。是虽由对而发，其地既异，未生一殊。若患之大好，则非对也。风行水上，相激成身，亦如人之好，而其情发于激越，其身成为大污。此则快畅之身，有别于恐惧忧惊之呼叫也。好自且含有号召之意，若呼哨之类，绝亦柔在颠，如堂上一呼，堂下百诺，为其情志之所见耳。故符号二字二句，而人连接，不有95之尊，则无以服；不有上六之柔，则无以好。上六在95之上，故符号而有力。此四字皆本遥向情志而来也。又曰绝卦彖辞是文含义甚精，人多未能领会。如符号有力，其为乃光，以力为业，而乃光，则指所行之福中正也。中正光明，义之体用，共有95正位，不为上六所蔽，故能正大光明，而服于干95之象，因利而自利，是为足以昭其德，大其业。此干自强不息之道也。又如不利即荣，所上乃穷，系指兵戎之势为因，绝为一因在上。若上上爻之行，则是穷尽之地，故不利。阳刚之德，以身为本，天地之恩，由阳德以成之。春夏万物皆荣，秋冬万物皆杀。绝之代用在成干之道，故谓三月卦。时当生育极盛之时，宜其不利即荣矣。即荣为上杀伐之事，以绝而上杀伐，是有以春夏行秋冬之令，岂非自上于穷尽哉？秋冬为岁令之穷，兵戎为政令之穷，皆因之所助。绝以阳刚为本，而强其行阴柔之令，有不趋于穷绝者乎？故曰所上乃穷，不可用而用之，谓之逆时；义重时义，谓之所在；及时之所在。上六位全卦穷位，而阴德又与身生反，此即荣之不利，亦实为所使然耳。兵戎之事，有干天和，古人所慎，故农时不许用兵。3月为农耕重要之时，安可以兴戎动众？此彖辞不利二字，不独占其不宜，
亦且是其不可也。又曰绝卦彖辞是文力有攸往，纲常乃中钩，人亦不明其意。以纲常乃中，因谓不利，而彖辞明言力有攸往，上句不利即容，所上乃穷，是与此句相类，中犹穷也。穷不利于即容，中其利于攸往哉？而不知彖辞之意，正以其穷中之故。盖穷中皆指上六一爻言，上六位应以至穷中之地，故不能有所上。上由至也，至于上，即至于穷，至于穷，则即容安有功，如兵履绝地，父王之不暇，上望其志甚乎？而力有攸往者，非以上六位治，乃以阳德为本。阳刚之道，无往不利；而阳爻之治，恒以最高为其的。下有阳爻者，其志皆指上爻未归；而上爻亦未阳者，则必利于行。故损益二卦，皆利有攸往，谓其为干包坤，外为阳，上亦刚也。故利有攸往，必本于干之的事，必故阳之有终，终始相成，则行尽天下可也。而绝则乖此利，上未阴，则阳无终，柔在外，则干不大。而彖辞称其利有攸往，何也？则虽非损益之利，人本刚中之行，五阳方张，一阴难久。上爻之位，终必为阳所有，而干用以达，阳道以全，岂非有利于行乎？9五正位，克律群阳以生进，则干之用必成，而绝之志可见。是闻恐人未解，故以纲常乃中4字，明是绝之上爻。因纲常而异化于阳，是阳无终而有终矣。乃终即乃有终之审，以文句所现，意义略会，非如上句之穷可拟。穷指阴之谓以穷，终则指刚之尽有终，常由尽也。刚尽至上，则成全前，是利于行，人本干之道耳。象曰：则上于天。绝，君子以失禄及下，居德则济。宣圣讲义，此绝全卦象辞也。绝以对在前上，象位则上于天。天元在上，则本居地上，而在天之下者，今则反居其上，是谓则上于天也。以直言，则不得居于天上。天者气也，则积水而成。若反居上，是有水上于天而为云，火上于天而为电之类，必从气化，方可有之。义之取象，大律类事，物之不能治者，气则治焉；直之不能有者，理则有焉。则虽不可上于天，而对于五行经也。干亦为经，是故同属，则亦可上于天。且则中所有水也，水真为云，配而为雨，亦是之化也。绝卦之象，正如雨则之行于天空，雨之大量，降而成泽，是地利之润盖也。雨之及时，配而成泽，是天公之恩师也。皆象中间有之意，而绝之则非地上所诸，而属天公所配，为其及时之泽，承上天润物之功，因春而施，达造化生成之用。此如3月之雨泽，为万物所瞻如化育者也。故人道见之，亦以德泽之下即为先。天之雨泽，天之德也；人之恩泽，
人之正也。天公有其主宰，为生臣之尊；人道有其君主，司政令之责。是人则之下配，即君禄之下班也。禄者供奉，古者凡以为实而非自耕者，皆曰禄。大夫士之禄，必足以待其根，是禄字。褒义甚广，由曰实也。人有三德：父生之，师教之，君实之。师所谓立我真名，民之得实，皆君之责。虽不如官吏之奉，而其德政所及，人民咸乐其身。如瑶曲及壤之歌，含哺古赋，莫非地利，及此辞之路，而贵能普及于下也。既曰师曰吉，则非仅指俸禄可知，以绝中户干。干九二所称得师普也，亦即此意。居德则济者，其意有二：一则明觉之人道，体天之则下配，乃天道自然。人顺天之行，民以之德。德虽极重，而不可自居其功。老氏所谓功成不居也。一则推天之道，应时之宜，亦如天不令其与则，而以万物之心为心，则德则之下失，不得有所尽习。居留止也，尽习其师，留止其责，出纳之令，与天下争财。大学所谓外本内末，争名师夺者也。是二者，皆为在上者所忌。苟不能充其责，则为背天之行；苟不介于居功，则为贪天之利。是皆为于天之道也。今在上者，虑犯此忌，而尽习财物，与下争教得失者尤多。此天之所恶服，而灾劫乃大。与阳不实，既昧于天行，令其得则，有以为的计，乃灾害之至，则奔走好乎？自以为情。天若悯之，而配施与责，又自以为功，是恰犯厥之所忌也。上何望以成厥之用哉？厥之先有益，即以损上益下为治。治厥人以失则及下为先，可见圣人之德，无时不以师之普及为心，而义教之旨，尤贵在能生成其下，安养其众。如大禹积逆之怀，文王如商之志，伊尹一夫不惑时与之孤之心，方足以服于厥相所称之君子。圣贤不作时事心阶，则灾劫之推延，果将谁执其咎？故厥相居德则济一语，时有望视之在上位而能为其下施责之责者，13复之。初九，状于前止，往于圣部，未就。宣圣讲义，此厥初九爻辞也。厥之初九，即前之初爻。上与对之九四音，内外皆刚，情志不协。凡爻之初为卦之下，与人物之止同。如是科初九，履孝灭止；奔初九，奔其止，皆以止为喻。而厥则与大壮相类。大壮为正合乾，厥为对合乾，皆刚长之卦。大壮进则为厥，观八宫坤宫之序。第四是为雷天大壮，第五是为则天厥，则可知厥之前身即大壮。故厥出三爻，均有壮于某之域，与大壮同立。大壮虽为阳壮，而上为四阳二阴，至厥则为五阳一阴，是厥壮于大壮矣。不过初九与大壮初九正同，皆以阳起于下，为全卦之根。
如物之止，而又皆因于刚，重刚而一下一上，情既不合，是亦莫均。故大状出久曰状于止，真凶有福，而决则曰状于前止，往不胜未就。二者所状同，不利于行异同。唯大状以六五故有福，言六五与九二异其正位，有如太也。决则二五皆刚，刚胜则折，故有就。言在初九，情易造行易暴，刚而无柔，静而不已，则不免于就耳。至往不胜，与大状之真凶，皆谓不利于行。而大状以振奋和前见，其动至极，其志至雄，故多凶。备于干乾隆勿用之意也。决则上为则月，内见外说，其动可徐，其志可如，则欲往而力不足，欲见而事不济，亦以在下故也。不胜甚字，有平去二独，平为不胜任，去为不能取胜，皆不足也。不能善于所往耳。既不能胜任，则进亦无功；既不克制胜，则行必有失。胜败为对，不胜犹败也。无功故耻，致败有辱，此往不胜，必为咎也。咎包人己，人之所由，己之所恨，皆咎也。悔之至曰咎，必有过失也。由怨所及，悔恨思深，上则受罚禄，下则畏饥馋，内则疚于心，外则辱于众，是咎之所有未行之不利也。象曰：不胜而往，咎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决之阳刚的事，而初九有不胜之战，则由出爻在下，无可用武，如乾隆在折，无可斩布之意。既战不胜，而人前往，则其有救已矣。决虽五阳日长，就有一应待决，在初九之位，犹将决之时，其志固强，其行犹淡，其行固躁，其气犹滞，是以往不胜也。状于前止，故与大状同，而前字则对后言，止有前后，亦如是有缓急。前者急而进必求训，大状二阴，其志较弱，故盖前后不复分。决则对则之用，恒取柔越之行，而初九勇往，故状见于前止。由此亦可见上下之志不符，刚柔之情互异，柔而在上，则下虽猛进亦无功，况实谓不许其极进乎？故决之决然者志也，而缺然者行也。快然者心之思，决然者力之始。心强而力不足，志决而行不冲。此初九虽有前止之状，而往不胜，且未就也。状于止者，应见于行，今因行而获救，正病在过见耳。亦道以中和为重，过犹不及，皆非万全，非其位时，犹难轻动。大状亦以壮止而战真凶，是文称其服于穷，亦名太过之乖中道。其用亦穷，知其壮而强用之，则必离其凶。故善战者不穷兵，善强者不独武。藏利器于身者，不炫其长；握胜算之柄者，不轻于事。此壮而不胜正，欲人介于自壮，力有尽而欲无穷，志亦骄而行不逮者，皆就也。岂图壮止之不胜矣哉？决者干为体，对为用，
干刚而必戒惧，对月而宜和平。秉阳之德，亦不能过，故亦以中服为最终，则兑在内，巽在外。四阳中包二阴，阳不过而阴得中。卦象最是中和者也，决则过于阳而失其阴。凡行皆乖中和，故初九即占有就也。宗主复注，决卦初九，往不胜未就，而是文称为不胜而往就也。爻辞往在先，是不胜有往来，若不往则免就，故是文不胜在先。正借人之物往，与原指四义而时合，因往而不胜，必受其咎。何如无往，尚可幸免。苟不自反，贸然前往，则其为咎，不亦宜乎？且不胜位，可作一句，以圆该不胜任之意。不胜任者，财力之不足，或识得之不良，或器物之不备，皆不胜任者也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此兵法所云。其旨至深，其义至当。决卦彖辞，故亦有不利即荣之语。是闻又生以所上乃穷，则出九之往，名谓不胜，亦可盖之。识得之穷，人天相悖，则欲无咎，难乎其难。况即荣以战不利，而前往，其能有幸胜之望？攻守易势，劳逸易勤，此不胜有往而至。往犹进也，攻也伐也，皆犯难也。初九本非用武之时，而徒以刚暴之性，急躁之情，止之向前，不顾后患，此不胜而往之救未应得也。爻辞往不胜未救，可分往与不胜二者，皆有获救之意。以往非其时，自不免于救，更以不胜重其救，则出九战者唯有退守为宜。果明知其不胜而往，与明知其不可往而往，是皆救所必至。未决出九计一夫前，又与对相应，刚柔不均，最难造进，而以刚暴，不免求进过急，与大壮出九正同。大壮亦曰真凶，可见亦不宜进。唯大壮上合正，有二阴，而柔主正位，故但曰真凶，而未言不胜未就。决则九五正位，意在决柔。初九以报必胜之意，而求意外之功，是与战争之攻伐二者相类，故特以不胜警之。大壮之争，未出行也，不限于戎士，决之不胜，则指战争，是二者之意耳。然以大壮犹战真凶，借物轻动，而况决乎？此彖辞特谆以不利即荣为训也。92. 替号，末业有荣，戊戌，宣圣讲义。此决92爻辞也。92居下卦之中，以刚成柔位，中而失正。在干92见龙在田，上以得失普及为重。决之92既非干纯刚，而上合对，以月则未用。五阳相虑，二五同阳，内外莫邪，故有替号之战。替本于前，有93之系替也。号本于对，以说言口舌之象，而喻惊恐，不免有如同人之号跳也。彖辞故有符号有力之语，号即此爻之号，力亦有此爻之替。以替犹为而惊，由惊而恐，心中替，不克自己也。以92刚过，而既出九不胜之后，自难免于惊恐，
而心替，而好乎也。然九二虽惊恐乎豪，而在中位，虽有容来犯，终亦无伤，则可勿恤。恤者忧也，念也，关心之至也。莫痛目，夜与日对，目与旦对，前以纯刚，故九三朝肝细涕，日夜自警，抉择上为对。九二在内，阴之主也，故为木业有容，而治替号之象，终以中位在内，敌非必得，且有位于外，故警替号，而勿忧念，以虚惊不免，而时害未真。此替号于前，而勿恤于后也。决之下卦，以干刚奋跃之志，有抱自无旦之情，而与柔决然之势，故时有兵戎之举。爻辞以象所及，不必果有其事。但九二既出九之后，出九果不慎而亲往，则九二必败退而至荣。木业之荣，未非强敌，由承系来袭之意。然人民未能持境，自不免于惊涕呼号，而中未守之有方，御之有道，不失其位，则勿恤其中。此九二之有容，由出九之咎，而其勿恤，则中道之有因也。二五相应，内外皆刚，内之虚精，外谓之位，此所以警惕号而已。然九二爻虽可勿恤，而全卦皆不利即荣，则木业之荣，岂独九二之警，而勿恤之道，终非全卦所示也。象曰：有容勿恤，得中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九二在下卦中位，虽刚柔失正，而仍得中道，则虽木业有容，而勿恤，可见卦爻之重中位也。中位者，道之所寄，德之所明，位与时相应，位当则时宜，中行不失，则行不服于道。九二得中道，九五称中行，虽皆阳爻，以位之中，则行亦正，正如主位，在众人之中，耳目既周，听事必恭，左右有弊，言行必正，不容其偏邪也。不过义道以君子位则，若非君子，则负其位。然小人虽信得位，终亦不保。位者，天所以酬有德耳。有位无德，终必受其祸，如桀纣忧厉是也。故古人崇德如重位，而异象不能知其德，则以位位尊。九二之能免于荣者，亦有德在位，众人所服，乃能与守其国，保其位。书曰：后非民，往与守邦，此之谓也。木业有容，仓皇之害，而终勿恤，岂非得众力以御患乎？虽其初不免替号，而终能共汉御，可见九二之位，以中道而免于灾，设中而不忠，位而无德，众皆委而去之，则左右亦容也。何待外来之寇哉？唯决卦以及容位不利，果不自制寇，则兴容者终亦无功。是勿恤云者，亦含有寇自败溃之意。刚中之德，有如人人之无敌，况犯时而兴容者，其能害于有德之主？此木业二字，亦万有暗昧之22义。言容视之来，不光明正大，而我欲之，则以中道，以道即淫，更何恤乎？一词之意，恒可触类旁通，视其实事而象之，
是在战者善为推义耳。宗主附注，决出992爻辞。君关于兵戎之事，虽未明言战争敌对，而有攻守主兵之情，则以在下诸爻，立与上阴，有若匹敌，如出与4、2与5、3与上，一刚一柔，一内一外，自成对立地位。初3、5皆阳，2、4上皆阴，不问爻之为阴或阳也。凡卦皆然，以在后天，不能外阴阳之配合生成，故传曰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分3才而两之，故爻6位，初为其阳也，4为偶则阴也。奇偶以未定，阴阳以爻分，故初与4、2与5、3与上，皆立于敌位。所谓家偶曰配，怨偶曰仇，仇配皆四敌也。2与5有者，以2主内，5主外，皆为中位。有若并尊，如6、2、9、5，则为后与地之象；若皆为阴或阳，则亦有后非君王之称，以其内外上下自有分也。而平日则成主兵，以内为主，外则兵也。又有夫妻男女之别，如大过、老夫老妇、少女士夫之欲，即可见易卦之力称矣。初992外阴94、95，原同为阳爻而为义，亦若敌对或兵主，以兵戎言，自有争夺之志，故有胜负进退攻守侵伐之不同。初9不胜，以轻进也；9、2勿续，以善守也。而所谓戎者，盖一切兵事言，如操演练习，亦包在内。而替号2字，替指有所经，号则兼号令号召，以口舌传宣心中意志，皆好也。故9、2之辞，不必限于战斗，果有涉于动众，用为占据者，皆属焉。而木夜间举其时，或其行之暗昧，或其真之悄切，非白日光明者，皆可引以为是。故古人称暗中动作为夜行，而俗呼盗窃曰宵小，皆以其不光明正大也。一词简而易可推，是在战者细为抽义耳。93状于魁，有凶，君子决绝，独行御语。若如有运，无咎，宣圣讲义，此决93爻辞也。93内卦之末，人爻之始，与94重刚不中，同于前卦，而决则以外为对，对则下交，柔道下急，使93得其资如，有如雨则之润，故爻辞有益于前。前93见于过刚，介以恐惧，朝干细涕，见为求安，是免于咎。决93亦以过状，原战有凶，为的对之则，亦免于咎。其无咎同，其所以无咎者不同，则决与干之别也。决由大状，近于五阳，称状与初爻同。初在下，故谓状于前指；三在中，于干谓中爻。中由上爻之位，内外相应，亦与上爻有关，故称状于魁。魁面骨也，前为首。93干之中，爻取魁为象，亦不以魁为现，则凡手之骨或面，皆可取象。今但云魁者，以自爻9，干之数也。头为诸阳之会，9为阳爻之名，故以魁称。实则面脑各部皆可谓喻也。状而至魁，
其下之状可知，状而过者，必有失。亦如刚之一蛇也，故战有凶。有凶者，言在理有之，不必见于事也。而状至首，干之尽矣，穷之地位，故亦兆凶为。前93若利，则称其为；此则称其凶。其数痛也，亦利3多凶，不独干绝也。盖失中位而一履于为耳。若93而与64阴，则成寂寂或态，数成相协之道。经绝与干，皆94在外，重阳之间，刚过之象，数之不合者，曰奇；合者曰偶。人之欲合亦然。过刚无柔，自无可合。畸形之事，不义的朋，故曰君子决绝独行，言无有也。昆西难的朋，以2合也，决以94难合，故辞称其独行，亦即不偶也。决绝者有夹夹或落落之意，决绝也。众之则决绝之欲，而兼有举举凉凉之情，皆缺然不全之貌，故也。决绝独行，有夹夹独躁，落落难合，以其既不易合，亦不得合耳。93所用，即在刚健不拔，决绝非贬词。观其称君子，可以知其实的之宜。正贵其不合耳。欲语若如有韵者，以93与上6音，上6音也，而未对之主爻，乐则之用所见。93在下承之，故象欲语。言在中爻方进行，如人在中途而欲语，非其所欲防，故若如言语降而未备，沾湿其身。若自以其灵失甚，如于水中也。有韵者，不时之语，中途之情，既无所避，复不得气，心中懊恼，含晦难以也。然情性行缓者，亦甘受之，故曰有韵。言有所韵或否，凡用有字，皆谓十分决定之词。如有凶亦然。君子虽图未与师，而自知其咎不在天，则何运哉？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更何救乎？此无救之战。既以93之能免救，又以君子之无所救，盖二义也。要知93无救，由于的对则之调，而君子无救，则本干自强之道。自强不息，因无救由也。象曰：君子决绝，终无救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3元战有凶，而因君子持决绝之行，不易与小人合，且有独立不惧，顿世无闷之志，不求与众合，皆本干自强不息之训。此所以终或无救。君子决绝，人多以决字为事，称其志趣坚决。此故一义，实则志贵坚决，行贵渐强，而复不以以刚行刚，方服于道。爻辞既称独行，复称欲语，既称若如，复言有韵，是刚柔相济之用，非偏于所执也。欲语则可见其上有则配，而不相弃；若如则可见其沾染以身，而能自拔。有韵则更见其操存有素，涵养世虚，虽猝然受恩，而不以为荣；贸然受辱，而不以为侮。忠心无作，不与物推移，明德不回，以应时千变。此君子自强在不息也。至诚方不息，
无动于中方未成，有道以欲变方未强，非一味刚健足以应事者也。故与之骤欲，由意外之宠，或徒如之祸，皆不足以摇其心志。此有运一景含怒而已，不行诸外。若如一景沾湿而已，不昧其身，是在君子之善处耳。何相辞言？上六下阴，如雨之降，即君子失禄之欲。故君子虽如而无所动。老氏曰：受宠若惊。亦言君子不以宠辱为行止也。虽与如而不辍其行，虽有运而不立其志。状于魁，以崇高其位而有凶，如于羽；以佩泽其师而有运，是必名于得失，绝于去就者，方无咎也。故是闻以君子决，身是无咎之由来耳。94. 豚，无夫，其行次且，牵羊毁亡，闻言不信，宣圣讲义。此绝94爻辞也。94为对之始，与93同属人爻，而以刚履柔，与初九阴，初九在下，故象止；94在中，故象豚。豚，骨之上，人赖之以坐，多肉而后骨，身之要部。无豚则不能坐。豚以殿，殿后也。如是之殿，安坐共居之地。人之豚，亦思居坐之职。94在上卦之下，而未对之初爻，故称豚。夫，脾也，亦通府府，其意见是科卦。此言豚无夫，伤其脾也。脾为体之外位，无脾失所谓，则血肉皆漏，筋骨不保，则虽有豚，将失其用，则不得安居稳坐之象。不能坐者，有碍力或行，亦不便于眼握，则力亦必有所苦，行必有所坚。故曰其行次且。次且后人坐兹居，故无走字，欲进不前之状，言行不知艰难也。谓豚无夫，则骨亦苦痛，不得安坐，即不良于行，行坚利言，行之先必利，不便于行，亦不得利，皆以切肤之害，失其自由之象，既为后患，又失外防，则其坐卧难安，行止不易，可以知矣。爻举为喻，不必果有其事。不过94在外卦之下，故象豚耳。而以上六为阴，下皆为阳，阳为伤。今卦上爻为阴，是伤其外位也，故曰无夫。94与大壮同为阳壮于内，大壮爻辞，底阳处藩，丧阳于义，与此爻之阳一异。阳性巽而内刚，故大壮厥皆以上有柔爻为阳之象，谦者阳之主人。94与初阴，初爻为刚，有如人之谦阳，即以刚谦柔之象，重刚相连，如绳索之牵挽不断也。外毁内贞，94在外，故曰毁。毁亡以阳之亡而毁也。虽有五阳牵之，而以一阴亡之，则其毁已矣。阴主伤失，而在外如溃其藩篱，故大壮上爻曰丧阳，与此亡阳正同。不过大壮二阴，犹可委之未甚，决则一阴，竟使以牵之阳亡失，岂不毁哉？此毁亡言毁阴亡阳而生也。义之无藩，乃丧阳；牵之无位，亦亡阳，则丧亡之咎。中由藩位未尽，
防守不周，以阳之训，犹致亡师，况非阳乎？强力之不可视，刚愎之不宜用。于此可见九四重刚，自用以贯，自是方交，虽害切肤，而亡阳于手，犹不省物，平临其暴躁之气，武断于耳目之聪，故有闻言不信之语。以虽有人言，人不至信也。此九四刚过之害，促致身受其伤，行感其苦，手失其物，虽生悔心，而犹不以人言为义，可见其中必致大损也。宗主复注：厥以中护干，故爻辞亦与前因；大壮则中护厥，故爻辞亦与厥相类。在卦象对为阳，凡有对者多以阳为喻，厥之谦阳是也。而大壮以正合前，合以称阳，则由中护厥，谓对之象也。故曰抵阳，曰丧阳阶，以对为用。阳性驯柔，礼曰柔毛，对少女也，亦即柔顺之性。在处则以阳为喻，厥之谦阳，以五阳联系一阴，有如神谦；而以阳刚厥阴柔，亦有谦阳之象。匪人称被劫掠者为阳，或绵阳、肥阳，皆暗指其驯柔无反抗。听其歌宰之意。中州有碾阳者，即匪类之一，以片略剽窃为生，俗而作碾央，以合南方阴碾。阳若央也，而央字则含幼稚之意，人不出外不更事，俗曰央子。即言如秧苗至弱，时亦由阳字转变。碾阳亦如厥之谦阳，以五刚复一阴，其不易逃脱可知，而尽亡师，宁不悔哉？正如匪人以绑的负伤，而尽被易去也。阳故训，而其为用则刚，如羊毛足以御寒是也。刚柔互为用，不得徒有一而忘一，此后天之阳与阴并行也。厥虽当阴消之时，尚有一爻在上，故全卦大用。人以一阴为重，对之取象，为全卦所本，与大壮同。干为龙为马，而二卦独以阳称，则知对卦之用，所观大矣。厥为缺为厥，以上一爻为五阳所度，志虽与厥，而行有难决，则柔道之能服刚也。细体辞止，自能知之。象曰：其行次且，谓不当也。闻言不信，聪不明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其行次且，正与大壮抵阳处番相似，皆进退两难之象。厥九四外卦之始，而重刚不中，故曰谓不当也。言不当位，则无所守；不能守，则不能行。由人并足，既不能立，又安能行？此行次且，犹谓不当，无可守也。闻言由于耳，耳主聪听，目视为明。耳听为聪，人之聪明，既于耳目。闻言不信，是聪而不明，谓既闻。是有耳能听，非聋者，闻而不信，则由心之不明，耳目之用，必心谓之载。心之不明，虽有耳目，亦无聪明。人生以坎离思耳目，坎象肾离象心，坎阳在中，得肝之精，离位于南，待肝之用。厥以中护肝，而九四在中，故有耳闻之象。而上爻一阴蔽之，故有不聪之象。
时皆九四过刚之害也。辟之在上者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九四失中道，自不免因偏听而避其聪明。九四在爻位为忌之位，又重正之位，正造而位忌不协，故恒刚必自用，不恤人言，则觉之阳状。而爻又以刚失中也，即进者望其后，暴行者乎其为。此干九四以或跃在渊，自高而下，方免于九。决以五阳直进，其势至绝，其志至快，故其害亦如之。太过犹不及，以急求进，而行反次且，岂非自遗一期哉？爻辞中未言其凶，而立述其害，只在喻人之自误耳。宗主附注，觉九三九四为人爻，而重刚不中。九三以阳居阳位，与忌既合；九四则阳履阴，与位既同。故九三虽有凶，而中无咎，以爻位相称，有相济之德也。九四则行次且，而言不信，切夫之害，所失已多，是由爻位相为，无护济之志也。此中爻二者，必本一阴一阳之道，方服中和之行也。九三以的济，故君子决绝独行，而欲与若如，有运无咎。言君子逢夫艰险，不但辛劳，决绝之情，孑然独往，而足为天所惊，人所视，故欲与若如，系天泽之佩，非时运之乖。如大处上爻忌与忌处，为和睦亲民之象；又如魁上九玉与则吉，为群夷以事，猜怨皆平之象。可正欲与乃吉，战而在多疑多难之时，有以德与为复安复利之兆。如天旱之祸甘霖，物槁之沾润则也。决九三以重刚失中，正忧不得和安之道，乃以君子之决绝独行，不与众杂，使夭与则之降，而免于为救之余也。是以人定胜天，天亦因人之行而予以恩泽。正如决上六一因五阳之盛，不得不为泽之下配。有似渗水于府，下有烈火，则水自蒸化而为气，更下降而为润泽也。天之云雨，亦以水气之升降而成。阳刚之行，足使阴雨之化。决上六之为雨泽，其功实在五阳。九三与上阴，故受雨泽位最多。此爻辞有欲与若如之欲也。九三为刚，上六为柔，与其他爻内外皆阳者殊，故曰独行。言阳数其，而不得与外协也。凡不偶者，皆刚过之害。而九三为重刚，故是不得不独行也。又曰决九四爻闻言不信，与困卦同。困上对下坎，决上对下乾。下虽不同，上皆未对，而坎主后天坤位，与离对，由先天乾坤，故皆有言不信之语，以对为口舌，谓说言。在上更向口舌出言，而其下为刚，刚不依柔，故闻言不信。坎为耳，干非坎，以下九二同于坎，亦有耳闻之象。干故为各卦之宗，各卦所象，干君能象之，以各卦无不自前出，而三阳卦无的干之一体，足以代其功用。如震如艮，皆与坎同以阳贵，阳以刚健之德，亦自恃其才，而不乐闻人之言。凡言必有所至，
非泛泛谈说而已。而谓礼义不谦，何须夫人言？孟子世曾多口，皆以言必关乎毁誉或讽正之类，对祭主口舌，犹非寻常言语可知。俗称与人争执是非谓口舌，以其有所辩论也。对之说言，亦属于辩论者多。绝上对以义应虚其口，正有调其长舌之象。而五阳方盛，不独无所动，将绝而去之，是九四之不幸。亦遥相使然。九四在对之初，未说言之始，进至上六，则又有无号之称，则以上穷必变。善言者反尽其口，大号者反不闻其声。词虽不同，其取向于口舌说言，则无异也。九五陷入决绝，中行无咎。宣圣讲义，此决九五爻辞也。九五上卦正位，即干主位，为全卦最尊之爻。决虽有上六一音，而正位与前同，故彖辞称服。本爻称中行也，然决中异于前，虽五阳方盛，欲决出一音，而上六人在九五之上，是其志犹未达，行犹未光，如日中天。而有云谓之蔽，如则在世；而有物谓之障，则其光不大，其德不明。故九五不得不决，以求速决也。现蔡也，陆汉地也。蔡生汉地，其生方坚，而现则见草，异于生育，且为3月之采，故决取为玉。九五之象，阳以极盛，而阴在前，则将下配，现正苦旱，是相虚故阴，而相度又盛，盖则不时降，恩反为仇，物不获生成，德反为怨。此陷入不免于决绝之情，正即求解决之道也。决绝与九三君子决同而不同。九三以行言，决犹不偶，而独行之意。九五以情言，决犹失望而骄躁之意。三五同工异位，九五多功，则现虽汉，而不必求于外，以云雨之成，人必呆阳曰之真化也。九五因求之不得，反而自决，求以自润，则志更坚，决而行尽决，不复望上六之则配。但其诸阳之素心云雨也，故陷入决，有样样失志之象，而含有抉择之思，于决去阴之行，更有快速之感。此与九三之意有殊也，唯其取独行之旨，无自馁之情则同。凡阳皆齐，三五阳爻阳位，不异的偶。若九四则以位为阴，不宜于独行，故爻辞例举自用之害，自信之非，是可见爻必以位为断。九五之刚，故决不为害，且服于中行，而免咎，则以中正之谓其行必中，虽有过刚之嫌，而知自反之意，此君子本之，而以失路及下，明德不回也。决之全卦，凡阳爻均有过刚之咎，独中行克免。九二九五，皆以的中正之道，不以刚自恃，故能免就过者。大小过，中行中服，二者原相反过，过而自反，则不失中服。此卦爻之所贵也。象曰：中行无咎，中谓光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九五既为正位，而服中行，
因不有就立，何以爻辞称无咎也？凡称无咎，必原二义，义则无可救，以其所行自离于就立也；义则原有咎，以其行之善而免耳。故称无咎，必原有咎。九五中行而有咎，恐后人不明，故视之以中未光。义则因九五虽未中正，而上有阴爻，阳德止于此，不克再进，而上六一阴，将避其名。是虽得中，而未能光大，以爻言。故如是，以行言，亦有五阳过盛，刚过之势，且近于阴，有偏颇之嫌，亦不克成光大之德也。九五之下，连以四阳，方祖上六之下降，而志在绝去之。是九五与上六近而将远，亲而反疏，情志在极离之间，动至当嫌疑之际。故虽中位，而未光明；爻虽正位，而行未光大。此绝之所以谓绝也。绝原含缺欠之意。以上六一阴之缺，则全卦正位之九五，亦因之而有未光之称。是以爻辞占无咎，言以绝有咎，而信以中行的免焉。现露之象，亦非光大之欲，以其位虽正，而实不当，德则未变，生成未全。此绝九五有益于干之飞龙在天也。上六，吾号中有凶，宣圣讲义。此绝上六爻辞也。上六全卦之中，属对主爻，亦为坤之上六。全卦为此爻为阴，故与下各爻有异。况当穷则变之地乎？在彖辞，符号有力，九二替号，皆以号称。上六则曰无号，是可见上六之用，与全卦反。全卦以对在外而张其口，故有号之象。至上六反以失其位，塞其对，而谓无号，言声不出口也。且下阴九三，内刚外柔，柔失其道，不协于时，故成无号，不可好也。号兼呼号号令，皆口舌所思，对之本质也。对至上六，其势以极，其用反穷。此爻辞称其为中也。中字为一句，其义有二。义则为卦之中，凡卦皆自初始至上中。上六之中，乃全卦之尽也。义则爻之中，爻以九六分属乾坤，干之大始，坤主大中，坤卦用六。是象曰：用六永贞，以大中也。故凡卦爻之属阴者，皆秉坤之用，而以中称。是上六之中，为坤爻之尽也。周易全部亦以乾坤分始终，则非限于九六爻，如传所谓为济男之穷也，归妹女之中也。即名阴阳皆有中尽之数。为济为干道之中，归妹为坤道之中。此以乾坤主各卦始终言也。若绝之中，则以卦爻之尽为言。上六一阴将尽，在十位阴之中，与包为阳之中相对，故爻辞称中。言既为卦之中，亦为阴之中也。爻中则穷而必变，阴中而阳起而代之，是彖辞力有攸往所上也。阴阳消长之别耳。阴虽以绝中，而又自构始，与阳之中于包而始于复者一例，终必有始，谓天之行。如夜静则旦，冬静则春，往复循环，未尝有绝。
是因中而非中，故曰消息，不曰中始。不过在决卦则谓中耳。盖即坤道之境，与卦用之穷而已。坤道静，则柔无权；卦用穷，则决将变。故上六之后，则未构，而一阴又始于下矣。五阳虽同，而阴阳消息大异，此卦爻有盛衰之别也。因其为中，乃占有凶。言绝本以绝阴未用，阴既绝而中，则阳将上而极，是去其弊而待受其灾也。故曰有凶。上六虽穷，若未果亦以阳，则凶之战，由上六之变，是刚不当至于尽耳。果不及尽，则又无凶，故云有凶。言是五阳之自动为断，全卦为此缺陷。若履之，是将陷于险中，柔不能以刚胜也。象曰：无好之凶，终不可长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上六位中，而不可长久，则柔道无权。彖所谓刚长乃中，与中不可长，正相应。以五阳之长，则阴中；而阴之中，不复长久。阴将变阳，柔将变刚之象。故在时令，决之后位前，五阳长而为六阳，一阴消而至于无。此对之用师，而谓无好；柔之不久，而有凶也。长字指阴言，与彖辞指刚者别。刚长则阴不可长，义也。卦用至中，皆不能长，如欲之何可长也？亦因上六之穷。二也。卦用之中，谓爻之静；阴爻之中，谓时之非。时未相应，故上六有凶，绝元相绝。上六正在决绝之位，阴阳交争，刚柔莫协，所以有凶。对阴穷而自塞，故有口而不可豪；决阴穷而自中，故有柔而不可长。此是文之旨，后人视此多不当，特谓正之。决之中位前，此时令也；决之既未构，此亦教也。其数略疏，则阴阳消长之有别，与人天代谢之不同耳。肝受决而出之构，如鲲受包而欲为父，其道痛也。阳与阴互为胚胎，乃道之根本。而见于外者，则是物之生成代谢，如春夏秋冬，时也；而生长收藏，则得也。决为3月，而构为5月，中加干为4月，此时令有始终也。春去夏来，物生自长，则天地之德，化于天道，人但见其容繁而已。故决之有凶，非观全卦，仅上六阴中而不可长，乃战之。果知其穷而善御之，则决又成构。构欲也，亦决未御，则不和者和。是天地之道，永无终穷，上何无好之凶哉？此盖礼数而言，是在战者知其盈虚消息，而善趋吉避凶，则上六之凶，人不为害。故决自有4殃，殃者中也，半也。不过则合于中和，是中则免于决缺。殃快皆从决，皆失中和之德。故决有样样，中则谓快，偏则谓样。情之所谓，易行之所系。柔能结刚，天道刚中，而柔其外，此圣人民义之为止也。
构卦巽下干上，宣圣讲义。构卦上干下巽，一阴五阳，阴在初爻，与绝往来，而未绝之道象。周易卦皆自初始，构谓阴之始长，其中互乾，与绝同，故全卦大用。人本于乾，而成阴长阳消之象。阴虽为而的时，阳虽盛而失势，其同体异位。卦位封天小处，一阴在四爻，则与构大异。阳生阴降，构以阳之身，成退让之势，不复与阴争，与绝之用恰反。绝谓阴不能久留而被绝，构则阳不得不退而成相遇之情。构欲也，柔欲刚也，而刚亦以欲柔而自退。欲有二义，一则遭遇，一则待遇，皆含有耦合之意。自从于谓耦之审，阳其阴耦，构以阴得时，故亦耦合。而阳则如中途相遇，逡巡自退，不与抗理之意。阳虽五倍于阴，奈已失其本，故不与阴抗也。干刚而巽顺，刚在外而内顺，五阳联系俱生，其志在外。阴虽不进，阳亦必退也。阳刚行健，亦柔不能与谐，则生者自生，无可牵挽，气使然也。而情志亦同，遇而不合之象也。在阴故欲合，而阳难于服从。民虽相遇，实反相拒也。而时势又不得据阴之境，渐向外推移，以促成阴长之用。此构谓五岳卦。一阴起于夏，夫夏至之令也。夏至日以北至极，不得再进，反而回归以向南。南者阳之所反，五阳相虑而同反。阳虽盛而时谓之限，行为之促，则阴之进，非阴之功，乃阳之德。如兵退而主得安闲，敌退而我得展布也。故名构。众其相遇而能相让也。柔道之的时耳。构从女后，言为女中之尊，如国之后妃，然不必限于后妃。而言得用则从坤也。坤用初长，初六一爻，坤得所忌，虽二五内外正位皆刚，非如后妃之象，而亦应正常，乃称大母之称。此卦名构，而自谓如后也。古称君曰后，后始独用于女后，则女后者，有女中之君。坤为女之最尊者，女后即坤之称。而在卦用，虽秉乾刚，时人以辨坤为大则，未出爻方的是也。传曰：决绝也，决必有所欲，故受之以构。此周易之序，以阳既绝阴，阴不能终绝，故人相遇，而后天事物进退往复之机，亦复如是。力之所至，则绝而去之；力之既衰，则人相直。故绝之后必未构，而有卦言，则绝之变构。仅一爻之上下，亦即道至而已。对之道为巽，巽亦阴在下，其用谓干出变坤，而谓长女。长女代母，故巽能代坤。坤之得出见于巽，次见于离，三见于兑，皆女也。干父也，干而合巽，由复虑长女。其同类卦，如天火同人，天则履，皆一阴五阳，而构谓之始。故按64卦原图，决构分列干之左右，亦即阴之中始。
如包覆在坤之左右，谓阳之中始也。周易取循环进退，中则有始，谓天之行，绝中而构始，皆属干之所进，对干而干，巽进以出入之道未变，绝入于前，至构则又自前出，一入一出，为二气之消长，阴之长，及阳之消，此构谓干之消，出消于下，渐进渐消，至包而阳尽矣。故构谓阳消之始。亦因爻之长而渐至2至3，因日进阳日退遂未否，而天地生化之德渐减。坤卦履双兼兵制，君子见己而作，不似终日，则构卦时机之先。亦因虽为其就也，将变未包，此君子所戒惧也。然在构，则由阳盛之时，有二气相遇，品物咸章之象，如岁之5月，万物正茂之时，此构之时矣。时与复有相类，不过阴与阳异耳，故曰构谓遇，有耦合之功也。宗主复注：构卦与决往来，皆一阴五阳卦，而构一阴反生于下，乃阴阳消长之机。正如包之与复也。阴终于决而始于构，决为3月卦，构则为5月卦，中加一干为4月卦。名阴气自前出入，如阳之自坤出入也。干为纯阳，而决构皆中互干，五阳连接，亦如前也。构虽一阴在下，而当出生之时，其气犹至，其德未昭，仍以干行为本。此5月谓属热方盛之月，一阴自下而上，五阳不得与争。阳虽盛而以失势，如树木之本以摇，故既构者未顿，则变4阳2阴爻。阴以日长，阳以日消，至7月谓天地否，而阴阳平均。过此则阴亦尽，阳亦退。8月谓风的关，9月谓山地包，阳不得暂留。10月乃变于纯阴之坤，此阴长而阳自退时之所谓。如决之不得不变为前也。然后天之象，二气不能孤行，一长一消，相与终始。虽4月纯干，10月纯坤，四为孤阳独阴，而其气并未断也。阴郁于前，故构自前出；阳郁于阴，故复自坤成。卦以下为本始，故出爻为重。出谓阳者，阳德之将盛；出谓阴者，阴德之方兴。使一阴虽四为，而与决则有盛衰之别。以决为中，构谓始也。阴之道降，而卦则人取上行之势。此上下非以位别，乃以时分。时故该位，而阳可称位，阴则称时。位有上下，时谨先后，出者先，而上位后，如物之本末耳。故构谓阴之本始，亦阴德之将盛。阳虽多，不可与争也。其本既爻，虽翻不久，此二气变化之枢纽，即由构与复可以见焉。亦道重阳，于阳之消曰包，其长也，曰复；而阴之消则曰决，其长也曰构。此命名有宣制也。决谓决，谓刚决柔；构谓豫，谓柔豫刚，皆重阳一阴之意。若由阴言，则决谓阴之包，而构谓阴之复。一波一复，乃克成其周流之德，往复之用，非天地造化之奥窍乎？故决构之间，
亦如包覆之计。习义者须从其爻象细推易之。苟女壮勿用取女。宣圣讲义。此构卦彖辞也。构以干上巽下，干第一是即天风构，可见构为干出变坤之卦，而坤道成女。坤之长即女之壮，壮由肾也。阳盛于大壮，阴盛于构，非谓象之盛，乃气之盛也。雷天大壮，阳自干而上，至四爻皆阳，故名大壮。谓阳至此大盛，故彖氏文曰：大者壮也。阳大阴小，阴不曰壮，而曰构。以一指一阴而阳阳耳。阴实自构始盛，则以阳外阴内也。大壮之四爻，当于构之初爻。构以初为本，不得以四爻称壮，故谓壮之辞。不属于官，而属于构。以初爻之阴，即坤之初六也。坤初六曰履霜兼冰至，而是文曰阴时宁也。文言更深，以君子见己而作，不似终日。可见初六之阴虽至，而未始宁之象。若推其所至，则履霜以见坚冰之极至，而见机不容终日之少缓，阴不可长。初行即属必胜之机，在女即有大壮之日也。坤与乾对反，干之变者必为坤，故由构而遁，而否，而官，而包，皆干日消，坤日长之象。至包则消极，乃全变于坤。此构之初六，以形成女壮之象也。女壮则男不壮可知。坤位在六二，而统内卦三爻，故内卦三爻皆阴则成否。外卦虽未乾，而气已至，生化已阻，阳德不刚，则阴柔用事，天地之功尽矣。天道如是，人道亦然。男为主，女随之，乃家道之正。若女主而男退舍，则家道必乖。此构以女壮而不宜于取女也。取古通，凡战的构者，不可用于娶妻。言女壮必不甘服从于夫而家不齐，此勿用取女。正用坤初六之象见机之意，虽女壮非妇之强，而将来必成夫之弱。聘姬司臣，为家之所，家有悍妇，或败必至。此构之不宜取女，乃防为度见之意也。彖曰：构欲也，柔欲刚也，勿用取女，不可与长也。天地相遇，品物贤章也。刚欲中正，天下大行也。构之时亦大矣哉！宣圣讲义。此身是彖辞之意，而阐明构之实用也。构欲也，柔欲刚也。言构卦五阳一阴，柔在下而阳方盛。本谓刚自退必柔象，刚升而柔降。构由柔自下生，刚遂退让以成柔之常欲，乃刚之自卫，非柔之进破。不以包之一阳日生，五阴不得不退避也。阳刚之性，有非柔所能破服，而构上五阳以济失其实，乃逡巡自退。柔亦始终以柔御之，故曰柔御刚也。欲故该二义，在阳位与柔遭遇，在阴则为待遇五阳。构柔的事，能以柔胜也。夫天下之至刚者，唯至柔能服之，此老事主柔尽也。刚虽胜，而柔非与争；柔虽为，而实正相与。故柔遇刚，不争而胜，刚则不得不退避之耳。包卦五阴一阳，
谓柔变刚，乃以柔变刚之意，非柔变于刚也。此意以柔喻刚，非刚与柔争。而柔字亦名为爻之音，亦名为卦之用，出六本坤之德。所谓至柔而用刚，至静而有常，构之一柔，体次以待刚，则五阳亦不以为敌也。夏五月阳方盛，而益阴生，是天道以柔胜之象。故夏至三根而未服，三服而成秋。夏火也，秋金也。火能克金，射不自服。金何能生？秋何能继夏哉？是夏之有服，即天道之用柔；而火之自服，即柔道至刚之妙用。柔不争而自尽，刚不争而干退，皆柔能胜刚之意。故曰柔喻刚，即以柔待刚之意。柔胜则刚不克与抗，故谓女壮，而勿用取女，以女方长。天道不与长，人道不助长，时故谓阴长。而亦不阳，阴亦阳，故曰不可与长。然阴阳相对，必匹配而后生化。阴不可过，阳不可伤，构既为阴之始，圣天道方促阳之命，而人道与之，是由助节为虐，故不可心长，乃人道中和之德。至于二者，得其平均而已。故贤恒为夫妇之始，佳人为家道之正，皆以阳能下阴，柔能顺刚为则。构与之反，阳让于阴，男妾于女，以成柔胜，则人道勿用取女，正为防其乱夫妇之序，失家道之常也。然天地故以育而成生化，如太极既同人大有，皆阳刚盛，而阴柔听命，是柔刚相合，天地相得，人物以育，生辰以全，构亦干预坤也。初六既见，五阳适时，一退一进，相遇相协，则品物咸彰。如坤之得主而待中，坤以善于顺承干为用，构之一阴，亦以善于用柔而相遇。如夏五月之令，万物正繁数之时也。阴虽为，而阳不为以盛，故与则时配，言为时杀，以成其生化之功，岂非构育之效乎？构以九五正位，有中正之象，刚欲中正，天下大行之道，天道大行之时，此构之大用以时成，故曰构之时亦大矣哉。宗主复注，构是彖辞，称不可与常。又曰天地相遇，品物咸彰，是中奥义人多忽略。构以一阴生于五阳之下，为乾道之初变，阳之消，即阴之长，女之壮及男之衰。圣人虑阳刚不正，妇道争强，曰勿用取女，言女之壮不义志也。故是文曰：不可与常，与犹助也，有所偏袒之意。女正常而与之，是将助节为虐。凡阴道不可过于阳，故女子有10年不自，以守其贞，不得为虐待，构之勿取。亦恐女权胜于夫，而家有二长，不得畅随之乐，非果为其壮，而竟使之守贞不自也。唯在战者，必阳道之衰，不克其家，将为聘姬司臣之害。此勿取一语，仅对战的构卦者言，亦但指夫师之诺者言，非有何不足于构也。构乃天道，夏至亦阴生，正如冬至亦阳生，皆生化之机。
发育之源，不有父，则阳不复，而天将永东；不有构，则阴不复，而天将永夏。永东永夏，严寒酷暑，如两极与赤道，不宜于生物成聚，欲长资繁，是以温带本日之南北往来，而成40之序。冬必交于春，夏必交于秋，阳必生阴，阴必生阳，构与复时生成之本，化育之基。天地应以成其生生之德，万物应以达于凡数之观，故构于天道，不独非害，且有功；不独非不足，且有丰裕之用。孤阳而育阴，正为生之基，化之切。故曰天地相育，万物咸彰。彰者明也，光明也，发持光大之谓也。夏以构而后有秋，谷以构而后有获，万物以构而后发育成实，岂非构之功用哉？天地苟无构，则炎暑流金，酷热成旱，物何以生？秋何所收乎？构之一因，时天地生生之道所见，万物繁滋之所赖也。秋不成熟，则种子将绝，更何春生夏长之望哉？此构之用，见于时义。夏时之阳亢，为构足以折之于平。此天道与家道之有别耳。家以师纲为重，故占构勿取，而非则女子之不嫁也，更非有何不足于女子之意，故彖辞但云勿取，而无他贬辞。读者由此可明圣人原旨。象曰：天下有风构，后以师命告四方，宣圣讲义。此身是构卦全体象辞也。构上干下巽，为天下有风之象。上卦干天属金，纳甲为甲子壬午。巽风属木，纳甲为辛未辛丑。是五行元相合，虽金木相刑，而巽乃柔木，非如正之纳刚也。干纳甲人皆刚，巽纳辛则柔，刚柔相得，故得相协，用相成，而以象言。天本积气，风则动气，两皆气体，一行相应。天下有风，乃名曰构。以相遇有何也？天静而风动，天高而风下，巽干相符，故构谓遇。言与天遇，且与万物皆遇之意。同体卦小处，则谓风行天上，风上于天，谓相处之象。处者止也，流止于上，而不易下，故有密云不雨之辞。构则风以下于天，而静于物，亦应出变。时前之出是卦，干变则谓构，而小处，则巽之出变，而谓巽宫出是卦，干变谓巽，巽变还前，故干宫宜是构，巽宫宜是小处。实则卦宜其上下而已。构以巽风行速而善变，巽顺而主进退，顺于干而散于万物，由待天行化之象，故人道法之，而以师命告四方称。后由君也。后世则专属女后。以上有干九五正位，服天下之君，而在复卦亦曰先望曰后，可见构与复，皆关于政令之下行。为复以阳始生，阴方盛，不宜于动，故曰先望以至日闭关，后不审方。构则亦应始见，五阳方张。当天得大行之时，为风化普及之日，故曰后以师命告于四方。师由班也，下集也。
命令也，告也。如今之教令，四方言天下普及也。风行至速，所至至远。后之教令亦如之。善当下令常遇之时，生者成之。万物无不发育繁盛，人则以其教化，彼民遂其身，物成其用。一生者成之之意，师命而曰告，即民指教化之令。告由是也。俗曰告示，必有所指示，使之而行，顺乎天德，达其教化，此时谓最甚。故州官属之司马，主教化之政。武阳盛而得告退，亦因始而见斩尽。阳德后生，阳刚茂达，故亦因生于下。而在上者宜及时布教，克展其德，昭其化，以调达其民，凡述其物。此师命之下逮，亦由决之师路及众也。决构往来，皆观时政，德则及时下师，时为正因时制用之道也。亦称王或后者，故皆指国之元首。有以95正位，有以权卦主爻而定。然复称先天及后，则25皆柔；构称后，则25皆刚。故不必逆于25之位。但以卦用观政令者，则必称王或后，以其为出令之主耳。复以正在下，正东方春也，谓时之长。传曰地出乎正，其乎巽，则正可称王后，巽亦可称。而正之一阳，即干之一爻，巽之一阴，即坤之一爻，是乾坤之象，以具见于二爻中，亦不必以构上位前。有君后之象也。后故谓君，自包女后。官构自从女后，则可知构之称后，不专指君王，而以女状之辞，且可指为女王执政也。唯一辞象该多义，事实所合，即为君王，或属偏安，或居下国，其上有尊者，亦可以女后视之。盖阳者至尊，苟失其权，虽有位，亦不足称。而古人谓以德显，德不与位称，不能成天命，则在位亦辱。后人是此，恒执位言，是立一辞原旨。今以构与父之称后异同，特为表出之。以告后之独异者，宗主父注，构卦象辞，后以师命告四方。夫子讲位教民化俗之事，而非观其他政令也。以构下位训，如风之行速而善变，故曰居子之德，风也。而民间习上，曰风俗，有所倡而众从之，曰风气风行，皆取喻于风，言其推行至顺且易，有如大风之掩草，无不随之披靡也。构卦代用意以教化为先，教之行，如风之化。古者君兼师，君以正言，师以教言，此后自则指君师也。故其所师命告，实观教化之令，而欲民之顺从者也。尚书六体，典谟训告示命，因其类而别之。此处命告及书所称者，而告未告，以知者告未知，命谓命令，以能者命谓能。告属于知，命属于行，皆自上世教，以化民成俗之举，如天风之广备，非限于一时一地者也。师犹决师路之师，指下行也，以其所逮者远，所及者众，故曰师。心授予有别，
授予所指辖而进，如授爵与金，只对一人言，非颁给大众也。在卦象五阳一阴相遇，阳德方盛，而则师不令之时，则其生成者多，化育者广。与爵之师禄又有异也。禄必因功劳与执事，而命告则凡人皆得拜受之。盖爵一阴以穷，而构则是阴合于阳，则未得则，如天之云雨，必天地合得而后见之。小处以一阴流止于天上，故有密云不雨之辞。是则犹未配，得犹未昭，构则得以服，则以见。如天在5月，恒多大雨未甘霖，而夜多甘露，皆得则既配之政，人道法之，以教化师于民，民被教化之义，且过于雨露之恩，此君师之并称也。初六，系于经拟，贞吉，有攸往，见凶，雷始，服执烛，宣圣讲义。此构初六爻辞也。初六巽之初爻，亦主用之爻，而未构卦之要爻也。全卦以此一阴合五阳，阴以少贵，故待用见于此爻。虽在下，非中未可比，而一阴始生。本坤初六之象，有履霜兼冰至之情，辞称贞吉，复曰见凶，吉凶互战。爻用备者，初爻在下，亦由物之根人之足，而未柔，则不利于行。凡五阳一阴，或五阴一阳之卦，诸爻连贯为一者，皆有系或牵之辞，而巽为绳索，故曰系。与小处之牵缚，包之贯于，皆可证明。而是文亦曰柔道牵也，则以一阴连于五阳，成相牵系之象耳。经拟者，所以指其动之物，以目指轮之转，曰拟。以目至中丝句之转亦名拟。拟字从拟，其用在指阳动而阴静，刚行而柔止，亦柔在出，故谓拟。巽故以风行为象，而一阴在下，则有行且止之情。此爻辞以系于经拟谓喻也。系拟皆明其止，而其先或后，则为行动者，如车停，而落丝者气息之时也。金字不可直为黄金，凡五金之属，皆以金称，则明其间而已。经拟谓喻，可见其止而难行，此柔道而用刚也。贞吉者，本坤之德，在内之所贵。贞则有守，夫于止而不进，则未吉。如坤履霜，若止不前，则兵不至，是君子见机之止也。初爻的时，其行虽坚，其志奚进，故曰有攸往。以一阴方迁于五阳，阳日生，则阴日进，此往之所成。而人以柔之以静，下之以守，德在于贞，行贵以治，故战见凶，见言显炫其志，即欲其进，则有凶。又见凶者，以爻用见于凶也。未有往而不知止，则将见凶。果知止而系于经拟，则服贞吉。此吉凶由行止判也。爻之用以止，爻之志在行，柔不可过于刚，则虽得时，亦无俱进。在下5月，阳德正盛，阴何可与争？必待其自退而后进，是谓天道。故贞吉与见凶正相反，贞守则吉，求见则凶。与雷的遇，
初六之名欲凶有相似，不可自炫。交迎其志也。阴道虚，柔道退。初六必本坤得位则，而后战吉。雷始与大处之粉始有别，构与小处同体，故取雷始为欲为肥壮之始也。至山天大处，则以肥壮而称粉始。执竹犹徘徊不进也。夫执竹者，以摇用，行而已止，则使亦进而且退。正与系于经拟相应。初六巽之主爻，巽主进退，故人行且止，物进且退，斯弗于卦之用耳。花有阳之竹，阳见之则徘徊自退，此则雷始。亦因行有足而不惧进也。故爻辞自系于经拟，至执竹，皆是爻用不可拒求进之意。虽未明言止，而义则不主行。雷者弱小也，亦柔之象，柔与刚反。五阳在前，而初六在下，不得以时之与阴，而自见耳。象曰：系于经拟，柔道谦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初六一阴皆五阳，如神之牵引，而有流止之用；巽之象神，而五阳连贯，含有牵意。如小处九二千复极，绝九四千阳毁亡，皆本此意，皆从众引卦也。初六系于经拟，即阴一阴与五阳相引，阳日升，则阴日进，如绳索贯穿而初六柔道，故有如经拟之系，虽相引而俱进，却以柔而且止。由系言，则谓牵引；由止言，则谓柔道。此是文之止也。爻辞但云系，而未及所系者为何物？按其辞义，则亦可指为雷始。雷始系于拟，由大处粉始处于牙也。然推之事物，皆有系止之用，故不限于雷始。故爻辞仅以系于经拟称。经拟之用，在指其动；系则有牵引之意，如指车之目，不必以系而见其用。今既系矣，而于经拟，是牵之止也。经拟故非为牵引之具，使之执竹，亦非为牵系之时。盖执竹为欲进又退，欲前又止之象，非如牵羊之在手也。欲阻在前，而难俱进，则不得不止。此初六虽牵于五阳，至于随身，却以柔道不得不止，所谓行且止者也。初六进至九二，则更有包于之象，是止又行矣。故观爻辞，时间行止，行而知止，则成其行；行而忘止，则反为凶。故以真即见凶，是占此爻者贵之止耳。宗主附注：构本五月卦，若借七月为天地否之象，由构至否，以一阴见长至于三阴，而五阳见消至于三阳。阴阳虽平匀如太卦，却以阳外阴内，阳日消，阴日长，与太之阳进阴退者恰相反。否之后位官为包，阳以日为，终至10月成纯阴矣。故阳虽盛于夏，而将衰于秋冬间。此构以阴始生，而称女壮也。阳至正合前，使名大壮。三阳在内，一阳在外。当2月之象，阳已过半，而构则仅一阴出长，即称壮。五阳不能抗之，可见君子慎始防为之意。阳以外卦为主，故至4爻曰壮。
因以内卦为重，故在初爻即曰壮。此阴阳有别也。构与绝往来，传曰绝，刚绝柔也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优也。又曰构，柔遇刚也。由此可见一阳阳一阴之旨。而君子重绝而惧构，绝以阳之长将及，阴不得久留。如小人因君子在位，不得存于朝廷也。而构则为绝之道反。构称女壮，即含有小人的事之意，臣妾之行，阴柔之性，及时炫欲，其事蔓延，则君子不得不逡巡避去，以顺时趋吉也。故官爵为君子道长，即可知构为君子道优。而否太由明示其意，太为君子在位，否则小人的时。卦皆三阴三阳，而内外大异。内外由进退或进远也。进而进者，必得势之时；退而远者，必先至之日。此阴阳消长，时官世道隆屋，非仅天时已也。故卦用重视人道，而世运安危，亦以人道为判。构虽非否，其志也。必成否？此坤出爻履霜之句，而君子以见己为贵也。构之出爻，即坤出六，今拟之细，雷始之执着，皆取喻于行进不义之旨。故是文曰柔道谦也。盖以柔道隐喻小人之道。小人在位，患得患失，既不义进，又不甘退。遂如出六之行且止耳。谦自由牵累之意，言为所累，而不克之前，徘徊来去之途，彷徨深沉之际，乃如今拟之细，雷始之执着耳。战者于此，宜身自替戒，以贞吉为本，则服于坤之德矣。92. 包有余无咎，不利兵，宣圣讲义。此构92爻辞也。92内卦之中，为巽中爻，而以刚成柔，上连诸阳，下接一阴，以内卦正位，与95阴，重刚之象。而巽以顺动，阴亦阴之谦于内，故有进退之称，谓其欲前有阙也。刚柔之意，升降之殊，如风之行，善变而易动，以连于诸阳，若物之相引。正如包65爻辞以冠于称，冠由包也，包以物束之，冠以物系之，皆相结成句之象。包65冠于，构92包有余，皆以聚众为喻，鱼居水中，聚处群居，而以时动。物之众而行连接者，以鱼为最。包以阴盛，故在外正位；构以阳盛，故在内中位。明其所得者，必以时也。位兼时言，有位则当其时，故至94以非其位，亦为于时。遂变谓包无余，余之有无，必因时令。时令之和，必依潮汐，潮汐涨落，必依月之盈亏。此下正立，以朔望会日为重也。92当朔之后，望之前，月光正常，潮汐亦增，余聚乃多，得于必重。若既望以后，月光渐亏，潮汐渐减，余聚亦少，得于自难。此92与94，亦有余，亦无余也。虽所指为余，而取欲在得重。余之聚，由明之归，得于由的重也。92盛时正位，协于上下，故能有重。
虽以刚加柔，而喜与出之音接近，不似九四之远也。二四同工异位，而二在中，为众所服，故战包有余。包故指具余之句，亦该决断之意。如俗所称包能如何，即保证也。保由包也，又而在襁褓之中，宝抱啼息之时，故曰保。包与抱亦可通用，凡数曰怀抱，皆可称包，以在内能藏物，而无于外害也。九二阴在内，阳在外，成相抱之象，故称包。而以正位在内，虽过刚一失，不免有咎，却得免焉，故曰无咎。以内主位，所得者主之力，无涉于外，故曰不利兵。言其利不及兵也，利害相反。不利者，或反为害，此则实为所谓。实为不与兵夷，虽得众，乃主之利；虽有余，乃我之实服。而兵以行格势进，不得颤其间也。象曰：包有余，亦不及兵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九二在内正位，主内正，而不及外，则其得失，亦不及于外兵。兵与主对，外与内对，正有九二爻言之也。全卦二五相应，同位刚，不相协，唯出爻位柔，则九二所协者，只此出六而已。是其用反而向内，不复及于外，而爻辞于在包中，非江湖河海之鱼，亦有所属，则外人不得与争。是以爻辞特提包字，明其非游于水中，任人可往取者。包之主谓九二，则九二以外者，不得有之。此事文称为义不及也。义者宜也，宜者实也。实以为名。九二之有余，乃实谓之宜。外无可协，则宜其不及于兵。因虽长而在下，为九二最近，推而俱进，由出六而六二，始谓天山遁，而六三始谓天地否，皆不与外协，则虽阴日进，阳日退，亦成相避之象，而非利害与共之情。故在太位交泰，有均平之行；而在否，则否塞，成隔绝之势。此阴阳异道，升降异行，而得失利害，亦其情志也。由此言之，九二之余，为主者之力，虽不及兵，不得位令。所谓与时宜也。宜于时位，宜于行止，则余虽众，亦不宜分之于兵。此亦教以时位为重也。巽顺而前刚，外刚而内顺，相与背驰，则易；强与协行，则难。况九二九五，两刚相拒者乎？因其相拒，乃若相妒。虽曰相遇，实不相得，则以其利害异宜，而情志个别耳。和九四爻辞一之，即可明其意矣。九三，屯无夫，其行次且，利无大咎。宣圣讲义，此构九三爻辞也。九三居内卦之末，与九四同为人爻，上阴上九，皆刚也。而九三位艮爻，又既济卦之中爻，以重刚之位，施中和之用，故爻辞如此。屯无夫二句，与绝九四同，绝构同体，仅道至耳。由绝而下，与由构而上，其爻洽同，
故构之九三，与绝之九四一也，为所行内外异耳。九三九四，以中爻，皆取屯位域，而柔居其一端，乃成无夫之象。其意以见绝卦，为绝以上爻一阴，有牵阳毁亡之辞。构则上九位刚，而外卦无柔，如前九三重刚不中。爻辞称若利，利为也，兼勉力与砥砺各异，因为而聚，由聚而精剔，戒慎，愤勉，辛勤，则亦可免于咎。故前九三称终日干干细剔若利无咎，而此则称利无大咎。咎与大咎，所异在行之间异，亦由时谓之所以否判之。前以纯阳，而九三本刚以行，能自胜戒，凡九皆免。构以一阴在内，九三以失其本。五阳虽盛，而时以疏。如4月为夏之初，而5月则夏之半。一阴以昭，其势渐张，故虽戒惧，尽免大咎。而其小者，犹有虑焉。绝九四在外，其行既近，其决既促，故虽次且，而不自止。构九三在内，未巽之中，巽未进退，则次且之行，恒有得失之患。此战利而无大咎也。行以进为治，动以利为功。九三进且退，为且忧，此救之不易免。而因本于干剔之巽，介于利而自强不息，方幸免其大者，则可见构九三，因遇而遭逢忧患，有益于绝九四之时矣。刚过于中，外无所胁，则九三之为利，不独屯无夫而行次且矣也。次且与初爻直竹亦相应，以构为柔遇刚，刚行故暴，柔进亦坚，两者难协，遂成徘徊之势。又不独本巽之进退矣耳。象曰：其行次且，行未谦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九三虽在内，以隔九二，不与初六进，故成未谦之象。初六曰柔道谦，今曰未谦。柔在内而阳自生也，谦有牵涉之意，涉由忌也。九三虽与忌既同，而不得六四与谐，是欲忌而不得忌也。刚所谐者必柔，阳所忌者必阴，故忌忌以内九三的外六四相谐耳。若未忌则反是，柔降而在内，阳生而在外，相与背驰，相去日远，故谓未忌。构之九三至于外，而九四亦与同，皆相逐而上行，更无相协之望。此事文称其行未谦，言各自未行，不相牵涉，则失其辅助，亦履于间为。故其行次且，欲进又止，欲前又却，亦如绝九四之不得济也。谦又隐也，隐者如电之相吸引，必一阴一阳。若同类则反相拒。构全卦以一阴之身，有相遇之象，而在九三爻，则两刚相连，而成未谦之形。此爻辞称其利而有咎也。干三四爻皆称无咎，亦以重刚有咎，唯自戒慎卑一方免耳。刚贵柔用，况重刚乎？此九三之次且，且有咎利也。九四，包无余，起凶。宣圣讲义，此构九四爻辞也。九四外卦之始，未干九四爻，与九三同属人爻，而重刚失中，
24同宫异位，而4多凶，则以失中也。94以刚履柔，原与92同，而92有余，94无余，则以92与出六进，94则远也。褒义以见前，按之实用。94失时，余不复具，故不易得。余故水中深郁，水之深浅，余所游聚散，其游于浅水中者，则易得之。此于人必依时失往故也。设失其时，虽劳无功，盖不得结江海而渔之也。民之聚散亦由于鱼以水为深，民以食为重。凡行苛政，民不宁居，则相与离心，是由趋于入深渊也。故愚人以得于为公，政治以得民为治。圣人施政必先民之好恶，民之所服国亦兴，民之所仇国亦败。书云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亦构卦取于以御民，正有义也。构五阳在上，一阴出身，上强下弱，民不能生。唯92能协以共济，乃能得众。94位以远，情亦为，上下相离，政治必与。此94包无余而战凶也。起由作也，生也，动而上升曰起，又始作也，即凶生乎动。刚之至好动，外之行至深。94以刚在外，其行必暴，故曰起。言其发动也，而凶亦随之。包无余具言，则起有举也。举往而无余，则不独无所得，且将今后治之余，是远离也。以此止言，则以失民为国政之师，而凶害之将兴，岂由兴也？国失其民，将谁与保？其为凶害，必自私始。何权卦言？94为上卦之始，宜上位之正，而下卦则其下也。巽顺而前见，上见则民亦离，震暴则事将竭。由天抗旱，雨露不配，生物皆枯。巽风以山之，更见交合之象，则万物合以生成。5月正须雨泽之时，物望发育以遂其生，达于秋之成熟，果于是时苦旱，则秋收无望。此物生之害，亦民生之灾。94之凶，时以德泽之令，苛暴之师，如天旱，池沼皆合，更何鱼之可得？故包无余，亦阔有天旱水河，鱼不得遇之意也。鱼既无生，民亦苦于无食，而高则不下，赤日行空，则其为凶。又在不言中矣。因构全卦，恰当下令属言之时，与绝相反。绝以一阴在上，上重高则下失，构上位纯前，下不得与阴邪，阴阳相远，云雨不兴。此有象于酷旱，而河沼无水也。92在月初，有与阴接，故有雨则而鱼以易得，此亦在时位也。94时位所使，五阳方张，故有抗旱之欲，非必有之。以德则不周，恩师不配，亦如抗旱，则就在上之刚过，无柔以协济之耳。象曰：无余之凶，远民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4爻辞，称无余而战凶，人多不解。是闻特明皆其含义。系有94之远于民，上而与民远，则为何以保？此所以战凶不？
然仅无余不过口腹之令，何至于凶？而爻辞不言其凶之由来，仅亦无余未喻，足证92有余，即指其的民众，而非指得于以快口腹也。余谓生物之具居者，民亦如之。然必有水，余使欲；国必有人政，民使安其身。水和而无余，亦由政科而远民也。远民者，上与民远，民亦远之。上无则以配之，德以虽之，则民皆离心，而各异其志，非必相虑以去也。民不悦服，虽有民，犹无民；民不效力，虽有国，犹无国。古之亡者，以得民为本，民之归也。为父子之亲，虽颠沛流离，不忍去也。此谓之得民心。得民不得其心，虽众犹无民也。桀纣之民，何尝远去？而汤武之师一至，则相与倒戈奔北，是即失其民心之一力。94为上卦之始，而称远民，可见其凶之意。正以凶害自此始耳。卦爻阳象君，阴象民，构卦五阳一阴，是有五君一民，执其下利于治，为92以内正位。欲出六境，有的民之象，弗有余之战，可见92之用。为政者以取法焉，柔以用刚，上与下邪，故干卦94，以在渊战无咎，以其高能自卑以救下也。渊者余之所惧，干94悦于渊，亦其得民之道，可弗有余之称。构94不克自义，乃亦无余之象，而战远民之凶，系义二卦爻辞，自明其为止矣。宗主附注：92包有余，94包无余。包自有包括之意，以藏纳或慎注而约束之也。如今之以布或蒲草为囊，名曰包。古多取茅草等谓之。而鱼之包，则不限于水中或陆地，如立榨水中，以防鱼之外溢，亦包也。故夫子称其有别于江海中者。江海之鱼，人人得而取之，若入包中，则非外人所有。故世闻曰亦不及兵也。后人以包为鲍，谓鱼之以腐臭者，引鲍鱼之四谓正，虽亦可通，却非爻辞本意。盖构五月卦，6爻分当30日，一爻合5日，92爻正当初旬之下半，为月上弦之时。于辰此时，上有浅水，渔者恒易得且多。若至94，当既望之后，鱼亦还于深潭，渔者乃不得鱼。此92包有余，94包无余，由时是验之可明者也。而一辞主旨，则非重于鱼之有无，而在急欲民众之归附与否。以民众具居正如鱼也。92的初六相协，故得众。94与出远，故失众。出在下，由民也。故世闻有远民之辞。远民者上与民远，而民亦离心。构之92最能敬民，而得民之威服。过此以尽，上越失德，民越备之。此阳刚之过，无柔道之计也。故在初爻称柔道谦，而至93，则曰未谦。谦者联系也，相为相济之意，利害与共之情，必因刚柔二者之和，方得上下同心之效。此93以上，不能得众之所由来。
而爻辞以于喻之而已。读者信无以辞害意。又曰构93与绝94，爻辞大同，皆取屯无夫位象，而行次且。以3、4两爻原在卦中，卦象本源，由内而外，或由外而内皆可。绝由外而内至94，正当于构由内而外之93，以绝上6即构出6，仅道至上下而已。卦本有宾主之别，往来之分，一爻亦有之。故卦爻或利于主而不利宾，或利于来而不利往者，则由其行之正与反为判耳。如决一阴在上，系卦之极位，而以阴降言，则又为其始也。构则一阴在出，卦之始位，如以阴言，则又至极。以出之下无位，无可降也。一卦6爻，终而复始，气之流行，永无终息，故曰周流6虚。终则有始，虚指位也，名为位，而称为虚。足正位非固定者，由出至上，故谓一卦。推而言之，则由2至出，由3至2，由4至3，由5至4，由上至5，一服6位，即成一卦。此即6虚之称所由来也。位兼时言，时有迁易，位有旺衰，在出位当，至4则变，部内位盛，至外则衰，皆有其实用所合，不得以一爻盖全卦，亦不得以全卦断一爻。变化推移，为时所适。此爻辞或吉或凶，或利或否也。二爻之中，有主宾来往之意，如92包有余，为主之利，而不及宾。93屯无夫，其行次且，而不言止，利害个别，吉凶乃殊。93不宜于行，故有就利。若知之而弗动，自免。此干替之足贵也。构本相遇，而遇有吉凶，遇之宜者吉，否则凶。如有人相遇，则可喜；若敌寇相遇，则谓忧。关于同人爻辞，即可知之。同人五阳一阴，亦与构似，故有相同之用。同人之同类者，共治其用。否则如大师之相遇，匪寇之相逢，则必忧惊好跳，而难自安。此情也。构之93、94，皆在中爻，皆由过刚，不得中和之行，故或利或凶。其害于行径可知，情志不协，趋向不一，各行其事，乃若寇仇，故曰未谦，言其难合同也。95以其包瓜，韩章有云自天，宣圣讲义，此构95爻辞也。95居外卦之中，为全卦正位，有同于前95，而以构位柔遇刚，柔身于下，即坤之得承顺于内之象，坤出承前，为干之始变，在八宫卦序，干之一事，即天风构，以其出与坤遇，而先易其本也。阳以出爻为本始，出爻为柔，即干变坤之始。95虽干主位，以至于变坤，故有取于坤卦，而称韩章。坤之韩章，为其善承前，而从王事，不克自美，故曰韩章可贞。构则以干道将变，有与坤同德之感，故亦曰韩章。言包藏其文采，而协调其功用也。
以其包刮，即欲有含章之象，起者其六。俗用以边框相之物，边器以包刮，因物以为例，为其易得易成，而致用颇变也。若取金属或陶器，则不如其轻而易举，疏而通风，无害于刮，而不费于事。金属则费，陶器难成，且不利刮之保存。是以其包谓至善且美也。善且美，故曰含章。而二物皆土产。坤的之得用所者，以五味诸阳爻之中位，和卦之主爻，虽取象似近细微，而含义则颇深远。包字亦如9294，约束包括，使无散漫，而可保存也。阴阳以相协为美。95虽去出亦远，而以正位与92阴，92的出爻之协，而称有余。95阴之，亦辗转与出爻接，是以有坤含章之辞，明其情志原无合也。非94之师中位，位远明者可比，位正则时宜。95之美，则时位之所谓也。而诸阳在外，其形易躁，其志易扬。躁则难持，扬则多坠，故曰有允。言其实有允落之余也。自天者，95天位，既已在天，则所允必自天坠，如星之允也。星允未时，亦由阳化阴之象。95阳极，而志在与坤同化，则有允，亦自天而坠于地。天在上，地在下，既言自天，必在上；既言允，必及地。如雨雪之降，皆自上下，构以欲为大用，而阳亦必与阴欲为治。95虽深，其间必有所降，此曰有允。言或有之，逢时则变，至极则反。虽有上九在上，而用以达于极，故生反为允。而在天者，反将坠于的也。象曰：95含章，中正也。有允自天，志不舍命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5在外中爻，居权卦正位，干道变化，保和太和，以服于坤，故有含章之称。有允自天，以干之志，再配天德。95在天之龙，本天之泽，天道下济而光明，自天下允。正95之志，而所谓志乃尊夫天命者。天和之谓性，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乃立真。此意以见乾卦，构95本干之行，故其志不舍天命。天命不可见，见于时，时令即天命，时之宜，即命之所至。构以阳退，让阴为至，此时令之宜也。故自5月阳日退，阴日进，以气纯坤，皆干之志，即天之命。95体此意，乃由上而下，自天而允，以变化于坤，达性命之正。比阴阳复于平均，而生成以大。此事文称其有允谓不舍命。舍者止也，有是也。不舍，由孜孜不怠之意。言其永如此，往复循环不已。所谓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。是95之用，亦权卦之旨，本天之道，律天之命，尊实自下，含章为美，则构95有益于干之95，以其当必变之际，未出复于坤之时，其志既不可逾，
其情亦不自令。此有允实为尊重天命，而不能舍耳。或以舍命为有允之所至，实则构全卦，皆以命为重。故象曰：后以师命告四方。95亦以命为不可逾，而有允，正性命之所为。此95中正之道，因变化而后见之。宗主书数，构以柔遇刚，为92与柔进，刚象君，柔象民。故92有余谓得名，94无余谓远名。以谣言92以外皆与柔远因，皆有远名之词，而独见于94者，何也？则以卦分上下，上卦象在上位者，下卦象在下成名。94属上卦，故曰远名，不必限于君也。君谓95，其下则辅相大臣，有匡赞政治之权。94当之，故有远名之称。言以其不正不善，不得名也。93虽未刚，而在下游宣传之力，而属晋民之官。92主内正位，则其左右亦左承其至基，是皆92，可盖93，而皆94，可盖95。居民之界，即此上下卦亦可判焉。不过以谣言，则当由阴阳未变，构五阳在上，一阴在下，有类于五君一民。传曰：一君二民为治，二君一民为乱。凡阳卦如震坎艮，皆二阴一阳；凡阴卦如巽离兑，皆二阳一阴。多为贱，少为贵。而阳卦君少民多为得体，人或有疑其言，以为无论何国，绝未有一君二民者，更未有一民而二君者。一民二君，有比于一妻而二夫，其争乱不免矣。况一民而五君者，天下恐无事理矣。不知一传之一君二民，或一民二君，一二字，非指人之多寡，乃至所得之多寡。如税赋，恒以10取1，谓最平允。若2以上则并名，若过半，则名不生。则所谓1、2者，亦以所取为定。如君得其一，民得其二，是谓治世。反之，君得其二，民得其一，则谓乱政。乱政必合贞。在上者，止之自私，不恤民困，则民焉得而不怨其上，离其心哉？此94之远名，乃暗示其上，取民过苛，有如君得其五，而民仅于其一，民将何以生乎？再决以阴居上，象辞称遗失禄及下，而构则与绝反。故恒亦虐民以惩欲，暴贞以快思。此94无余之基也。竭泽而渔，上合于之得欲，远民之志，乃为94之凶矣。故曰一民二君者，非人数之谓也，且亦不限于税赋征收之律。凡利益所属者，皆包及焉。如利及民多者，则必善政；而利及君多者，则谓暴政。即以上下情治言，亦当如是判之。民之所至，而上益之；民之所恶，而上强之，皆由多君少民之利。故所谓1、2者，由多寡也，损益也。一君二民，即损君以一民；一民二君，即损民以一君。此亦以详损益二卦，决构成损益之后，恒亦有暴君虐民之政，而上之事方胜，民无以自保。故爻辞比之于鱼，
是闻恐人不明，特皆是远明二字，可见异教之重视名声矣。由构至绝凡五阳一阴卦，共有6，即构同人履小处大有绝世也。柔由下句进至绝始集，周易之序，绝与构，大有与同人，小处与履，皆谓往来卦，而合参之，则凡柔在内者，皆观人道，而成人类众居具之常态，以痛人谓之标准。凡柔在外者，皆谓物情，而见物类生育之正轨，以大有为其表率。故同人者，人群之大同，构则出，欲履则定序。大有者，物类之丰有，小处者其养处，绝世其成用。此皆阳以就阴之卦，阳为其从，阴为其主，与五阴一阳之卦恰相反。万物生成，皆以此数卦为范，人亦物也，而为万物之灵。故人能主物，而辨其功用，明其利害，载其得失。物之利，即人之利；物之德，即人之德。此大有同人谓同体卦，而互成其用也。构与绝，亦居始，亦居终，谓故不同，而其为用，则亦相助成理。如春之与秋也，百物莫不生于春，而成熟于秋，不生则不成。此功用不得分离者也。故绝谓刚绝柔，言刚以尽柔之用也。构谓柔遇刚，言刚又须柔之助也。构95谓全卦之主，特名皆此志。有含章中正之辞，有允自天之用，则以干之志与坤协，而在自卑以尊坤，自下以就坤。95含章，与坤63同义。坤63志在臣前，故祭之以祸从王室。构95志在敬坤，故祭之以有允自天，允言自上而下，以交于初六也。95天位，允者降也，降必至地，天乃与的皆，所谓命也。命由时令之令，言顺乎时令，以达其天德，而后德的代中，以成其生化之功。此构谓喻。言全卦皆以喻合为志，虽未有近远，喻有难易，而其志则始终不渝。95虽与出六远，而与92阴，92故与出近也。因此95亦得以时自降，屈成其欲合之情，是闻所谓志不舍命也。而辞包有刚柔互济之意，刚以柔用，则得益大，功益明。以干之志，不外的坤与协，孤阳不生，阳之德曰生，欲招其大生之德，舍与阴邪，无由治之。故中正二字，兼备四德，中谓元亨之体，正则真理之本，此义之所贵也。上9，构其角令。59，宣圣讲义。此构上9爻辞也。上9居全卦之中，为穷极之位，而属干之上爻。干上9，称亢龙有悔，以其高而无位也。构则阴下卦位巽，初六一爻，阳以变阴，失其本位，阳日退，阴日进，至上9位故穷，情亦破，两不相协，而成构角之令。全卦虽名构，而各爻无以构称者，唯上9以构其角，皆是构之真相。构而在角，可见地位之不当，情势之多艰。在大壮93，有雷其角与，
亦属干卦之中。然以前在震下，上有语音。卦虽名状，而角则雷，可见角与身不类，由末与本之别也。物类之角，虽为百体之一，而所关系为不似其他形骸之重要也。状与雷反，是谓女状，而出六之始，则称雷，以其由至也。至上九，则取角为玉，与九三之臀相应，臀在下，而角在上，角且包角逐之意，以阳日消，阴日长，两相角逐，而玉于颠顶之上，其势已极，其用且变，虽未构玉，实相抵触，则升降之道既殊，而生杀之德大义也。初称始，而始无角，则上九之角，不必限于何处，唯构角同体，角称牵阳，阳则有角。大壮之雷其角，亦指低阳，阳与阳同音，而性则柔，刚柔兼见之卦，横取为玉，构上九之角，亦可视为阳。角以上为阴，故有王阳之象。构则出为柔，故成构角之情。构在角，以属身体之余，为地既狭，臣用亦细，故战令，令色也，不丰足也。与亨反上位以穷，一时之令，而阳干于自退以让阴，虽有角逐之嫌，而非角斗之计，故人以构称，不言其抵触也。故免于咎。阳自身而不爱阴之境，刚日穷，而不嫌柔之盈，是以无咎，则构之本质也。构以柔常为质，阳先弃其本始，则更不与阴争矣。况上九以穷极当必变之时乎？故辞但以令称也。象曰：构其角，上穷令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上九为穷，而阳身已极，无可再进，则不得展其用，而未令。总之构五阳一阴，阴得时，而阳正盛，得时则日长，正盛则不易消，是两者进退之间，必有相聚之势，远近之道，必成相逐之情，谓其位与时之殊，而宾与主之别也。九二最近于出，而主内正，故能相协。九五应之，亦至与阴合通，此二五为全卦代用所见也。九二内而非外，力不及宾。九五高而能下，天乃自允。由爻辞足见其用矣。内者物与于外，谓自争；上者挟实下极，谓用亨。此两情物抵触，而所形成相遇也。至上九，则以将变矣。故虽有构而陷于角，虽有合而嫌其令，则未极而时穷也。更非九二得于，九五含章，可比者也。穷与亨反，亨则能立及一切，穷则令矣。此事文以所构仅在角，明其用之细微，而阳由盛以渐衰，阴由滞以渐壮。以时言之，构后未顿，则可见二者消长之机焉。萃卦，坤下对上。宣圣讲义，萃卦上对下坤，二阳包四阴中，分上下言。位则在地上，则水所居处，而必平于土。坤为地，五行为土，故有萃聚之象，言如水之极也。对上爻为柔，坤则纯柔，柔以成刚，
如得之后载，亦具之意也。物欲而后具，构之后继以萃。此周易序卦之意。萃与生往来，而与小处对，与临位同体。临位坤上对下，两阳长于下，象刚之见长，故临位大。而当12月卦，萃则益其上下，阳反在外，阳生阴降，以上有一阴，乃能成聚，遂与官益其用。官两阳在颠，阳日生而无阻，萃则对上缺成则之象，是萃之用。以坤为体，而对成之。萃谓对宫二世卦，言其为对之二变也。对少女也，坤为大母，母无不爱怜少女者。由人道言，亦自成聚居之情，聚由己也。和也，阴阳相的有和，其意见于世科，取始终皆阳也。萃以始终皆阴，故谓聚，而不谓和。和本于性，聚本于情。和言其和，聚言其极，此二者之意也。萃中户讽山见，自2至4位艮，自3至5位巽。见以女士男位遇，亦有聚居之意。而萃6、2本坤正位，外9、5则乾正位，2、5相应，刚柔得中，亦服于协调之意。以中爻言6、3、9、4，与位既同，反于既济。是虽协而难协，调而难同，则聚亦有所爱，不得谓之和也。然由绝构5阳1阴，变为2阳4阴，阳道齐，阴道偶，以爻言之，颇相异而有利于用。此彖辞4得备其3，而卦名萃，可见能集结其类，亨达其情，外利于行，中贞所守，是以萃之待用，谓吉卦也。刚中而柔阴之，阳外而阴内之，两相依矣，互成其用。此萃之取义，而自从草从簇，言如草之从吉也。物生而益茂者，以草为最，蔓延广也，而成聚集。如有犯之者，是其性之聚也。人之割草，树而击之，亦相聚也。故取以喻卦用焉。萃与生反，传曰萃聚而生不来也。聚者散之反，来者往之反，故萃谓聚，生为散；萃谓来，生为不来，以其行之意也。情志之书也，萃志也。如物之极，人之志，由远而近，由外而内也。对月而坤顺，上月而下顺，两阴之和，而行相从，两情之一，而志相聚，此萃之得名。以阴与阳之相引也。性之异类者相引，如电势也。而得与水源相制，反成其相依之情。水无土，无以畜其类，则无地，无以积其用。此对则恒依坤的而成相虚。湖沼池塘其小者，海洋其大者，皆必依陆地以成名。故萃之用，以坤为体也。人之聚处，亦如水之宇泽，其整而不乱，序而不漫，有方以约之者，有水之有滴也。圣人有滴之意，而治民之防，则礼也。礼先以祭祀，祭先以祖庙，是不忘本也。故异于萃，曰王甲有庙，即以礼防民之旨，而民聚众之有道也。聚之而教以礼，教之而隐于庙，以孝慈之意，导民服于政，
则天下不治而治矣。此粹之战亨，而坚力争之德也。民聚则国保，民治则上安，是粹之计构。有见于有余无余之辞，特守皆妙计之理，以达其聚众之道也。此亦较今为，人或未解，特皆出之，告后之独异者。宗主复注：粹与生往来，由绝构而粹生，系自五阳一阴变为二阳四阴。粹为对宫卦，生则正宫卦，以坤为主。坤下对上为粹，坤上巽下为申，皆取坤和巽对。巽对一阴卦也，而以两阳一阴之象，成长女少女之名。对阴在上，为少女；巽阴在出，为长女。此以坤之和干有先后也。粹卦对居坤上，四阴中包二阳，阳少为贵，而得中，故曰刚中。凡卦得中谓之阳，而有阴与阴者，皆曰刚中而阴。如粹95与6二阴，或以人爻，一阴一阳相应是也。刚以柔阴，则其用必亨，此后天生化之德然也。粹与构异，为阳退而成阴之用。构遇也，粹聚也。物相遇必成聚，故既构者粹。粹之为聚，有草之从基，物以类聚，非其类者不得聚焉。人以同人为类聚，亦以其痛也。聚有极也，如是村之有极，物皆至焉。故粹亦含有至义，群之所趋也。与生相反，粹为至，生为去；粹为聚，生则散也。故传曰：粹聚而生不来也。来与往对，生为不来，即往也，去也，远也。而粹则未来也，至也，近也。以在构遇之后，而成来近之情，是其命名之由来也。粹以阴包阳，有如弦衡之象，初上皆阴，阴即物也。物之聚者必有道，阴之归也必以阳。两阳居中，四阴环绕，此粹之象。而以坤在内，阳在外，阴克载阳也。反之则生，阳在内，坤在外，物乃随散。阳与阴相吸，则成聚；相离则未散。此大小处，皆以阳能吸阴而相处也。物聚散如是，人聚散亦然。二者情志克谐，乃为家侣；情志各立，乃若怨仇。如葵之二女同居，而志不相得，则越行越远。由物之散漫也，则者水之聚，风者气之散。故粹从对，而生从巽。他如风水患，易散也。阳与阴不协，欲其久聚，难以哉。又曰粹卦与灵同体，而其用大异，以上下异位。阳反在外也，坤后载物，宜在于下。灵反居对上，是本阳常阴消之意也。粹则对在坤上，水居地面，浮于时用，如虎爪海洋之在地上，其功用无穷。而水与土同居，以聚其类成其象，是粹之意所本也。有类于水的比，水同而坎对异，坎为水，乃泛指一切之水；对为泽，则专指蓄积之水。坎中一阳，为水中之精；对则两阳，兼及水之功用。亦有土以防之，方名泽。若无堤岸，则坎也，非对也。故粹与比，
大同而小异，比谓比，萃谓聚，比若相并，聚则相及，是有多寡之分，久暂之别也。萃聚而不散，来而不去，阳在阴中，依依不舍。虽本则的之聚处未遇，实则凡众物集居，群类来同，可推象之。大如邦国，小如族里，为群众所集者，皆萃也。而以实言，则如祭祀，如会同，如大事召集，军容聚合，及凡宴享之礼，其欲之宜，连其感情，达其心志，而为众所集结者，亦萃也。村镇之庙会，乡族之社稷，商公之旗帜交易，婆姬之行旅遇，和亦萃之用所见也。故萃备三德，以其通于一切，为人生不可或缺者也。无论为国为家，为礼为交，为军容田猎，为商公茂谦，皆依萃以具之。其道无不是，力无不疑者。顺乎水泽之聚于地，而全其自然之性，达其亨利之功。故彖辞首言其亨也，亨通也。而兼包享与烹二义，即损卦以示极之。萃之亨亦如是，以其亨于事物，必享其神祖，而必有烹献之礼也。故曰假庙，曰大身，即可证明享与烹之用源在亨字中矣。萃、亨，王甲有庙，力见大忍；亨，力真用大身吉，力有攸往，宣圣讲义。此萃卦彖辞也。萃以则在地上，如水之聚，而成灌溉运转之用，是以战亨，言其通一切也。力之大曰亨，乾坤四德之一。干卦曰干元始而亨者也。萃不及干，故无元；而因地之利，故称亨。亨之为用，守者于礼。干卦曰：嘉惠足以合理，亨以礼成嘉惠，所以建王国而安民治，行礼教而定天下也。故萃之亨，即见于王甲有庙，甲，治也；又凭借也。家人卦，王甲有家，亦此意。师所谓祖考来甲，甲灾黄考，皆指降临世平之意。言先天因理而来临世平，以享以验，与众共之也。古者王之出阵，必先虑诸后卿大夫事祭于祖庙，是不忘本始，以教孝慈。礼曰礼行于庙，而孝慈服焉。诗周颂各时，皆祀王引众祭庙之作。此萃卦以王甲有庙，民聚众以礼，而引于祖庙，以教孝慈，斯礼也，通于天下，故曰亨。亨兼享与烹义，祭必以享，享必以烹，此亨之用，守者于嘉惠，告成于庙祀也。在彖卦，亦云王甲有庙，亦大同，以庙纪分春秋，14分四季，各有所事也。萃内众以时聚，天下以时来朝，遂律之见于庙，以定长幼之序，以分尊卑之情，而犹在不忘本也。其旨详于礼，纪法纪义各篇。夫侯国之治，朝敬之会，天王亲御以临大众，故曰力见大忍。大人兼位与德，言因王之祭庙，而得朝敬之。此在卦言。95正位，下连94，上下相随，君臣之象，而上有一阴，
则相虑假妙之意。对则水之具处，水源木本，如人之有足，故利见者，不仅时亡，且包先胜列祖也。以孝慈之道通于天下，故众曰亨。而及利贞，则言乾坤。亨以下三德，皆备于萃也。有亨以合理，则利以成物，贞以成己。中庸所谓成己人也，成物之也，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，为萃之用，足以当之。为其守本于礼，明于祭祀之义，敦于孝慈之思，而虑天下以反本始也。用大生极，则以祭必备礼，享必丰美，而烹宰以服于亨享之用也。卦以象坎，其变为离，坤离皆为牛，对为阳。大生指牛羊也，因其当于礼，故不为泰，而战吉，以其行通于天下，无所往而不疑，故曰利有攸往。言其行之至顺也。萃之亨利，亦由时用，以构卦一应出常。至萃则四应包两阳，应以成阳，顺以谐月。此萃之实用，人本于刚柔之互济，谓九五刚中，而六二阴之也。时之当即物之利，物之风即行之利。利者何义？义以明理。此亨与利贞，皆见于萃也。亨于时，利于物，贞于行。而坤后载之德以成，物之生育，必依水泽。水泽之利，物生以盛；水泽之混，物亦随进。此萃之利，使水泽之功也。水泽之用，故谓生物之源，亦谓交运之变。周集所至，交通以利，民众所急，物利以丰。此皆水泽之利集于一切也。故者交通，为水道最便，陆道次之，故众数之区，必江河贯通之。处萃之利有攸往，以人事言，亦甚明也。况在上教之以孝慈，事之以祭祀，先熟其思，复正其行，则所谓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，审在中国乎？故以萃之亨，而成利有攸往，天时地利王政，三者俱至，宜其无往不疑。全卦大用，以据于彖辞。读者细议之，则可见异教之精微，而知先王聚众之有道矣。宗主复注，萃彖辞，首称王甲有庙，以记先至孝享之诚，夫敦本之意，与豫卦象辞雷出的愤郁。先望以作乐崇德，因见之上帝，以配祖考，正相正明，皆以坤后载之德在下，而阳字的出，谓生生之本源。欲谓上正下坤，萃则上对下坤，正谓一阳，对则两阳，故欲谓分，而萃谓聚。分以阳气之境上，聚则以同类之集结。两卦皆阳在外，而所因于时少疏，欲称见于上帝，配以祖考，是追远反始，素生生之源，实自天与祖也。萃则但言假妙，不及上帝，则谓亲亲报本之意，以崇其先祖也。萃不独指人之集聚，兼及物之浮凑，故阳与阴相引而同治。彖辞称用大生极，即名物之丰厚也。物聚必依于人，而成用必因于时。如天之春生而秋熟，是物之成必在秋。
而报本之际，亦为秋冬未盛且备。所谓春其秋报，礼之常也。先望布政，首重孝慈，而兼重民物之生育，目本水源，以崇先德。宗庙之制，帝乐之礼，皆不外此旨。粹以对在坤上，水则依于土。因之以心祭先之思，行假庙之典，与玉之用大同。而玉则含有玉先之意，则其祭由春之期；粹则以物之成具，则其祭伏秋之报，是其少益也。其不必丰备，报则须丰盈。此粹有用大申之具也。大申指牛羊，在卦象，坤为牛，兑为羊，而大象坎为豕，错为离，亦象牛。此由象以明其物也。物具则利用大，物丰盈则人生亦安荣。此粹备三德，而彖此首皆其亨也。亨而吉祥，亦重报之意。所谓喜会合理者也。故祭庙非图效享，将借以利众，使皆习于礼，而达其志。其功用丰浅显哉。彖曰：粹，具也。舜已说，刚中而应，故具也。王甲有庙，至孝亨也。利见大忍，亨，具以正也。用大生吉，利有攸往，顺天命也。观其所具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粹，具也。言以水之具于则为象也。上对下坤，对说而坤顺，由下而上，由内而外，故曰顺以说。九五刚中，而六二与之阴，是谓刚中而阴。以上下卦德，内外正位，皆相应而同情志，故谓具。物以生之宜而具，人以情之事而具。所谓方以类聚，以其静也。王甲有庙，乃虑所具之众，以祭其先，致其效享也。王者政令自出，教化自夫，以礼率众，以祭先敦本反始。此为王者成治之基也。利见大人亨，具以正也。言具众以正道，即孝慈也。而以象言，九五正位，众之所归，律之归王，亦具以正，谓该得言。为正则得名。王率众以祭于庙，是又行之正也。为正则有守，行正则有功。率众以正，而见其先望之妙貌，尊其德，奏其乐，行其礼，以养其功，大其业。是以曰利见大忍。言见之以为利也。利服于天下，利及于后世，斯利之至也。此祭祀之礼，未有与比者也。礼之隆重，则一物之必丰备，故用大生吉，明报本之意，通于天下。所谓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厚者也。以下卦坤后载之德，人道见之，以后民之德，此其为极可知矣。因坤之行地无疆，无往不疑，则人道失之，亦利有攸往。而坤以顺位行，顺承干行之谓也。故法坤者，法其顺承前行，失的之后载，失其顺天命也。为坤能顺前，为人道失地，能顺天命，此利有攸往非他。天之命而人顺之耳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此干卦象辞，精粹亦因干之顺承，
而顺天之命，利有攸往，由是坤之德也。利贞，人所本也。以萃备三德焉。利贞者，坤也。亨则以顺天矣。是萃聚之意，宜通天地，磅礴万物，聚本于意，集结以其情。非苟合者，亦非强合者，是以观其所聚，而天地万物之情，皆可见矣。全文要在句以正三字。正者中也。中正则合乎道，备乎至矣。为正乃真，为真乃利，为利真乃亨。真为四德之本，人道之基。能真而正，则无不亨利。而守着于既妙之理，则以身必有本始也。本始不渝，枝叶自茂，此萃之真正。自效享谓之基，如木之有根，水之有源也。卦象以九五正位，六二应之，即为正以聚之之道。设无其位，犹不得位之正。不正之聚，则乌合之众，何足以顺天命，而见天地万物之情哉？萃卦以九五正位，下连九四，四五同刚，而后成聚，与豫之景九四一阳，而失正位者不同。卦爻九四属人爻而在外，以进九五，有如大臣辅弼之象，是以彖辞利见大人。亦指九四言，以九四为晋王之诸侯卿士夫，而其四应，则大众也。故事文句以正，亦以诸侯公卿能率众归服于王。即九四律群应以从九五也。欲无九五正位，故曰利见侯行师。即以九四非正位，有负于侯国之主，师旅之师。而萃则因九四上从九五，使有王与大人并称，用大升级，与利有攸往，宜分视之。以亦属祭祀，亦属人事，而是文曰顺天命，系指利有攸往，虽用身，一时之宜，有如天命，就非官本旨。原文颇有托句，亦则用身之极，礼上丰盛也。礼有以丰为贵，有以杀为贵，促以时祭，崇德报功之意，故必丰盛，非谓奢侈。天地以时成熟万物，而成积聚，则礼亦尊时，而见其丰备之品。此本于全卦之实用也。孝而曰享，足见重在一物。享兼上下言，享先祖之余，即以享众，是亦酬功之意。公侯卿士，有劳于国，应与于祭，而受赐享，亦礼也。此萃之待用，在聚众以明礼而已，非指吉凶之战也。聚众明礼，将有位也。所谓虽和，则象辞除容器界不虞之谓也。保国以保王，势必有赖于众之聚矣。宗主附注，萃卦以阴阳交集，如物之聚，是彖所谓观其所聚，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与恒卦辞曰，观其所恒，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与聚皆同，是萃与恒，均为天地万物之情所寄。恒以九为义，萃以聚为义。久而聚，乃天地不易之道，人物永和之情。能恒乃久而不变，能萃乃聚而一生。天地之道，久而不变；天地之德，聚而一生，往复不停，乃见其恒；生息不已，乃见其聚。是以两卦皆有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之语，亦即言天地万物，
皆依恒以存，依萃以育，恒以正巽之和，成三阴三阳平匀之象，萃以对坤之和，成两阳四阴交符之情。平均则见其能恒，交符则见其能聚。未有不平匀，而恒久不改者，亦未有不交符，而生聚不失者。生之聚之，万物思复；平之匀之，万物思安。安复乃和，安和乃利，复和乃大，是天地之德。于此两卦见之，而萃则有要。萃以物为主，物之聚者生之本，故卦和对坤，以水土之和，成其用。与其对卦，山天大处为阴，萃其体也。大处则用也，名曰大处。亦以物之丰多为义，此萃之彖用大生，即取大处之一正。物之聚，必先处。处与聚源相通，聚有体言，处有用言。坤以干为用，兑以艮为兵，是两卦源相应也。八宫卦序，萃谓对宫二事，大处谓艮宫二事。正如表与里，内与外，不可离也。一则两阳四阴，一则两阴四阳，刚柔相当，主宾相得，此其为义，可相正也。对则艮山，和而未咸，则相感至肃。干天坤地，和而成泰，则交符至平。此萃与大处有通连之道，其爻亦相符合也。唯独者系推易之耳。象曰：则上于地，萃。君子以除容器，戒不虞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萃卦全卦象辞也。萃以聚为义，聚必有众，聚众必有位。卦象对在坤上，位则上于地，水则在地面成聚，亦将以有用也。灌溉运输利及一切事也，人之聚也，亦将以为国之防。御外侮，境内乱，以安民而保邦家，遂其身，乐其业，彼无忧无虑。斯则君子聚众之旨也。古者之聚众，恒于祭祀或田猎见之。祭祀崇礼，以治其教；田猎明德，以效其功。而最重大者，则君荣之事。所谓国之大事，在祀与荣。田猎故为祭祀之谋，亦观军旅之事，为习于射御，其不伐，贤于战阵之令，教以有用之方，以练其技能，强其体力，发其忠上爱国之思，积其保邦御武之气，而要在导以合群之意，敌忾之心。在平时虽为农工，而战时即成师旅。故田猎非为秦荒，而射御乃积义士。可见古人保民保国，必有道也。萃既聚其众矣，纪律之于妙，以崇德报本矣，则推而置之于军旅之备，除报安良之需，亦自有其政令也。萃与大处为错卦，用恒相应。大处九三曰：良马逐，利坚贞，日闲于位，即可正其官于荣事。必先贤习，而后克成其安民保国之功也。故萃聚之于人道，亦以除容器，戒不于位先，除由治也，刷新之也。容器，兵戎所用之器物，凡军旅所需者，皆属焉。戒，警戒也。不虞，意外为害，不虞而治也。此非专指师旅之事，其用包域外安内二者，
即合均景之职，而同视其为及物也。故称五备。言可不用，不可不备，故思患预防之道也。粹与欲有相类，前以言之。欲称立建侯行师，而象辞则举祭祀为重。粹称王甲有妙用大升级，而象辞则举除容器戒不虞，足可互相证明者也。言容器，而不及军师将士，则以粹为物之具，故先器物。然既有物，必有物之主人。由彖辞既有大身，必有主祭之众。此一辞言外之意，不必备也。除有改其旧，益其新之意，亦包有删除之情。戒则警戒，亦戒备也，皆关于诚实防备。而其无弊，虽不贪功，却求免过，则粹具之人道也。不以武功为上，而以保安为先。足见有民必先安之，有众必先虽之。所谓保民而亡者，粹之所贵也。德能保则以成其用，王能保众以治其功，则好于亨利贞三德，而可以守，可以位矣。习乎时君之谓达耳。宗主附注。粹为人物荟萃之象，而亦教举其观人类聚集之大者，即祀与荣。祀为崇本事，以厚明德；荣为保良善，以安民生。思政治之最先物也，他则次于此焉。然粹之祀，亦仅于妙，而不及交。荣是仅指除器戒备，而不及战争，则所重在内，而物自反。人本坤之道也。坤以立贞为本，贞以为首，立以为行。不务于外而志于安。安贞之极，坤得所者；顺承之意，坤道所积。粹以坤在下，故权卦大用。不为坤顺也。顺者顺天命，顺时用，时用亦天命也。是彖辞以言及之，故祀庙而王甲，与玉同。除容器而患王，与大畜类，皆本思患玉，防有备无患之意耳。君子不尚武，而不废兵，为以保民守土而已，非将以拓疆亲邻也。故但云戒不虞，不以战必胜，攻必克为治。此粹之聚众，有其意矣。以对月而坤顺，其道守柔，柔以御刚，则无伐攻独武之争，只在自保，而无害于人。用在久安而不忘于为，此君子有终身之忧，而无一朝之患也。卦犹豫之境，而取大处为因，故与两卦爻辞相通。凡事预则立，凡物处则足。审有国天下者，不先务于此哉？而粹则合二卦之力，以求其福于安贞之德，收其后载之功。此粹之所至也。初六有福，不忠，乃乱乃粹。若好，宜卧未效，勿恤，往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粹初六爻辞也。初六全卦之始，坤之初爻，而与上九四阴，一刚一柔，内外相匹，故有弗言。外说内顺，虽若过柔，而以爻为刚，与柔阴也。爻之阴，如表于里，情志有弗也。然以对说一阴在上，阳刚无中，故曰不中。且坤以用六永贞为大中，今坤在内，有其始，而不及中也。六为坤，而九为乾。坤在内，
乾在外，是坤主出而干主中，亦有不忠之意。和上具言，则有福而不久也。福以久为利，不久，则福亦不可视，是由乱合也。辟之男女，合于不正，则好而不忠，故曰乃乱乃萃。言以乱成句，虽句亦乱，如散沙，如焚丝，句则句矣，而不免于乱，是由众而污合也。以先乱而后句，故曰乃乱乃萃。实则句亦乱极，此合之必以正也。萃故以句为义，而出六在下，不得成正命，故以乱句。句意不合，情志各殊，声音异者，以出之金句，则若号；以后之遐习，则以卧未效。关于啼笑不定，可见其句之以乱，虽出号而中效，若使疑而后信，以非正而苟同，则句信人将疑，疑信相参，号效皆位。故曰勿序，积其不由衷也。乱以句之，福而不久；啼笑以喻之，疑信之莫辨。此勿序，亦犹不必顾虑，以其情志有力，行止皆乖，则虽有聚众之忧，而实无持久之力。此出六之句，谓不可训也。而以内外的音，刚柔可交，故曰往无咎，以其宜于行也。力有攸往，权卦所占，出六发任之始，亦往无咎，谓既当一嗣之计，故有的救之余，而以握手成欢，则可勿序，此称往无咎也。或曰出六，利于往，故无咎；若止而不行，则有咎。此意易解。为柔以静刚为治，出六之往，爻之治也，非强为之，即不命之亦将自往，是以不问救之有无，而以决其往之必至。合权爻言，则以在一性相伴，乱句难终，啼笑既疏，相守难久，此以往而无咎也。本爻与同人先嚎跳而后笑，甚相似，皆以始疑而后解，出仇视而继承友好也。若也，言俨然欲好，而以一握，句意以笑，可见情志之变。在思绪间，亦有福不忠之象，以其握手非素交，而笑亦未尽忠心悦服，不过有可服之事，成乱萃之情，故曰勿序。言其啼笑皆难平性也。坤顺对月，本有相悦尽之势，而重柔在下，则益其忧疑之心。此坤上六有阴疑于阳之语，谓重阴之志，不免多疑，故在小处群疑之王，必待阳德配与之后也。象曰：乃乱乃萃，其志乱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初六以阴在下，阴道降，既无可降，必转而上，上有九四，恰与刚柔相匹，乃成萃句之象。而以在下非正位，不得承顺九五天命，是其句也。成于乱，备于正道，其行为乱，不必以犯上作乱也。而出六在下，意图接近九五，是亦有犯上作乱之嫌，以其出于非律耳。师卦以师出以律，否脏凶，即严重句必以正也。萃之句重，以六二阴九五正位，故上而假妙，致其效想；下而戒备，保其明人，且利于行。
有其首，亨于一切。初六则以一爻在下，非全卦可比。虽九四未阴，而乖于正，故有乱句之语。既以乱句，则使乱者中亦乱，是以爻辞有不中之句，戊戌之战，谓其宜性相违，孝悌相悖，是行之乱，实由于治之乱，故曰其治乱也。盖指初六柔静于刚，而不得其正，行亦将乱。初六之句已乱，亦怨于是也。降而不降，生而匪生，顺承之间，疑似之计，和而不久，服而不忠，此所以称为乱句，而实以成其治之乱耳。宗主附注。萃卦应对卦有两阳在外卦，阳与阴匹，95与62，为正阴，所谓刚中而阴也。94与初六，亦相应而非正，则以初在下，而非中位，故因而失正。所谓乃乱乃萃也。萃虽同，而乱与正则大异，如礼节之典，纪律之师，方谓正句。若乌合之众，呼啸之句，有小儿之群集，妇人老叟之闲居，众句之事故同，所句之名不正，则不足以服于本卦之道。萃之初六乱萃，亦以谓之不当，而立于全卦大义，遂好笑不定，就否兼见。可见卦必以正位为重也。位正则时宜，而所行亦大，所守亦固，所谓立贞之德也。立以为行，贞以为守，则进退贤善，动定贤臧。此坤之以62为主位也。初六在坤，有履霜之句，况萃上有两阳，非纯柔之道者乎？故以萃初六至与刚阴，而不免于乱萃，遂成乖戾之情，而忏于忧喜之志。唯以越进刚位治，则人立于有形，此爻辞战往无咎也。盖行本乎利，守本乎贞。今初六至在阴上94之阳，以失其守贞之德，则情成事以往，或免于咎。此事文以治乱二字名，其心以纷扰不宁，难强其独守于下，斯即乃乱乃萃之意也。如女子以动标眉之情，更不克全其头缩之节，不免于犯苟合之嫌，并减赠韶之事，则不如促其往以救夫家，尚可免失贞之咎也。不独女子怀春者，有此乱萃之虑，为之事不甘守贪，即求出世，亦复类萃之初六，以其句不由正，则失其固守之贞，而不能处于淡泊自安之时。何若但任其往，就所乐事之主，此则所谓顺其志也。坤以顺为本，初六为顺其在下或内之行，故辞如此。62隐疾，无咎，福，乃利用乐，宣圣讲义。此萃62爻辞也。62中位，坤之正位，萃以上卦对95为刚，刚柔相应，中正不失，此爻辞战其极也。引战者，引由构星号卦之牵，亦以阴阳相牵引，而不离散之意，即萃之所成也。引而后萃，若主与宾，男与女，必有未介绍者以相见，如绳索之牵挽为直也。但引有异于牵者，牵必以利，引则以情，故引有诱导之意。刚与柔，正如男与女，异性相吸。若辞与贞，
此即隐也。而自从公，如叶公发始，必彰其贤，而后治其利矣。隐虽以情而亦有利以治之，则护兮之事，应与两情相悦也。翠上对为悦，坤顺之而成隐就之象。所引者6295之相协而已。协则和，和则安，安吉，此隐吉之意也。然隐者有过不及，则成乎和安之道，是亦有救，以在中正之位，足免于过不及之余。故无救而能服。夫亦言刚柔之和，以大其生成之功，而全其和安之福耳。凡卦正位之阴者，力能服而极，而萃则以服为要，以其具必先服，不服则具难久。如夫妇之道，必本于和；家庭之间，必先求安。服而后生育盛，安而后事业昌，推之于社于国亦然。此萃之待用，在能服，而在服于正也。62服而正，故有隐疾之战。既服而急，其服不回，则宜报本崇德，更求其永和久安。此爻辞以乃利用月，是其意也。月乃实际之一，祭则受福。古者教民敦本上善，必先祭祀，孝弟之行，仁义之风，皆自此出。有德必报，有恩必酬，有善必劝，有功必赏。祭祀守着其道焉。萃以聚众为本，故彖辞以假妙，使招其旨。62用月，人思治也。62在内正位，虽亦95，而与之阴，则一体主之政令，而重于祭祀焉。此亦福也。象曰：隐疾无咎，中位变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62在内中位，秉坤安贞之德而不虞，故战疾而无咎也。62本以柔顺成干为治，上与95阴而不失其贞固之德，故无咎。若急求救上，而自变其节，则有救而非急矣。故是文以中位变，名爻辞之由来。中位变句，故指62守中不虞为义，亦含有以柔勇贞不随刚变之意。盖卦爻动则变，62变则为92。若上下皆刚，则变位则水困，困则非吉矣。且62坤之正位，有安贞之德，主敬顺之道，不易变，亦不可变。变则萃利之待用，而反极为凶，无咎为咎。此爻辞明指其能守贞不虞，敬顺不二，故隐而急，虽服而无咎也。月者夏季，其实非风季而爻辞称利用者，正以62非95，不同于彖之用大生时，亦因时制宜之意。由权卦言，则以丰备为利；由62言，则以薄济为利。以62在下，非主祭之位，亦非王甲有庙之时。然祭之风沙虽殊，而礼之诚信不二，可见物之丰否。适时而定。萃以物为重，物薄则薄，物丰则丰。夏月之时，有益于秋长冬贞，正如62之用，有益于94、95也。读者勿以此，而置疑彖辞用大生之语。63萃如皆如，无忧利往无咎。小令宣圣讲义。此萃63爻辞也。63坤卦中爻，而在中，与94同为人爻，以柔履刚位，
而因上六，则谓重柔。亦欲九四匹，则成一刚一柔。是爻用有益于六二也。刚柔交则谓萃，重柔则多忧。故曰萃如皆如。萃如者，言其具而难定；皆如者，言其优亦非常。则以六三果合九四，同治其用，则萃；而以柔之相扰。故若萃而未果，果因上六而持于内，则谓忧；而中介四无两阳，得其解患。故如皆而未然。此两如字，明其有推移，而非定式耳。萃本全卦之用，皆则上对之情，对为说言，谓口舌，凡口所出，声音所发，皆对也。在初六，有好笑之状；在上六有涕涕之形，皆与皆自相类，以其在身位置之见于外也。而身则依忧乐惊喜之时已矣。萃而不萃，皆而非皆，是与中为，动与静异，则六三之本在坤，而应在兑也。坤以敬顺之德，兑为忧乐之情，故聚也。亦如出之力于正，而见于情也；亦如上之涕涕，此以六三介于上下之间，兼具刚柔之性，而失其不义之真，以随于多变之物，故战无忧虑。言其用之间，形之色，有如训之进且退，而介于艮之行且止也。进退不绝，行止相争，则将息利，此无忧虑。时六三之用所致也。但卦在内者，以向外为治；为柔者，以静刚为情。则六三虽无力于行，而人不自拟其往，此爻辞称往，明其必进行也。以往则进于阳，而得服于正，则无力，亦无咎，谓其有萃于正之心也。全卦称利有攸往，则往纵不得利，人可免咎。六三与初六皆然，以其成刚，而因其中正之道，后载而达其顺承之功，人本坤之德也。唯以爻用之暇，行动之志，柔之本质，阴之素行，故虽免咎，而占小令，吝啬也。与亨反，全卦称亨。六三以爻之用，乃有小令之占，非与全卦大利也。不过略见其令耳。观其萃而皆无忧虑，即可见其有令矣。令指其用，亦兼行止。柔德故多致泥，阴谋恒欠光明。何况六三处多凶之位，失正阴之时乎？然以其得九四之提息，皆九五之中心，虽令人晓，故无咎也。象曰：往无咎，上训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三爻辞，既云皆如无忧虑，是非即战，而下曰往无咎，人或疑之，谓其辞义底无也。是闻声明往无咎之由来，以见爻辞自有深意。上训者，言六三的上之训顺，而可以往耳。巽与坤，皆以顺为用，而萃卦上未对，何以巽称？此可证意象之重中户也。由3至5，一阴两阳，互成巽卦。六三为其出，故曰上巽。言以上于巽也。上于巽，上自上升，卦爻皆自下上。六三则以内卦而连外之4、5，由上梯以达于9、5，可见六三之往，将以萃于9、5之正耳。
又上巽亦含有与上顺行之意。阳生阴降，6三若往，则晋与阳同生于王，而不复降，故曰顺。原为逆，今亦以往则顺矣。故在本爻不得言顺，必上始未顺，且以上之四无两阳，亦乐其往尽，而辅以救之，亦有巽顺之情。谓阳刚自巽，以与三接，是阳之巽，亦上之巽也。亦辞包各异，均可通事。总之6三以柔道，达内之中，整欲甚严，进退多令，乃有萃如接如之象，无忧厉之战，而以志在进刚，勤求轻上，乃往无咎，虽有小令，无大害也。故是文旦以上巽，皆出往无咎之意焉。宗主附注，萃6三与9四皆人爻，一刚一柔，而同于未济，是情志原难谐也。爻辞称其往无咎，而有小令，亦可见其近人有爱。凡中爻皆以9三6四与既既同，最利于行。阴阳下而阴上，交符之象，如的天交泰也。萃既为此利，则行亦无力，而人言往，且无咎者，则以上有9五为其所仰望，而足以息群众，共归王也。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，则9五正位，君临天下，凡臣民莫不奉之。此6三虽令，而终往，虽无力，亦无咎也。因天下之萃于上，群众之萃于正，乃萃卦之旨，亦各爻所同治。6三的9四之界，更亦与9五萃，故爻辞言其往无咎，而是文称为上巽也。上巽者，巽于上，而与下亲，由干9四越渊之意。本在高地而跃入于深渊，是即辅以救之之道。上下贵能合而不离，亲而不二，故上者下之，下者上之，以积于平。萃之9四9五，亦本是道，使下之来萃。如《论语》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而后天下定于一。此上巽为义，实在上者之自巽耳。巽由巽也，中户巽卦，而益户艮，艮合坤未谦，亦卑以就下之意。阳本身，今在上，如不自下，则行亦穷。此上巽，原服于大道之行，刚以柔用，尊以卑臣。越柔则越成其刚，越卑则越保其尊，则上巽实自重也。上既巽以就下，下有不成越者哉？故6三以势而战无咎也。9四大吉，无咎。宣圣讲义，此萃9四爻辞也。9四外卦之始，未兑之初，而与下6三同属人爻。此阳履阴，而刚柔失位，在卦以萃未用。9四近于9五正位，如大臣之在君侧，亦人民所仰重也。故虽非正位，而有大吉之战。各爻皆本萃之道，以萃于9五之正，而独9四不言萃，且称大吉者何也？盖萃必因于位，而所以萃，必待于刚，故在下三阴，皆以上两阳为所萃之地，且以9五为正萃也。9四虽阳而非正位，则非所萃，此地已别于大众，又非来萃之人，故不言萃，而以既进9五。待君宣府有众，虑之以萃于王，
是众之所赖以成其粹者，众之所归，乃服大吉。王虽有位，而与民远；臣虽无位，而与民亲。此辅弼之臣，公卿之相，政令所由部，恩德所由师。如王之古功，国之柱石，权重而民高，遇隆而事厚。此所以大吉之战，不属于95，而在94也。夫代王行政，秉国之君，如诗云：赫赫诗隐，民惧而瞻，则其所负之重，所处之艰，将如何而能免于救灾？爻辞称其无咎，即隐示其原意于救也。而促无咎者，以其刚耳。刚则无欲，无欲则善其身，而慎其行，则对君无期往之情，对下无骄淫之志，勤勤恳恳，以虑其重，而忠于上，宜君之德，以抚绥其民，尽民之情，以臣达于上，则庶乎服大吉之战，而获无咎之果矣。且粹之所粹，原在两阳，与彼之比于一阳正同，为彼则以阳孤，而臣朋彼之事，而粹则以阳与阴匹，亦收惠粹之功。故94不独无碍于95，且足以弭朋彼之害，此其攻击亦可称大吉之战矣。而权卦去出上，以6263匹9495，恰当其数，以服于中和，此94之德也。94所行，虽不言粹，实则介于粹上下，由人之咽喉，视之门户，出入之要道，呼吸之专司，其重要不言可知。爻辞特以大吉归之，可见其用之利于一切，而谓粹之枢机也。即有利见，即不及利者，利指行，而即指功；利指为用，而即指成业。由自言，即从事口，多是之口所赞叹所悦服者谓吉，以卦谓对之始，对主口舌说言也。此间见之意，亦可知爻辞为止。象曰：大吉无咎，谓不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爻辞既称大吉，又曰无咎，恐后人生疑，故指出有咎之由来，在谓不当。若未当，则大吉，更无咎可言。何有无咎之战无咎者？以94原有咎而能免耳。所能免咎者，一则以94之刚，而尽95的君之性；二则以刚，能自克御，不为利动，故战大吉，而即以免于不当位之咎。不当位，原未必有咎，而以94言，则有咎。以其的君，而在其左右，复望而及其权势，思大吉所由来，而咎亦随之至。故大吉与咎，非连而连，而无咎亦与大吉，不因而因。一词简括，故指4字，是其得失利害。由此言之，总系得而未失，利而非害。然能本其刚健之德，守于干替之训，则成无咎。果不恪守其臣节，而欲利民众之归心，以息非分之荣，而训物欲之好，是将大吉变为大凶，而救果不免矣。故是文以不当位特警之，既不当位，自非正粹之人，而一时权势，不过为待君宜得，为民达情之变，圣误认为自有之也。后世权奸，窥窃神器，
祸国殃民。假天子以令诸侯，捣篡逆而犯不违者，是皆昧于谓不当之意，而不明无咎之战也。故独是爻辞，宜深思大吉无咎之并称耳。谓者得之见于外，有谓故须得，无谓而得不至，将何以服其疾，而免于咎耶？此亦教垂戒，至深切矣。95. 萃有谓，无咎，匪服。元永贞，毁亡。宣圣讲义。此萃95爻辞也。95外卦中爻，全卦正位，即干之95也。而萃一前，则以上有一阴，与下坤卦，包数两阳。94、95，以阳在中，原为群阴所包，故四阴爻皆萃焉。而94非正位，不得为萃之主，必依95以萃群众。是以94爻辞无萃字，95则首接之，名为全卦所萃也。全卦以95、62，伏于乾坤主位，而成正阴。此萃之本在于位，位正则萃，不正则乱。是以初六位乱萃，以其不得萃于95正位也。94虽阳爻且近于95，而以位不当，亦不得服众萃。众所萃，必有位，位必以正，唯95得之，故以有位称之。位即称其德也。位崇者必先得，德不明而有位，是害之也。故有咎，而以有位的免，亦即以明德保其位之意。此战无咎，乃从有位来。然95故有位，而非如前95，则非飞龙在天之象，以四阴包数，如群小之环伺，其势一张，则位尊亦为。此有位不可视也。而众所萃，亦非果服，故曰匪服。服止与62阴，在62与95言未服，以其左右同治，无谓二心者。若以95与62言，则匪服，则以上有一阴逼近君侧，亦谓所避，如日月之光，谓云所障也。故不克服于下，非谓之过，乃其左右之有小人，使服而不服也。服者位也，匪服者人也。人之谓服，谓亦图正，是95之象。由全卦言位正，由本爻言位偏，则以上六在其上耳。然95中已有位，兼秉乾坤之德，而战元永贞。元者乾元，95之本德，永贞者坤也。四阴爻之所以萃，而者于62，却会于上六也。且源自与匪服，亦可连读，则以其非前95，遂非服于前元，亦有不足之意。故彖辞仅称三德，而不及元，明其不克服前元之道也。前元者始而亨，全卦出谓阴，以失其始，介于四阴，而上必于柔，以乖于天行健之德。是虽有95言，可称元，而由全卦言，则与元不符，故匪服元可谓一句，而永贞皆下毁王位一句。以义辞象该多义，不可知一以为故。但以95一爻言，仍有称元之道，以其本出于前也。凡阳爻皆出于前，亦即含有前元，故干卦称前元用9，乃见天泽。此95之元，亦可与永贞位一句。谓95体前用坤，兼始集中，外达乎元，内谐永贞，上下所萃，
其德斯亨，为正而忠，其利以明。此元永贞，以扩四德，而皆其中始，者其大用，而视其为中正也。因其中正，则所行嫌疑；因兼始终，则毁令思亡。此毁亡之战，由于95之有位，而被元永贞之德也。外毁内贞，卦之大利，外而能贞，斯无悔矣。象曰：翠有位，至谓光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5既有位，而为众所萃，因无咎可言。既与6二阴，因非不服而合会。爻辞乃称无咎，匪服，毁亡，是与遁也。有位而有咎，共萃而不服，元永贞而毁亡，意义皆利，人自不解。特视之曰至谓光也。盖95未正，而至谓光明，亦即行不光大，得不昭明之意。是以就反因位而见，不服反因萃而知，有悔反因元永贞而生。是利害相倚，邪正相产，皆由其志之谓光，而仅见萃有位，元永贞之功，却亦因之而幸免于咎。终服其萃，以亡其毁耳。毁亡，有兼自毁其失之意。皆则在上位者，当自反耳。自反则有利而无害，有得而无失。此是文至谓光，言其有借据于左右之言，自免为小人所避。所谓谓光，正如日月为云蔽，而失其光明，非95之过，乃上6在其上位所累耳。故谓正而志不从，众所归而得不布。此志之谓光，即行之谓善，亦有利于干95之道也。宗主复注。萃卦上对下坤，对有两阳一阴，阴在上，阴降阳生，生极于午，故全卦所萃，亦以95为终极之位，如天之北辰，众星所拱也。在彼卦以坎合坤，仅95一阳之正位，而全卦皆比以归于正，其意同萃，故彼彖辞有元氏、元永贞，而萃95亦有匪服元永贞，可见两卦之用相类也。元为乾坤守德，在萃彖辞本无元，而95却见之，但95一爻见之，是元德由于95，本干正位也。彼之称元，亦如95位干之道，自95一爻者名，余皆本坤之德，故以永贞称，亦即坤卦用6，利永贞之意也。坤用6，乾用9，凡爻阳者，皆服乾元之道；凡爻阴者，皆服永贞之德。以干主始，而坤主终，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。又曰用6永贞，以大终也。传曰干之大始，坤作成物，分明乾元为始，坤贞以终，包括全意始终，亦即天地万物之始终也。而传又称艮为终始，即成言乎艮，是艮亦服于坤之大终，而可以乃于乾元，则以艮为人道之象。天高地下，人在其中，天始的终，人兼备焉，故乾坤之德，后天为艮足以兼之。此艮为人道之本，而人道止于至善，即自艮出，名止也。知止以固其本，故曰成言乎艮，以成一切必先立本也。坤成物而艮代之，此后天坤艮皆为土，而洛书28亦位也。
28即坤艮，互益其位，即代成其德。虽周一方位，以坎居坤地，此就位言之。离南坎北，水火未生化之源也。若以用言，则万物莫不生于土，存于土。此土为后天五行之中，而万物之母。坤谓之体，艮谓之用，故艮始终四德，而包乾元与永贞之道。元亨利贞，四德周流，春夏秋冬，四时代谢，终而复始，往而复来，贞后起元，循环不已。此元永贞者，终且始也。亦必与萃，皆中互艮，而95乾位，62坤位，两卦皆备。此所以有元永贞之称。而其略异者，必以95一阳，截然独存，故称元氏，以在后天，有关先天也。元是先天之战，非如权益之多变也。萃以匪弗二字，名元永贞。弗而非弗，则以95之下有94也。94可与出六阴，而比于62。以真95之功，故曰匪弗。盖有95与62言，则弗；若连94，则非弗也。且弗本中弗，既非中和，即立于中弗。此95称元，而彖辞无之，亦可见全卦之用。不弗元德，不似比之以95为主也。94、95。合而成萃之用，而乖于原始之道，此则谓之谓当为之利也。故9匹是文，以谓不当，明其大吉，而无救之意，其旨至深远矣。上六，积兹惕惕，无咎。宣圣讲义，此萃上六爻辞也。上六全卦中位，对卦上爻。以对为口舌，主忧乐笑啼。情志见于外者，有关口舌声音，皆对之象。萃以对在外，故卦中好笑皆叹。凡三见焉。上六既达终极之地，犹未情志变异之时，非好笑皆叹矣也。其心悲惧，其情忧愁，故爻辞称其积兹惕惕。即皆兹惕气之意。古字阴静者多借用。言上六在95之外，无复如以下各阴爻，能萃于95，虽未在95上，而情势已非，时的易变，欲留不能，所惜已无，含怨不已。此生谓皆兹，而貌谓惕气，乃情不自禁之象。不问其为吉为凶也。上六虽未对之主爻，而卦之穷尽，虽当月言之情，而乖于所期，是与初恰反也。初爻，辅乱句，故好于前，而效于后。上六则以无有希冀的萃于正也。盖上六已在群众之外，心欲与惧，而事不许。行欲反归，而时不呆，此所以一腔悲愤，见于身貌也。全卦以的萃未极，上六不得萃，故非吉，而不得萃，关乎时位，非人所为，故亦无咎。言无可救则也。而以上六居高，自远于众，进军，自离其群。是亦救也。因其感慨，自怨自艾，而毁其行，则亦可免耳。故在95正位，能守其真，而毁亡。上六无可守，则何以免于毁？思悔恨之情，不能已也。上六穷且变，变则情势将易，
介于离合之际，一生哀伤之情。如人之将远去其群，具别其地，亦有不胜叹惋者。是则上六所向也。因无阳无以自安，况阳以与下萃，而独处于穷位者乎？故爻辞不着其用，但视其情。情见则其行可知，既不能谓出之效，则更胜于三之阶。此观其因，亦得其志矣。三与上皆谓因，因而不协，故不得为之以自慰解。况原在穷位者乎？则悲伤哭泣，实由于心之不安，情志之不适也。象曰：积兹涕涕，未安上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上六爻，在上位而未能自安，故不能止其嗟叹之声，涕泣之貌，是人之情，由时为之所观，而感伤不自已，亦以失群离众，诸尽己者见少，而将孤独无以自存。凡生物不能无群，不能无聚萃之为用，即在聚于群众，共安其身。故彖辞守皆祭祀，以明敦本崇德，比大众增其情感，互相亲爱，而保其所居，大其所为。此即萃之用，为人道所必重者。故象辞以除容器，戒不于谓言，是其安身乐业，必先群力自慰也。上六与下各爻离远，不得尽业乐群之趣，故立安身远害之思，此所以悲感也。又谓安上句，包有与在上位者未相安之意，以九五在下也。由九五是上六，有如避障；由上六是九五，则如乖离。此两情不同，而成不安之象也。或以机易训持，资亦同资，言事有不达，行有难明，情既多疑，志必以循，故持以咨询于下，而人不免涕涕随之，则具见其求之切，心之忧，惶惶焉如不及，悠悠焉以怀伤，亦由其不自安也。此意亦可通，以外相对，未说言，则咨询亦观对之用；然以原意视之，则何嗟叹涕泣，谓教易解。不过一词包多义，亦当知有此故。或于当时情势服也。至上六以外于九五，则孤独之情矣者，其感伤时不可免，为其立乎权卦大用，不能萃于正耳，故爻无萃字。可见与出之得乱萃者，又有不及，其不安之情，故不止啼笑皆非也。读者视之，宗主副注，萃卦各爻，均以句未用，而所句有不同，则以谓未变，句中必有注。此九五谓正萃也。应之者六二，左之者九四，余则皆不得尽与九五萃。是以有乱萃，有好笑，有资嗟，情各不同，可见其句虽同，其所以句不同也。至九五虽以正位为萃之主，负重之望，而以位重，竟为九四所破。上有上六之障，高而难明，中而难合，以其意失权衡。如彼之一阳孤立，不能阻朋比之害，众应相比，以避其主。如小人朋比以欺其君，是以谓之比。萃与比略异，则以有九四，足为九五之必象，唯其未过逼近，忧在善专，故九五不得展其大用，而有所拟，以拟于群小之蒙蔽，
又拟于尽从之跋扈，此95之所不足。时由下联94，上进上6，二者互争，夷其于君。如朝有君子小人，各持一剑，以成党争，而君主不能辨其邪正，明其是非，遂亦偏于所思，或酿成乱亡之害。如东汉及宋明党祸，皆时正也。虽时有君子，不免为群小所害，则以事有莫敌，系有可成。正如94位未当，虽大吉而有救也。然权卦所萃，实在4、5两爻，故4、5爻由权卦言，为正用；由本爻言，则反义偏心好。此则两阳不能胜4阴，而阴且在上也。然阴柔之道，以见自浸润其君，故其害难见，而亦难除。唯其积之以久，决之亦大。此上6爻，不免有悲伤涕泣之情也。萃之用故已尽，除柔之道亦且穷，则悲哀何必于时？哭泣何益于世哉？此亦小人失志之常情耳。吾足以损君子哉？故人战无咎。言若自疑一妻，更谁救哉？权卦6爻皆云无咎，则可见阴之不可胜阳，而阳得中正，终免于咎利。此亦以警示之。又曰萃之中互巽艮两卦，合为封山见，而对之错亦艮。坤之德，又同于巽。坤顺，巽亦未顺，以巽风之行，以顺也。故萃与巽艮之用相通。自2至5，谓卦中人道重要之爻。凡卦皆然。萃则以62与95恰相应，而63与94又相匹，合成一刚一柔，一内一外，如表与里，如来与去，莫不相当。此即萃聚之意也。聚必以情志之邪，为平云世上，不平不云，虽聚难合。此权卦大用，在2、5之德中正也。而6、2是文，更以中未变，明隐疾之由来。未变者，未变其操守也。亦爻柔未变为刚之意，以其未变刚，故与95成相引之势。若已变，则相引反相拒矣。物理之定例，异类相引，同类相拒，如电与磁石，皆以一阴一阳相吸，萃之为聚，亦本此志。卦节去出上，以中4爻为准，果配匹得宜，情志必邪。如中孚其名正也。中孚上巽下兑，两阴在中，原难与4阳邪。若去其出上，则恰合于一阴一阳之道。此92、95、63、64，皆互邪也，以其属中爻之邪，故名中孚。言中能合也。反之则谓大过，则以4阳在中，无可邪也。故大过中孚卦体同，而得用大义。即由刚柔之邪否未变，萃之中爻，亦类中孚，而正位的配，以喻乾坤合德之象。故天地万物之情于此见焉。卦之出上，非萃之正用，故有乱萃之语，好笑之情，涕涕之状，以示其句非好句，会非佳会也。全卦皆以句为先，而2、3、4、5、4爻为正句，且以6、2、9、5为最符于中和之行。此彖辞3德，皆于2爻之匹配得宜见之。读者当于此推议其意也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。
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。简体：易经正式下经第6册，升卦巽下坤上，宣圣讲义。升卦上坤下巽，风生而的在上，是以名升，言其至也。风为气之变动，发于下，而扬于空。地中之风，虽在下，必其非扬于上也。卦4阴2阳，与萃同，而成往来。萃以2阳在上，为重阴所萃；生则2阳在中，切重阴以生。阳有火也，在内必然至外，而其道生，虽3阴在外，不能遏之。坤顺而巽行，行以顺，安能止乎？此生之名，乃象于风之上升也。中户正对归妹，谓女之穷，与萃中爻同于未济，谓男之穷，亦相匹也。而身中爻9、3、6、4济济之力，则上下相协，刚柔相济，以成其用。内有9、2，外有6、5，亦乾坤之位，成交服之情，则与的天交太类似，是亦刚中而阴也。然与萃之9、5、6、2，伏于乾坤正位者相反，则萃类否，而生同态。是虽阳内阴外，不足为生病，且以此的服元亨之道，为其克本天行健，而不甘于服屈也。生之亦非阳上进，包有发挥散去之意。物之生也必还坠于地，否则散于空中。风之生也，必备于草木，否则流于内方，则生犹散也。萃生相对，传曰：萃聚而生不来，即言萃未聚而生为散，萃未至而生为往。来往相反，不来即往，往来者，义之道。天地万物，不得有外于来往之力，有往必有来，有来必有往。故春夏相继，秋冬相承，寒暑代迁，荣枯续至，萃既来矣。生则未往，来者成聚，往者自分，是不来之意，即分散也。气动而成风，风行而多变，变则不复见前者之象，此由生而散，由散而失也。生以9、2主内中位，刚中之德，夫前9、2，见龙在田，得失普及之用；而外6、5应之，夫坤6、5，黄长元吉，闻名中正之用。是刚中而阴，合于乾坤交泰之道，以成生。生进的邪，交服的济，则所往咸亨，而道自大。此元亨之战，所由来也。传曰：聚而上者未生，故受以生，则生时由萃之变，以物既有聚，必有散。至而成聚者，终生而成散。此数之自治，理之自然，非故谓之。且物聚是序，序则易发，发则非阳。而上聚于下者，乃生于高；聚于中者，乃散于外。生自之行，亦象似散之意，而至源求生，其后则反散于外。此亦因果之相应也。亦对以巽，而坤反于上，其情以疏，其行自异，故生无可往，终将散之四方。由气动风生，终亦还于寂静也。民思道也，则民萃生往来之意矣。周易以爻象颠倒为次，实则反也。
反萃未生。卦然而用亦然，由豫而聚，由聚而生，皆物之巨变。人情世道亦如之，此生之用，不可及也。求高者，物之情；息近者，人之志。然高或易下，进或易退，是则行之极必变，数之穷反常。君子知之，故恒中庸。中则无过，庸则有常，此天道也。而人昧焉，则为顺其进退，随其荣枯而已。更何有余生乎？宗主父主，生与萃谓往来卦，及其道象也。萃两阳在外，生两阳在内，皆两阳包在四阴中，而其用则相反。以坤由内而外也。萃上对下坤，生上坤下巽。坤虽同，而异其上下，对与巽，原颠倒成两卦者。对亦应在两阳上，巽亦应在两阳下，皆以阴爻为主。先天巽为长女，对为少女，即由谓之意也。巽为风，对为泽，是物之象；而巽为木，对为金，则五行之象。风发于上，则流于下，则以功用升降之书也，则为水之积。风为气之动，水积则流，气动则变。此对则谓说言，谓口舌。言如水之流也。巽风谓进退，谓变动。言如气之飞扬也。萃以对合坤，成水聚于的之象，故谓萃。生以坤上巽，成风上于的之象，故谓生。而其用之反，则以萃必集于所安，的谓最安之处，故其聚也。如水之就下，而远近咸至，生以深举为用。风之起于下，而腾于上，如气之飞散，而不知其所抵，是一切皆远离也。故传曰：萃聚而生不来也。聚未来，生为不来，是生与萃反，成一聚一散之象。生散者，凡云烟火电，皆可象之，而风最易见。故卦取巽风，自下而上升，以明其为物之四散也。而卦爻则以阳在内，阳刚善动，郁于中，则勃发必骤。虽有四阴，图助其势，而无以遏其行，则以坤之顺承而安贞，不能利阳之飞跃而奔散也。而上下正位互异，与萃一反，则刚主二，而柔主五，恰为于乾坤之正。却以中爻9、3、6、4同于既济，而得协调之功。中互雷则归妹，归妹为女之穷，即坤道之境，以阳在下的厥阴。如女之于归未复，不复为润中呆字之身。此可见身有关于家事之道，而其用则与见相错。见以女归呆男行为义，归妹则更无呆，事在必归，亦由身之志以动，其行以决也。读者宜何参之？申元亨，用见大忍，戊戌，难征吉，宣圣讲义。此生卦彖辞也。身上坤下巽，两阳在内，与官同体。官为8月卦，两阳在颠，如日月照临地上，又如人两目观物，故名官。而身亦其上下，巽反在坤下，三阴在上，阴降阳生，亦以阳为主，故名生。以两阳之志于上升也。全卦阳在阴中，亦如萃。
而两阳在内卦，遂与萃反，萃聚而生散。阴虽盛，而阳得中，阳至于上，而内主正位。上有六五阴之，是干下于坤，为地天泰之象，故辞称元亨，以本干行也。坤虽在上，而顺承前至，故卦以干九二服于用。所谓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者也。然身非前也，虽有九二之福，而失九五之位。上所应者坤之六五，黄长元吉之战，何为内见外顺，中正而闻名？是以战元亨，而不及力争，则坤德不专善，而体前元以成其形，见之道也。故不曰利，而曰用见。名坤秉承前至，有其用也。刚以柔用，况二元坤之正位乎？柔以的时而上于前，上而不见，故人以九二位尊，而称用见也。大人即干九二所称，而以上有三阴为其丈，得聚而未昭，道行而未大，在前九二。上有得失普及之上，则生之大忍，宁能以非龙自况，而无所恤哉？此辞称物恤者，其原有所忧，而以得坤之顺承，喜柔之邪计，乃物恤耳。凡亦称无咎，即原有咎，而独免，称物恤，即原有忧而获安。此故文简阔也，虽用见大忍，而非得至满足之日，此有序也。虽阴柔重丈，而得降心邪目之时，此亦物序也。卦内体外用，身外为坤，故行亦本之。坤称西南的朋，身非全坤，故战南征吉。人以坤之所宜为利也。南征者南方之行，不扬于军事，向南者则吉，皆服于坤也。阳主身而阴不为阻，此南征吉，名其属于行进也。身彖此仅称元亨，而吉属南征，可见其用。以行为先，则本内卦巽之志，而合外卦坤之情。巽风行，元无定方，而坤则有方。坤以静先，巽以动重，动以和静，柔以益刚。此生卦代用战元亨也。元亨大亨也，行之通于一切位亨，乾坤四德之所使也。元亨并称，由干之用，以其高明无不复也。身以六五符闻名中正之象，而阴柔亦避其光，非如官之照临天下也。故但取巽中两阳上进之志，而名身。两阳既至身，且切重阴以同进，此身不独阳也，唯动自阳始耳。盖阳在下而能虑群阴者，以九二故。九二刚中，而上有六五之阴，卦又巽以顺，是以能合乾坤之德之半，称元亨。虽非利，而人见大忍，足名生之以时也。大人兼得位之称，与君子以德不以位者有别。见大人不独见者，亦包大人自见于众言，则以上下相亲，君民相得，乃好生之道。如人之身用，必其才行可称，而上位者，亦乐引进之，是身之利于上下，而为人情所同欲者，故亨。言身一人可以利于大众也。有播于登庸之典焉，萃既具其众矣，而则由身用之，则萃之用，由身成之，身而后不图具也。萃动自重，
故上萃于95，身动自均，故下拔于92。此至道之所仿。而彖辞特以见大人为符，元亨之行，可以知义之旨矣。彖曰：柔以时生，巽而顺，刚中而阴，是以大亨。用见大人勿序，有庆也，难贞吉，至行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身以坤在巽上，坤柔也，而身于上，五正位也，而位阴，是以时生也。坤为地为土，万物所居，位元在下，今乃在上，是生也。而巽为木为风，木生土中，而风阳空寂，其至上升，五行木至土，故地中之木，不得益其上升。卦两阳在内，阳道生，阴虽重，不得过其上升。此柔以时生，即顺夫刚也。刚柔既协，升降乃同，此时也。位也，位当则时宜。92在内，居坤之正；65在外，履乾之中，是互交也。一时之宜，则在卦的天交泰，为春日，阳正常之时，天地之德，皆以泰显，时用之意，即生生不已之功。此柔之身，必系乎时，非时之身乃为过。如大小过，柔皆在外，而为于身之德，故为过。身与萃，则以服于时，互成其用。斯刚柔交易之道，有宜于时者也。况阴降而位在内，身于外位反常，为以时生，方大其用。身之称元亨，正以柔之身宜于时耳。上坤未顺，下未巽，故曰巽而顺。卦自下上，如同体之观，则曰顺而巽。巽顺亦易静，母女之情亦亲，故观与身，皆上下相协，内外相得，不似天水为行之讼，即二女不相得之魁革也。92在内正位，65主卦中位，此亦刚中而阴也。凡2、5相应，或3、4相应皆然，谓服于一阴一阳之道也。以其德中而阴，上顺而下巽，刚柔交而天地合德，是以称元亨。元亨大亨也，言德用亨于一切，而克大久也。92大人之象，与65相望，故曰用见，以其情志之协，行止之宜，故勿序。位虽有忧，而可无之，是则身之有庆也。有庆犹有喜，书曰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以君正而得昭，恩周而惠远，是一人之庆，即兆民之庆。身就主谓言，故曰有庆。谓上下服谓庆，否则忧也。庆与序对，有庆则勿序矣。南征战疾，言其志在于行，行有方宜也。体巽以从坤，阴静以达远，此难行为身之急。推而言之在下者，以时事及其德功，可以难免，而夫一人之庆矣。盖92在下之尊，果充其德，成于时，则近于95，亦无所憾。此前92是闻以得失普及为言，盖欲谓95飞龙在天之辈，深知92亦如是，难行而不及，正如南面之当时也。生萃元一卦颠倒，故萃未聚，生为往，恰反，而两阳上下异位，
则用大书，生之贞吉，亦以治之生阳，乃顺时而动之止。坤以顺承干为治，9·2乾也。6·5应之，故体乾用坤，柔承刚，阴随阳，则2·5合得，而战元亨。虽卦得不及力争，而有庆吉之战，可见未行之力。其不称力争者，正以生之至行，首先力争，而争为本；行先元亨，而亨为基。此大亨之战，恰与至行相应也。干之道，必依坤而后健；刚之治，必假柔而后明。此生之用，实本于刚中而应，内巽而外顺也。宗主复注：身彖辞难贞吉，亦如简解利息难，以其秉坤之德也。然生卦所重不独方宜，且在行动，故曰难贞吉。不似简解，但云利息难，而不及所行。贞吉行，亦即往也。传世生不来，以明其行为往。往者前进也，上升也，皆自近至远，自下至上也。未生卦两阳在内，至于外，而三阴不独不阻，且随之进。阴本降，何以随阳生？则时谓之。时者难见，而见于位。位至9·2为刚，而6·5为柔。刚本以5为正位，今反在下；柔本以2为正位，今反在上。可见其互成用，只在此反于所行之时，柔反外行，即随9·2之阳以同生也。故是文曰：柔以时生，谓柔元降于内，则生也。时谓之阴2为阳，乃生于5。柔生非其本能，必假阳之势。如的天骄太是其力也。太曰的天骄，可见的元随天之降而后生，以成互交之象，非如否之一生一降成否格也。生于上者，阳之本能，阴则为时使之。时者天道之变化，为生化之渊源。故交则成其生，否则成其杀。如春夏与秋冬皆时也。时生而生则阴助阳，时降而降则阴备阳。此生之道，以坤在外而6·5与9·2谐也。内巽而外顺，情投而致合，故万物同生，而成元亨之象，即刚中而阴之所至也。刚中以有其体，有阴更弘其用。此易卦所贵者，萃生皆介以成其德，为萃未来，生为往。有不同，则亦两阳上下之殊也。又曰生卦之意，本以两阳至生，而彖辞称柔以时生，是指坤由下而上，合萃卦之象言也。萃卦坤在对下，生则反居巽上，即柔顺时而生之象。但柔之生，非其自生，人依两阳同生者，阳生阴降故也。以阴本降，则金之生，时阴于时，处长则降为正，处变则生为时。此事彖特皆出时字，明其生之由来也。坤土在下，万物之载；若生于上，万物亦为俱生。然生者坠之源，高者卑之对。有生必坠，有高必卑。大地之生，犹可自保，物之为渺，宁能悬空而不坠哉？故空不可平，而聚中有散。巽风以动之，木以扬之，则土散为尘沙，而景象将同幻灭。此生卦意，含空色不二之地。
与佛教有相应正处。天之太空，为纯刚能常往；人之非身者，必先练就金刚体，方不畏罡风之吹，筋柔之身，将以何谓是哉？故曰时也。时者一时之谓，时生者一时降。人不须于往，而循化以来往耳。故其用，动而不止，周流无息，终始相还。此爻辞以行为志，如天地之在空中不坠者，以其转动永无宁息也。此动以沉静之机，而变以持久之妙。越动越静，越变越久。推之则无复动静之分，久暂之别。且柔不异刚，深不异降，色与空异相，而真与妄同宗，则佛说大乘之意也。象曰：地中生木，生。君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，宣圣讲义。此总是生卦象辞，明人道也。生以坤在上，巽在下，为木生地中之象，虽在的之下，而下无可居，故称地中。与火的静，称明入地中一意的本凭空，而自动转，有上面而无下面，则以圆而实动也。所谓地上即地中，故亦不称地下，实含为义。且地中出者，亦非远出地面，如天下也，则凡在坤下之卦，皆谓地中，亦即在的之内而已。生以畜牧，生于地中，苗叶之干，人出地面，不过其根生土中耳。根生土中，而干出土表，虽曰地下，实可包上下言。以木为生物，日遇日长，终且高于地面，此即生之意也。故在卦言，为坤上于巽；而在物言，为木生于地。象异而用耳，故彖辞柔以时生，指坤在上也。象曰至中生木，指物高出地面也。象以人道为本，人道先实直，而后理气，故以木出地中，壮其上升，而非以坤在上为限。要知此卦，坤体在上，而用在下，凡物无不载于地，无不出于地面。即藏地中者，如充其用，亦中当显于地上，为地下不得有生物之象也。生者动为本，故以生物测之。生而动者，使能生也。动而生者，虽不必有生，而其自下上也，亦由生长之象，是生必自下上者也。云雷火风之属，亦自下上，以成其身，而义则取木之生为象，是重在其自身之志，与天生之情，而以被人所取法焉。木之志遂其身，成其用者，无不生。人亦如之。为人之志，当先德而后弃，培育其身生之本，发扬其生成之机，为德为重。德之于人有水与热之于木，木无水热不生，人无德不大。此君子观身而必顺德，积小以高大，亦不外成身之道而已。积小以高大，乃法木之生于地中，必日积月累，而后长出地面，而后浮摇空中，而后遂其身，达其用，以大其材，收其时。人之于德也，亦如之。必自为细作起，日积月累，诚意正心修身，以至成人成物。得志，则明明德于天下；不得志，
止于独善其身，此人道之身，非可一步登天者也。故卦以两阳加四阴中，明其身之匪易，以刚易柔，以身切降。若非机之久，则不能达于高大；若非行之顺，则不克成于至德。此顺德二字，一则言其机之以见，一则言其身之以实。若不机，则由登高不自卑，先失其本；若不顺，则如行水不择风，先迷其方。能机则如日月生衡，通而不已；能顺则如风云际会，举而弥清。此地中生木之象，在君子则自立其德也。宗主复注：生卦象辞，称君子以顺德积小，以高大具，甚深意义。人多含糊读过，此句要义，不在高大，而在积小；不在德，而在顺，则以全卦大用。原为深静，深之至必高，静之至必大。人道法之，则以德之高而大为治，此尽人所知者也。而象辞则特接顺字与积小二字，在德之上，高大之前，以明君子之所贵。盖德不难成，而顺以至焉则难；高大不难弃，而积小以积之则难。顺者谓无为而为，纯乎自治，不由外力以噎之，不待物情以促之，是玄德之源。而师所谓与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者也。以其始于顺，终于顺。若水之就下，无波澜，无荡漾，亦以至平至安之行治之，此即顺之精义。而其始，则由易而难，由近而远，由细而大，由简而多，循节以进，一分以成。此顺之粗义。盖言之，即不列等，不越位，不视高远而宜卑近，不贪深微而忽浅略。此顺德之要。再有其机，则积小之意亦如之。积者日积月累，小者细末浅进。言高者必自卑，大者必自细。未先不属其处，而巩固其根本，如谓台阁然，虽志在重鸿，而必着力于下小。不得以高为美，而非度空中；不得以大为奇，而凌越境地。皆君子成德达道之旨，实以成生卦之用也。故生卦以两阳在下，明其身必自下始。正如木之生长扶疏，必先有其根该也。指渊之凌空，浮云之蔽日，高则高矣，而下无所系其基；大则大矣，而静无所安其本，则终必随风飘散，共气浮游。将何以尽身之用哉？此象辞原旨，实在教人之求生，而积德以成名者，有所警惕耳。初六，允申，大吉，宣圣讲义。此生卦初六爻辞也。初六巽之初爻，即坤初六，而申已有两阳在中，上位纯柔，乃与坤初爻异，以9、2、9、3界其间，居中而上阴，则初爻亦随之，则以初六在下无位，而下卦以2为主，初从2之正，与上4、5相应，故曰允申。允信也，又相许也。言与上信，而与9、2相许。柔与刚，如男与女，女以身许夫，则谓真。允亦真也。真得服于信，真以相与，信以相从，则刚柔协，
而生辰之得矣者，此初六许随九二同生，而占大吉也。柔本不自生，其生也必随刚。此初六之生，谓允生。言与九二有信约，而与上卦成相应，情既两符，得意交洽，是占大吉者。正如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之意。孤阳独阴不足以有位，阴阳不能合，亦不足以有成。唯服于一阴一阳之道，而恰于夫唱妇随之情者，方谓吉。而初六如之，故大吉。大吉者元吉也。初六卦之初，初者始也，故称大吉。言生之始，吉吉也。象曰：允生大吉，上合至也。宣圣讲义。此生是爻辞之意也，则以出爻无可用之地，而称吉者，以其允生。允生者，以上合其志，上由生也，静也。卦自下上，初之晋吉二爻，初六与九二相合而有得，且随之与上六四六五合，因而有成。此初六允生，乃见大吉之战也。盖全卦大用，初上无位，为二三四五四爻当位辰时，生与萃，皆以中四爻，合于刚柔匹配之数，有其生成之用。而生由盛，则以两阳在下，伏于的天交泰之力也。阳生阴降，生而自下，则其道远，其行徐，其径可展疏，其成必广大。此生之用，较萃为宜。而初六之用，则以利于九二正位，而性许同生，以与四五相协也。故上合至，上自意指其生境，意指与上各爻也。九二夫，乃利用月。五九。宣圣讲义。此生卦九二爻辞也。九二居内正位，刚中之德，与六五匹而合，故曰夫。利用句，与萃九二同，皆以正位之主，主祭祀之事，为享福受护之真，称月之意以见萃。言春夏时祭祀从审检，九二虽当位，而在下，故意为简约事上。因时之身，一朝就立，而以中正的免，则祭祀重点，而中位主持，似非可苟者，只以九二自下而上升，初不宜夸张其事，且生者先固本，祭祀所以后其本，反其始，而时有早，则以简约为宜。此无咎之战，亦正以善用时也。象曰：九二之福，有善也。宣圣讲义。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九二中位而刚，与外柔阴，两情协而上下合得，正位故而内外同功。此其福谓有喜耳。喜者中心喜悦，则以由二至四互对，对为悦则，而合中互雷则归妹。夫妇相得，配偶克谐，此其为喜可知。正以生之用，在刚柔俱生，夫以律父，情志先服，则家以齐，国以治，其喜大矣。然则利用月者，亦可视为夫妻妙见，而补其后之必昌也。情之欲服，志之欲进，合而未生，而在于内，此中心所愿也。故特以福称之。宗主复注。生卦之用意如萃，以二五正位为主，而萃则以九五为正萃之位，下爻皆象之为归一。
身则以92位得内中位，各爻皆随之以俱身。是萃之95，位所至即位；身之92，位所自起点。一静一动，一往一来，两相映射，由萃言。位重萃于一尊，而无不乐服。由身言，为主虑其群众，而招之同行。此则以阳在内在外为别也。然萃95成全体之主，各爻不得不归向之。若身92，不过内卦中位，不足以约束群众，故身虽自二始，而身之所及，人在5，吾以柔居刚，人不得悉服大众。此身之极，反为散也。故身92爻辞，仅以服称，不以位称，而利用乐，亦如萃62在下，为主祭祀，虑群众以致敬，亨于神祖而已。神祖在主之上，亦主者所共尊，不得以主于内，而善专及外也。是闻称有喜，及祭则受福之意。盖服于上者，亦服于神祖。92以沉静而与神服，则其喜乃92所独，非全体共战之也。然上卦纯柔，顺乎下情，而乐与众敬，故92之喜，以能服而后见。服则无所合格，人神之间，上下之际，内外之界，无不服。是又较出之允位更敬矣。允为服之始，服为允之臣，皆以与上协和为重。可见身之待用，在能同众以身。若独身，是为允与服之德，将何以战极而有喜哉？阳能自降以虑应俱身，此其为允为服之由来。而人道失之，则以顺得积小以高大为本，不顺则不能得上之和治，不积则不能成众之同身。此允服之德，必自我治之也。93. 身虚意，宣圣讲义。此身93爻辞也。93内卦之末，与64同位中爻，一刚一柔，服于既济之象，原吉爻也。而不言吉凶，则以生卦两阳比于内，三阴在其外。刚以静于柔，虽曰生，而情势反由实而虚，由高而下，故曰身虚意。盖以卦言，则生；以爻言，则由实而虚，由成郭而易之象。易者，众聚居之域，而虚自易通作虚，则郊野空旷复林，后世或称虚里。小民村聚之所，民居成聚如今村庄，必有高地，备避水疗风雨之害。其中若谷，可以护卫。生而至此，非崇高可知，但亦有高于他的之意。93由内望外，故身虚意，亦有大小。小者所谓时事之意，则仅数户人家，非尘世之繁数可比。而虚意本虚空旷远之意。93阳也，和92以近于45，有反风的观之象。观两阳在四阴上，如日月照临下土，身则以阴元在上，由阳望阴，成由内望外之势。前面空虚，无碍于目，则身者异矣。此身自当视作近，由近而远，由狭而广也。巽风也。92、93，如鸟两翼，乘风展翅，望天空阔，则其进行力竭矣。且93本前93，当干替之时，亦以反乎空虚，其余安稳。此身虚意，
虽不及吉凶，而其行之顺，则可知矣。象曰：身虚意，无所宜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疑者相猜忌而不信也。无所疑，亦如出之允，二之福，言相信从，而行甚顺也。又疑有爱意，无所阻碍也。又逆也，无庸逆揣也。皆两情协调，不复经不积持也。盖夫9364，既济之用，则更何宜哉？近于虚大之源也。止于民众乐土之村居，则其情志一头，动定闲变，此身虚意，谓无所疑，明其境之至顺耳。64. 王用亨于其山，即59。宣圣讲义，此身64爻辞也。64外卦之始，为坤卦爻，以卦进而上，则所至亦高，此身之本意也。93身虚意，系阳静阴之象。64亨其山，则自下而高之情，称王者。24同宫，92正位，而65、64进比。4虽无位，而92至此，谓生于高山之象，称山者。反自3至5位艮也。其山者，周发祥之地，亨与享同，享于其山，即有92用月，更进而40祖，故在其山，人不外追远报本之意，升高而先后其本，此先王处身之道。曰用者，以非64为主，即指92之王。进至此，则宜用享祖也。故战吉，既吉，自无咎矣。以64与93，共成既济之用，而由阳进于阴，亦即由内进于外。坤德至顺，柔行至安，安且顺，更何不及？为反柔为进，从降以升，恒亦有救。而以64顺之始，后之初，故免耳。坤以成干位至93、92之道，均于64、65成之。此身之代用，皆以阴能顺阳，柔能从刚为本。此4、5爻皆吉，且接着其身进之功也。宗主附注：申64王用享于其山，与随上6王用享于西山一异，皆为报本反时之旨。人身有本始，如木之有根，随以正在下，正木也；身以巽在下，巽亦木也。皆有根生于地中，而后枝叶繁荣于地上。虽随上位对泽，不似身上位坤，然对之一阴，坤也。故报本反时之术，享祖至纪之典，乃上6。明本诸坤土后载之道，大地后生之功，必速循其出，而培其本也。生则4爻及坤，且下交两阳，互成对卦，故64即是享济之用，而生敦本复始崇德报恩之情。此64与随上6，同有此辞。随之西山，与生之其山，是为一地亦可，是为两地亦无不可。盖其山在国之西，习时见都，多在闪域；其山在其西，故亦称西山。然随之称西者，以卦上对下震，后天正东对西恰相对，而由王言，则以地出乎震，原在东方，上6属对，至上6至纪，即向西也，故称西山。对本错艮，故有山之象，生之称山，亦以中户艮与对。
而巽在东南，非正东。九二主位所在地，而坤之方位为西南。六四所忌之地，亦非正西，故不称方，而曰岐山。岐山者，周祖太望移居之处，发祥之地，开基之源。文王周公作义之旨，在垂教后世，必先其子孙，故称王享岐山。言当生六四时，应举之四典也。生翠相对，皆以率众祭祖，市民以孝，劝民敬其祖，而亲其亲，以克陈翠与生之待用。故爻辞凡二三见之，可以昭其立教之为意矣。象曰：王用亨于岐山，顺势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六四为坤卦之始，坤德后载，万物滋生，滋生之本，如木之根，水之源，由上而下，自近而远，一本而万系，莫不共尊亲于所生。人为万物之灵，必敦报本之义，肃其本始，尊其所宗，则祭祀必成，敬享必至，食其祖斗，封其身权，见其资盛，成其礼乐，皆依夫情性，发夫亲爱之仪，致其尊敬之诚。此事行之至顺也。以坤之德为顺，人道失之，亦顺以将事，礼之加于外人者，或有所假借焉，未以成其敬也。如对大兵，聘问邻国，朝观王庭，则以敬畏先，而或有执泥于礼仪之序焉。若至尊祖敬宗，孝亲祭先，则只发夫天性，依夫人情，无假于作为，无呆于誓词，无用其繁文缛节，是以备而不求丰美，聚而不务夸张，礼以将其成，以者其意。如是其父母，是于成婚，则虽重而无所加，尊而无所忌，敬而无所恃，此顺之至也。谓其道然耳。顺以孝于生前，顺以祭于祖庙，继顺以治其臣于宗祖，复顺以垂其教于子孙。斯无不顺者，则推之天下亦无不顺者。六四用亨之意，即本顺以行，故曰顺势也。由卦爻言两阳上升，六四守随之俱进，亦至顺也。上更无未阻者，则顺以往可矣。故外卦三爻，皆以顺承身之用。六五，贞吉，申阶。宣圣讲义。此生六五爻辞也。六五外正位，而柔居中，为坤六五之德，黄长元吉之战，闻名在中之象。生六五亦如之，而称贞吉。以坤得众贞，贞则吉，此弗于坤安贞之吉也。生以生为用，至六五由生于阶，由内而外者，如凭高望远，故九三曰生虚意。由下而上者，如举步登高，故六五曰生阶。以六五当外卦之中央，如门当之阶步步上升，而不列等。人本坤安贞之道，遂其行地无疆之功，生以一生，静以一静，故曰升阶。言如登阶梯，必一级一级时而上也。象曰：贞吉升阶，大德至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五虽柔，而为全卦主位的九二刚中之阴，乃有贞吉之战，而称大德至。盖九二阳上升，
至六五达于即位。中正之事，刚柔合德，贞吉者坤之道，身接者干之行。干行以静，坤成以福，合成的天交泰之用，故曰大德治。德治者，言有其利，有其物，遂其生成，而大其功用，为泰尽之。泰以交福而得尽其用，故有其财富。身六五亦然，过此则与之反。故上六称不富，则以极则穷。交福者反相消也，故身之待用。至六五未极，亦即全卦最极之爻，出之大吉，亦必待五而后成。故出爻曰上合至，五爻曰大德至，二至自相应，亦即是彖所谓至行也之至。至既称大德，则全卦之用已大成，此爻辞占吉也。而以深远不可及，柔在上不可久，虽高不过于阶，不得如大处向天之渠，故大处谓道大行，此则谓大德治。德治虽大，不过财物之富有，功业之亨遂而已。以言夫道，则犹未也。坤以柔顺之道，虽承前，不得过之，此称贞吉。明其吉必由贞治之，读者当深意焉。上六，明身，立于不习之贞。宣圣讲义，此身上六爻辞也。上六全卦之中，坤之上爻，阴极之象，故曰明。以全卦代用为身，至上六身一极，故曰明身。明幽暗也，与明反。阳曰明，阴曰明，遇上六曰明遇，亦以至极阴之谓，无光明之时。而明身之意，则由夜行之意，暗中莫近，不知不觉，而顺其事，近于幽冥，生于暗昧之行也。既谓暗昧，则不利于行；既谓幽冥，则不宜于静。故爻辞以不习为例，真为本。不习者，不生习，不发育也。习与消对，不习即消。真者，静守而不移，直节而不失，乃四德之末，坤之道也。真以为守则移，未静则备。卦内真外会，上六外之极位，反以真称，可见其情以穷，静以阻，唯有守耳。真与利对，利主其外，真主其中，利而曰真，是由外入于内也。上六之用，既穷则变，变则复于下而未出。身之出六柔，则所利者，为从内之真而反于始，所谓不习也。言身至极，反为降；静至中，反为退。生者反为不习，生者反为无形。此上六明身之道，贵在顺时之消，而无求尽意耳。不习又不加多，不繁殖之意，俗称历经未习，亦所生殖者也。而不习，在事物未损，损与亦反。不习既无益，亦不复也。然在道功，则以损为上，未道日损，老氏言之矣。损而又损，则纯乎静一，故不习成也。至诚无习，与自强不习，皆指道言。不习则久，久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，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此中庸至诚之功，亦上六之间义也。盖上六坤也，博厚者也。
身中两阳前也，高明者也。坤顺承前，使承其身，身至于极，反归于道。故坤德之至，方同于不习之前行。见以顺，动以静，高明以博厚。故深而未明，明而未暗，乃立成不习之真。此亦至今为后人无遇之者，性命之源，中和之治，生习之本，动作之根，皆必以不习之真为其基。为其基，不习使生习，真使起源，德使成天，柔使成刚。故纯亦不已。刚者至柔，生者至止。天地之先者，至静至一。道之始如是，其中也亦如是。有出于无，而还于无；生习成于不习，而终于不习。此精粗一贯者也故。人生之前无我，既死又何我哉？一瞬不习，则呼吸不续；而人死，一息既续，则生命永存，而生安。此不习与习相以服也，真与缘相始终也。不习之真，开生习之源。天地复生，性命复聚，本末之象，即卦六爻初上之情，初谓之始，上谓之终，元推至真，真反于元，上下周流，终始不已。此天道也。人物亦如之。故消息盈虚，本乎天行；民生之道，本乎不习之真。读者于此，可以悟道矣。象曰：民生在上，消不复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上六权卦上位，而未应极，故曰民生在上，消极不习。而不复者不有也，复有也，丰裕也。生习凡数曰复，不习则不生育，是不复也。此卦爻之用以穷也。复与穷对，静义之用以静，则万物同节；生机既绝，则财富同消。此上六不习，由冬令必藏，冰的枯槁，无生物也。不习而真，则生者自绝；生而明，则明者自灭。纯阴而暗，既寒而穷，则物皆尽，上何复欲可言？故俗称贫窘为寒苦，亦以无所生习也。消极损也，习极益也。损则日寡，益则日富。此身上六以用之穷，阳之消，而不复也。身以至高至于天未现，天上空虚，何物可有？明渺无物，自成不复之境。故修道者，必喜财物；成佛者，必空诸万象，虚无之止，即不复之意。民生之道，即无我之功。有还无，有实还虚，即由富而贫，由益而损。此身用之极，反入于民；而尽益之穷，反为消不复也。宗主复助，身后未困，困与景往来，身与萃往来。此四卦又成往来之象。盖以四阴两阳，变为三阴三阳。坤亦未坎，而交错之；困以坎对合，景以巽坎合，皆以坎为主。坎后天居坤位，待坤之道，而用有殊。萃生以坤上下而异，困景则以坎上下而分。是萃生秉坤后之德，而困景见坎显之情，宜后亦显。其为用岁相反，后本于人，
显本于智，仁者利于物，智者害于身。为天道盈虚，时令生杀，相往复也。阳的事者，生之基；阴的时者，杀之道。春夏则万类盛育，秋冬则万物凋残，此其验也。故萧与习，若寒与暑，生与困，若成与败，生至上六，其气已尽，其用亦穷。故爻辞曰不习，是文曰消。消即不习，不习即杀。生习之道，以阳为根；消杀之道，以阴为本。此生上六名生，与欲上六名欲同义。欲而曰明，可见欲之用绝；生而曰明，可见生之道穷。欲绝而成随，生穷而未困，其变甚相似也。虽阴阳犹不均而平均，而功用却反由习而消，由畅而至，此天道之计过也。过则失其中和，过于阳者，急则变沉沦；过于阴者，急则变散漫。此皆往复之力也。故生后未困，困即生之反。生阳者反困沉，生腾者反困阻，是阳生以急，反困于内也。系益其交代之机，自能知之。宗主父主，身为上进，言地中之木，必向上升，以其生性然也。又如的内之风，必向外扬，以散其尘沙，物直然也。故身有非阳分散之用，不独向上矣也。巽为柔木，而其眼也，随风所迷，即草上之风也。风行善变，草亦随之。坤土也，风自土出，则尘埃散空，虽在的中，终难久至。此生卦可状风尘扰攘之象也。的虽不动，而风扰之；土虽不飞，而木撼之。此由静而动，由下而上，由和而散之象也。则以萃之聚于先，必有生之发于后。众以俱称，物以分散。生之至者，力亦为；高之极者，势亦薄。以上卦纯阴，可见其用之匪易也。物合而分，人聚而散。阳生之得不着，阴杀之令乃招。此生之后必困也。困由生至，发阳之后必欲困穷，亦礼数之长，而往来之利也。生者在道宫中未有成，拟于禅家阿那含。金刚经称为不来，一传亦曰生不来，皆有上升于高空，而不来成还之意。此则修静功夫已有成者，亦必先能荟萃其精气，化育于真元，而后能飞升也。故萃卦彖无元，生则首称元亨，萃九五称元永贞，皆明是元未道之结晶，必先聚敛加以烹炼，方成此元。亨即烹炼其元气，而永贞即镇定，永在定中，如不动也。修道者，于萃生二卦，可以得正道成真之诀焉，不独为人事言也。困卦坎下对上，宣圣讲义。困卦，困以坎合对，对在坎上，则之用，亦本乎水。坎水而在则下，则而漏水，是失则之益，则失水，则未则之穷，故名困。困，穷也。然坎在其下，有水不自登于泽，以其性润下，不若巽风之能生也。卦虽有水，而中未无水，
此象称为则无水也。卦三阴三阳，一阳在内，两阳在外，而皆为阴所包，亦有被困之象，亦以阳为重，明君子之道也。阳困即君子之穷，为其被群小所窘而不克展其用，故曰困。坎陷也，以为阳陷之意，对月也。而亦阴居两阳之上，阳上下皆为阴所扼，是困之称，谓阳也。由身之变，两阳至身，上谓纯阴，虽顺承其身，终以至极，变为民身，而成阳消之象。至困则阳尽困于阴，而随坎以陷，此身后继以困也。身二阳四阴，困则阴阳平均，四有胜于身，故辞称故亨。则虽外困而中亨也。中亨者，上下正位皆刚，9、2、9、5相应，丙干之道，剖坤之象，而得中正之位，是以亨也。而中户讽火家人，则服于内外正位，为家道之正。家正可以推之国天下，观家人卦彖辞，即明其用矣。中爻6、3、9、4，备济济之意，而类于未济之情，是内外为正而致乖，道同而情利，以训与离有同居而异其趋向之见，如魁革也。三阴配于三极，出与2、3与4、5与上，互成一刚一柔，而服于道，不以位严，则可和谐；若居于位，则顺与利半。而中爻由失邪济之用，此所以为困也。困而不已，将相怨尤，是则如家道之乖，而有反目之象，故爻有不见妻之辞，亦本家人卦之战，而有通于大小处之意耳。盖夫妻之和，为家道之正。若忏于利害之念，摄于得失之心，则恒亦乖为，以中藏离，离利也。不能利则离，此反目之机，分途之兆，必由物谓之从。物过乎中，则失其和。故圣人必先革物，而后能收修其之功。困以木在中，木生之方，伏于春，物之始育。此天下之困，必因物之不足，用之不充，生之不全，则终相构遂。遂如夫妻反目，此常人之困，不得自解。为君子则能解焉。解困必因夫时，必生其阳，发其生机，畅其生趣，必在春时。春雷一震，雨则乃沛，万物滋习，辄脏皆出。此雷水解，必以正易对，而解困顿也。一阳振奋而直上，群阴无以阻之。水中生阳土生，万物亦随之自愈。此解困之意，即以对辩证也。阳虽似减而得时，阴虽若增而失势。2、5相应，柔以成刚，此其实为岁之春。故困者天数，解亦天数。而君子则敬人以4天，顺时以敬道。此困之亨，为君子能之。困自之行，亦如其意，而目被囚，乃为身之被困。凡不自由而有所拘束者，自多从口，如囹圄之属，圈围之类，民有立位之阻，如物在圈中也。然困必因外物，而必以显现，或却短所观，则卦之坎与兑所取象也。坎如坑井，兑为缺口，
皆是其不圆成，有清侧之意。卦之用意如之，因以月刚位柔眼，则中多忧虑，而行多艰阻。此困之亨，必以真而后见。真则善守，有守则善用困之意。故全卦必失慎惧之训，存警惕之心，方不为困所困。故为君子能亨，刚中之德，不失其真，是以能亨。不求于外，无侮于物，是以能贞。此用困要道所必之者也。宗主复注：困以对合坎，内显而外悦，有如小人口蜜腹剑，心与行为，言语私利，为己为志，而利人之余，触物以欺，而息人之弊，是谓之困。由故避而图诱之也。然困人者，终自困；被困者，终将反其困。是智者易愚，明者易弊。故卦名困，谓无不困也。困又穷也，进而被阻，行而不前。如低阳之处藩，同牛之在固，不得出入，无可生阳，则为困以终，而莫能解。在卦则水困，与雷水解，同一坎也，而正对异用，同一显现也。而月则与振奋异行，对则不得利于水，故谓所困。震雷足以出于水，故成其解。雷自云气之发，其源亦水所蒸腾，其势勃焉，其动愕然，故超出江湖，而震于空寂。此解之必以震也，则以除水为用，无水无所成名，其情依依，其性如至，故困之意，必取对也。对为少女，柔不抗刚，弱不拒强，顺乎坎陷，而进彷徨。此困以对在外，乃与坎相系，如物之被居人，之被系，情若依恋，行则障蔽，内陷以深，外战莫遂。困穷之象，乃为身之弊。身急则降，高极易坠。以坤之柔，乃易未兑；以巽风之善变，乃改为坎险之多害。坎后天以生化之功，履坤贞之位，是巽若敌，是兑则进益。以园中男儿妾若妹，中户讽火家人，亦有二女同居之概，亦以为损。否以异态，阴阳虽均，刚柔交代，乃成困厄之情，与景而相对待也。困，亨贞，大任吉，无咎，有言不信，宣圣讲义。此困卦彖辞也。困上对下坎，成困穷之象。坎水在下而不生，对则在上而自绝。是水不复处于泽中，互失其用，而坎以显现于内，对以说则于外。外柔中刚，刚为柔眼，乃成困。如被为困也。然困者实也，而困之道，以变则通，是困之不可以免。困而有时，解困亦有时。如天之冬，困时也，春则解矣。德之动，困时也，温则解矣。当解则解，天下同解；当困则困，万物同困。故困以亨，言通于一切也。困本非亨，当时之困则亨。如冬令必藏，不藏者谓逆，藏者谓顺。此困之亨，言如其时而困也。又困有内外之意，外困而内亨者，亦亨也。
如东韩阳德潜藏，生机内袭，反欲其本，培其根，以为春之荣，夏之盛，是困于今，而亨于后。根本既固，枝叶必繁，是困而反亨，亨于无形，困于有形。君子不谓之困，故以亨称。孤臣孽子，处心积虑，以续其事，败国辱身，卧薪尝胆，以利其心，而后发为英华，欲为武勇，以快其志，而治其功。是虽困而实成其亨，故困者因，而亨未果；因者末，而亨未积。何患乎困哉？越困且越亨，不困则无亨。困之甚者，亨亦大。如人力患难，越艰苦，动心忍性，积越前进，磨对发行，奋勉自强，则困之至，亨亦至焉。此困而战亨，谓困之道有亨也，而必本于真。不真不能亨，谓不真不能处困也。困穷也，恶也。人之恒情，快志则强，因心则弱，有事则自喜，失事则自悲，皆不能处困，以忘真也。真者四德之末，丁时之冬，冬令必藏，则天自真，真以为首，不馁其气，不泄其精，不伐其神，不折其性，故中心常亨，外物不能侵，真元永存，妄相不能害。此真之德，足以固本而立根，顺时而善道，是圣人用藏之意，处穷之行。所谓独善其身，尊养实惠，居易四命，不失其中者也。故能保和泰和，协于前见，因师安贞，治其坤顺，干亨坤贞，天地合德，则何忧于困哉？此困之亨贞相互成用也。大任吉，亦能和见顺而服亨贞，君子之谓也。君子有德且有位，称大任。传所谓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者也。能如此，则虽困而不失其极矣。无咎亦由是战，既战急，自无咎。困时安能无咎？虽能亨贞，而称大任，是免耳。有言不信者，对主口舌说言，今对在外，是有言也。内怀险诈，则不信矣。但有其口，而无其中，安能信乎？坎下而不平，心险而口悦，是口有密，腹有见。言困未尝以信，则不信亦困时。人之恒情，处困穷，而有求于人；在困厄，而有诉于众，不义的人之性也。故诗曰：不志不求，何用不臧？楚骚曰：其不信兮，及予以不贤，皆困穷之事态，而为处困之君子所宜之。言者心之深，坎下陷，心不能恒，图腾口说，何克以昭信哉？此困彖辞皆出困穷之道。心自口，使言而不谨，无益于行。上口之人，不利于事，对之所以谓不足也。彖曰：困刚眼也。显亦说：困而不失其所亨，其为君子乎？真大任吉，以刚中也。有言不信，上口乃穷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困亦坎在内，而抑阳陷两阴中，对在上，
亦两阳在一阴下，阳为阴所蔽，故曰刚眼。言柔眼刚，且看刚对柔，柔外刚内，亦成背眼之象。右眼者障也，遮盖也，则之用，在土防水益，而水在其下，是水被土掩也。五行源相制，经对在外，水不复流，仅存则之外貌，故彖曰则无水。坎险而对月，内险外缩，情志不协，内外难协，是谓之困，以其穷也。凡物皆以用为利，失其用岂非穷乎？然困穷而彖称亨，则以通于一切，的时义也。以困而亨，是困于物，不困于道，穷于用，不穷于体，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。其为君子乎？言君子是能以困亨也。君子本于道，不疑于物，握其本，不诱于用，故困不失所亨。所自指则亨有限也，言非大亨以正也。困之亨不可久也。真大人吉，此真自审一，应属亨下。而今属大人言，则以战吉必由真也。真大人吉，以在位之君子，能真乃吉。然推之众人，亦无不及。此所以谓亨也。盖时之困，为真能保其亨，真而亨，故在位者吉。不在位者亦以真免救，此下有无救也。所以无救而吉者，则本卦9295。刚中之德，刚中则寡欲，而不失其手，不以困而自为，不以亨而自治，故能守其位，而吉而无咎。此君子之行，亦即本干行健之意，自强不息也。9295。干之本德，内外之道，生成之宜，故无不及，而免于咎。此由人道言曰真，由天道言曰刚中。真出于刚中，不刚则失其守，不中则失其正，守正不二，斯处困之道，得亨之由，礼数所不易者也。处亨而无骄淫之心，处困而无悔恨之意，是素其位不愿乎其外之君子，则刚中之道，真故之行所招也。故必称大人，以其德也。此大人亦可谓之大丈夫。所谓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者也。亦所谓中立不以，独行不惧者也。故非刚中以真故者，不能及焉。有言不信者，本对之用，而无坎之邪。腾口说而妄成正，是言不信，为上于口辩，而其用以穷，谓对在外。困穷之时，口舌何必于事？辩论何益于行？民困时无可说也。说既不见信，说者亦不以信其，是逐末而失本也。言谓心生，言出而心不至，将何以谓信？如要蒙，如破井，虽若可平，实不能信。困穷之际，唯有自珍，对在外而易穷，是以有言犹不言也。以卦象判卦之用，由卦用定人之行。此彖辞本旨，既在困中，自非平时可比，故辞述其用，以使后人之所取法焉。象曰：则无水困，君子以致命遂至。宣圣讲义。此是困卦象辞，名人道也。坎在兑下，兑在坎外，水与则相魁，乃成则中无水之象。
前以言及，生卦巽在坤下，而称地中生木。此何以不曰则中有水？则以木性上升，虽生于地中，仍常出地面，故称为生。水性润下，在泽之下，势必流盛以和，以内外言。外有泽而水在内，名非泽中之水，则将泛滥以尽，故曰无水。若益其上下，则谓水则竭，而水在泽中矣。不过则决口，水亦流，一字节约耳。泽而无水，乃成困穷之象。言其用穷也，则以水用。无水是不可充其用，故比于困穷之时，物不得展其技，人不得展其才。非困而和，水之在泽，如物之储以备用，如财之助以供时需。今无储助，岂非穷乎？穷则困矣。人生必赖物以为生，必利用财物以为用，必储蓄以备不时之需，必节流有余，以防将来之不足。此经济之道，民生之源。苟无存留，其困立至。此困卦以则无存水而得名也。困者有时所谓，有人之过，如年荒事变时也，奢费待情人也，皆不免于困。而君子先自责焉。天命弥长，人事有定，故居易四命，素位而不怨乎外，尽己所能，以谋其有余，约己之欲，以给其不足，故恒免于困，以其穷于时，不穷于人也。人视之于困穷，亦有道焉，则忧道不忧贫，谋行不谋物，物之不足，无心自足，用之有穷，无志不穷，则时之困，无伤于人，而人之困，不见于时，为心所安，志所在，不在彼在此，则困亦不害矣。故处困必以君子为法。君子守己而安其分，本道而昭其德，见为受命，而不苟免，见得思义，而不强求。命自天，而我不志不畏；物自物，而我不贪不轻。是以能守贞而无序于得失，民分而无忌于安危。此所谓致命遂治者也。致命，则一身之外，更何存于心；遂治，则本分之外，更何动于我。故忧乐如一，利害无二。行不误于外，则中常宁；言不苟于人，则性常定。命既至于道，则道以外，无干于己。志既遂其出，则志所存，不囿于物。故困不足困，而穷且通，则象辞称亨。是又所谓困而不失所亨者也。唯以不自困处困，则困亦亨；唯以亨人不失其真，则困亦真。此致命之要，遂治之本也。命受于天，困亦天也，则困无伤于情。此性命之正，足以解其困也。志发于己，穷亦己所决，不以穷而动其志，则穷何害于我？此中和之德，能常定其志也，则皆由卦纲中之德治之。干之本也，行健之义，自强不息之成，乃能逮之。否则未有不为困而困，为穷而穷。而穷者既不能治命，命亦无所托；既不克遂治，治亦无可持，则为随外物以存亡，殉情欲以得丧而已。安能困而亨哉？
故致命遂至。善用困者，即所谓真也。真不失守，则外物不能移；真不力行，则情欲不能诱。故君子处困必至于真，明其本，得也。且至自遂自有甚深意义。不至则无以自立其命，不遂则无以自定其志。是治之有道，遂之有方。治则命自我立，不为天所夺；遂则志自我定，不为物所污。是能反困为亨，因穷以达者也。则君子之道，其为时所弄，人所害哉？故处困之时，必求其亨，而必至于真。真则亨，亨则不困。而人道则以致命遂至谓先焉。宗主附注。困卦象辞称君子以致命遂至，此义甚为。以文王作义辞时，正当被求有礼之日，商王纣暴虐无道，臣民人人自危。文王又为谗臣构陷，深忧囹圄，前途吉凶莫卜，故以义见志，如明夷卦。内引箕子未偶，亦以地火明夷。明入地中，天下同暗，前途茫茫，无所适从，特皆蒙难之意。是顺受其正之道，以处民夷之事。困卦亦然。被困则身不得自由，道穷则行不得自主，故以致命遂至之意。明刚中守真之道，以处困厄之时，其旨意也。困之象以刚为柔眼，明为暗障，亦如明夷，则成无水之象，时当易陷之秋。果不有道以自持，将不知困于湖底。故彖守皆亨真二字，是困之必以真而亨，方免于久。更以致命遂至一语。是处困必以刚中自持，守己不失，方脱于害。故致命者，言本受于天者，人听之天，而无所习。为难如是，安详亦如是。不为祸而自馁，不为险而苟避。此致命即置生死度外，不以外来害灾疑其中也。遂智者志发于心，心不二致，初时如是，其中亦如是。不以物欲而动其心，不以利害而益其操守。此遂至极始终不渝，不为时事益其节也。故民夷为顺以避难之道，困为正以御害之道。不为权变，亦为常经，皆不外夫道之所合，时之所宜。所谓无可无不可也。趋吉避凶，人之常情，持正直一，道之大法，二者不可少一。盖不知权变为不治，不知正经为不义。至圆而一方，处民夷之时，本坤顺之德，奚离光之明。故顺以救之，处困之时，本悦则之情，知显现之害，则真以待之。顺者有仪，真者有道，非强为也。皆依卦象以行，故困之道，不为困困，方能解困。困者外也，而我以刚中解之；困者实也，而我以贞操因之。是致命者足以保命，遂治者不害其志。此或中求福，为中求安者也。故能困中求亨，亨而不困，则真以成之；困而不亨，则刚中以御之。是以困不失所亨。此君子独立不惧，顿世无闷者也。何哉？9295。刚中不改，足以抗包围之群阴，而不为坎险所陷也。初六。
屯困于诸木，入于幽谷，3岁不敌。宣圣讲义。此困初六爻辞也。初六坎之初，坤之初六，未卦之下，柔而在下，如地中幽邃之处，而在人身，则以屯喻之。屯在身后，以前后由内外上下。卦在下者，亦称内或后；在上者，亦称外或前。以六爻自初始，渐进而向前，故下位后，如人之屯。又屯位于幽独之所，自从殿，殿后之意，亦在后也。然屯亦称尾，尾由颠也。初六称屯，则属于后，且为污浊暗昧之地，如人便逆所出，以爻为坎之下，水下泄之道也。而爻辞因为屯困，非全体之困，不过屯之困，即身之困。未有困其屯，而身的自由者，此乃民所困在身后耳。诸木者，言非所困而困焉。屯困诸木，如使困诈中，诸木所以居系之也。诸木者，非陵木，而的低洼。若欲以求居，如畜类被幽禁，则甚合，以初六柔也。地下而性幽暗，非山林广大之矣，故因其困而入于幽谷，言无可逃也。人本坎陷之意，有如坠入陷阱之象也。诸根也，干也，以其不服输地上，且身陷入幽谷中，幽暗也，深也，与名反，而异同名。身上六称名身，困初六称入幽谷，是由名身而来入也。幽谷既非明朗，又非浅易，则入者茫茫然不知其他，故曰3岁不敌，言不得见也。3岁者9也，不限于3，凡自2以上者皆3。如俗所谓第3者，在第2外也。初六以坤履双坚冰之象，为阴始凝之时，阳德不佳，黯然而现，故爻辞如此。名其困于下也。困以刚中而亨。初六未得92之兆灵，故有幽谷不敌之战。然卦自北方始，而称屯，可见其面方向外，则其后背之陷，尚不足为全体之害，故不及吉凶。沿途困于幽暗，不易见天日而已。何以不易？则为诸木之困，如畜之出居也。象曰：入于幽谷，幽不明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初六虽在下，而至于上，虽阴降，而情乐静养以身，故虽困，为其屯；虽入谷，为幽暗而已。爻辞出与上，多不关大用，以无谓也。柔而在下，非无可作为，故为困于幽深，而苦于不明。3岁不见，如人盲目不见光明。初六辞止，谓是困之始，在不得光明，所谓刚眼也。刚谓柔眼，况爻又谓柔乎？如居暗室不得灯，则永夜无所见，而又困于所系，欲去亦不易，是以成忧困之象。欲得脱去，必因92之刚，故曰入。名其无所敌而陷入焉。此困之由外物来，而内无所事，故不明也。92，困于90，诸福方来，利用亨四，真凶，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困卦92爻辞也。92内卦中位，坎之主爻，
干之九二也。刚中在内，原为见龙在田德，师普及之时而在坎则益阳县两阴中，成坎县内县之象。今河上对卦成困之九二，更有刚被柔衍星号之情，故不离于困，唯以刚得中，而上阴九五，内外同刚，以与柔之主，故困而有决志之将，言困人能进也。九十者，自九二至九四互离，水火相交，烹调之用。而坎亦有尊九二鬼之语，明其有关于时事。九十虽备，而困于时，遂不得罪保。徒有九十之名，而无干止之时，此所谓困也。若在平民，则疏食饮水；若在上位，则礼酒伯肴，不过工具而已。且在困穷之日，并非以养之时，得时以难，当资坎县之时，又非鼎食之际，则果腹亦不易。此困于九十，不独止不干止，即不丰备也。在九二为九十而困，即有亦不能安享，即多亦不容干预，则困之时亦使然。凡时以一味养生之政，以是科为得时之机。今困九二图以互离，有与是科进，故以九十战，而不免为所困也。诸福者，诸兽乃绝赏之物；方来者，言其有位可得之。九二的九五班次也，故曰方来。以二五正阴，方能得焉。然非困之德，乃困之欲。困而得位，思欲此赏，而九十且困。诸兽又息容，食饮且不充，官至却何贵？不过九五方以此机迷下位，好决令民，补其食禄之匮，悉赐厚赏，尝其苦恶之情，假以民，使其不离，加以治，犯其不安。此九二因中位而得战加官进爵也。利用亨四，则如翠之用月，人四是其报之旨，其护而报恩，位在位者所必重。九二以时，王之宠命，当思神祖之恩师，此利用亨四，乃在位者之志。九二九五皆然。且当困穷时，前途尚不补，故有导于祖，其余神，以其佑而保安，则由人之恒情。人穷则乎天，急则乎无，谓无可奈何，唯以命听诸上帝及所生而已。此困九二九五，皆以四位立之意，不独不忘本始也。然九十既困，则亨四亦难备理，此构之不克丰备时也。而所观祸福，则不得以物不足，而失其理；以疑不惧，而忘其诚。此亨四之力，与九二之受禄相应，皆言以理事其情，以尊敬之心，致其器乐之意。此则本上对卦之用也。真凶者，不易进取。九二刚得中，而备掩，守则有余，进则不足，故战真凶，亦与方来二字对。来者必来，真者我往。如生之不来，与萃未反，困以真自守，不宜亲近，进必有凶。而以本爻的中正之位，有刚健之德，故战无咎。以中而刚，不为物困也。象曰：困于九十，中有庆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九二虽困于九十，而得中位，刚中之德，
而有诸福之庆，90之困，其小焉者，绝志之家，思积庆之大者，而以刚德自强，守贞不义，不忘本事，亨祀以成，则受神之福，且受上之赏，是中位之庆，90之困，何足为患？利用亨祀，乃吉庆之本。不备于孝享之德，不利于神祖之命，则虽困亦亨，况有诸福之来，无救之战，是因谨属90系事，何足为忧？亨自与想通，亨以成理，祀以成户，人神之气，福禄无疆，则困于一时，将亨于其后，故困而亨。人以敦本反实为重，刚中之德，干之道也。祭祀之礼，本乎天道，故能敬天不为，孝先不二者，虽困又何害焉？此亦君子致命遂治所重，亨祀以治其成，祭祀以培其本，则命听于天，志达于神，神祖所有。百禄是总，则困以不困，真而能亨者矣。刚中以成真，孝享以致亨，则真且亨。思君子处困之要，无以92困于90，而有疑于真凶也。是闻特以中有庆，明告92之困不足虑，贵在充其刚中之德，治其亨祀之理，而达于君子真亨之行耳。63. 困于时，惧于吉离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兄。宣圣讲义。此困63爻辞也。63下卦之中，中爻之始，与94接，成为忌之象。刚柔互失其位，则行止皆利于道。故爻辞占凶，困于时者，以柔成刚，而坎之中爻，上介于兑之下，兑下为刚，柔与刚不能匹，以中互离之中爻，首末两阳，反坎为离，变柔为刚，故有困于时，惧于吉离之象，失刚，而吉离介于刚柔之间，困于时则不得出，惧于极经之内，更不易进退，是63之时，如大壮低阳触藩，不能退不能进之情，然非大壮也。柔之掩刚，以无由进，又前后为刚所断，柔亦无由退，是困之所欲，皆失其宜之所谓。又较出之困于诸木有异，初见阻于92，故曰诸木。3则前有94，后有92，故曰时曰吉离。明其不可拒而拒焉，其困穷可知，如人失路，而走入荆棘之中，针莽之内，又为时所遮断，是行不可，止不能也。入其宫不见其妻者，两阳之间，如中宫而自入之，亦如出之入幽谷，不过出在下位谷，3在中位宫耳。其境虽殊，其困亦也。而以权卦中互讽火家人，反为魁，家人变魁，故曰不见其妻，以刚过多，柔被压，不得与其妻其也。阳与阴匹配相的者为夫妻，63前后两阳，不得协和，故不见其妻。如小处之夫妻反目，亦以刚遇柔难与匹也。宫中位内，如家中以妻为主，今家道成而成魁，63又不与92协，故入宫而妻不见，困之所谓，是有家而难其也。自2至5，皆中户之象，
92以90之困，及妇道之乖，妇主中馈，为90是义。困穷之日，巧妇无坎，则一起薄息，而夫妇不和，家道失正，故寻至63，遂不见其妻。民处困之不易，故穷之难。妇女之见，共富贵则安，共贫贱则构遂。一人恒情，不得以君子安贫乐道则之妇女。故困卦特以家道之困，是夫妻成离之由，虽不必有之，实情势所难免者。象曰：聚于吉离，成刚也；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不祥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63柔加于刚，而介在92、94两阳之中，故有聚于吉离之象。刚柔不相协，则动静两难，行止君不义，不见其妻，乃不得配偶，互相成为，是家人之反，即家道之乖，为人道不祥之兆。祥以何兆至？语曰：和其至祥，乖气至利。今夫妻失和，即无以兆至祥福，而成乖戾之害。由爻辞困于时聚于吉离言，是行之利；由入于其宫不见其妻言，是止之利。行止皆不可，此63之困，谓权卦最甚也。故占凶，较之初2虽困，而仍占无咎，可以见63之不利矣。盖困卦6爻皆困，而3阳之困，尤善于3阴，以阳困而得中也。阴困则无守，唯有顺乎阳而得邪者，可免救。63则以原居多凶之地，又介于两阳之间，乃离之中。离以利为祥，离为利。今一柔不能与2刚利，遂成乖离，此所以不祥，而独占凶也。若94则虽同不当位，而有与下相中之情，此阳德之甚也。困之中爻，伏于未济之象，而反家人未癸之情，以致行止俱非，动定难措。盖家人巽在离上，而癸则离在兑上。由权卦言，本户家人，由下而上言，则反为癸，且上卦原为兑，是以得癸之用多。6爻初上无位，则人道最困穷者，谓3、4两爻，而4性以阳志在下与出阴，故得免。为3以阴与上阴，皆谓阴柔，且反坎为离之中，柔不得刚之邪，故谓权卦最困之谓。爻称困于时，聚于吉离，可见所交接者，皆谓阻害。入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可见所归处者，亦皆相息耳。是63远近皆无相与，而成孤节自困之象。然63之困，时也，位也。君子不以时位困其心，虽不得与，亦无所失，以能守其真耳。守其真，则无待于外，无须乎助，则己不畏困。何谓于时？何忧于吉离？不以得失宜情，苦乐易至，则何患乎家道之魁？夫妻之不齐，此君子处63，不因其不祥，而存过虑之心；不以其凶，而求趋避之道。故戒慎在平日，而有终身之忧；或达于适龄，而无一朝之患也。宗主附注：因63爻之意，夫子以详事，传曰非所惧而惧，故不免于困。
以及离多次，不可拒之物，而进拒之。此如幽谷不可入之地，而进入焉，皆谓困穷不择行之象。此恒人之情。若君子则不以进而自困，不以食而同穷。幽谷不入，则无不明之忧；即离不惧，则无被害之虑；心中无偏颇之见，则物无利害之观；行止无如治之时，则道无险夷之意。故在坦途，不失戒慎，则临为地，亦无恐慌；在宽敞，不忘检点，则当陷阱，亦自安狱。盖不以静抑其情，不以行夷其志，何哉？易于速位，驰于中和。人事若显眼，君子则如平地；人位若为暗，君子人如安居。故履险若夷，行为若安，不以外物动其中，则外物亦无害于我。而要在时存临深履薄之念，勿忘戒慎恐惧之情，则虽困而人亨，穷而人达。故入幽谷亦明，聚集离亦安。此道者所谓入火不焚，入水不溺也。中气自充，则任何凶恶不能干之；性天自固，则任何危险不能害之。身无所重轻，则物何足为患；生死无所系炼，则安为福祸君其之以一。此即致命遂治之道。为困而不困，穷而不穷者所谓也。六三之困，故甚于各爻。君子亦是若无益，则何不可惧？何不可入？而何困何凶哉？此义之吉凶，谓常人言也。不能自立命，则听命造化；不能自遂治，则性致时运。思寻常人忧乐之情，随物而生，安为之念。困境而定者，故易于物欲，诱于变幻，无可自主，思无可幸免。得之不足以邀福，道之不足以避祸，则困亦困，穷亦穷。心不离于物之迁移，行不逃于时之变异，则为忧苦沉沦而已。更何亨以解困哉？故失真则失亨，能守则能行。六三不降由于偏求降耳。果无降殃之盼，自无希求之情，则不降亦无益于降。而困又何别于亨哉？此中义理至今为。习义者须生物之，文王作义，故以此自解其困。特作辞世人困之所由，与困而亨之所在。文王悲悯之心，于其辞中即足见之。94. 来徐徐，困于金车。令有终。宣圣讲义。此困94爻辞也。94外卦之始，未对之四爻，而与63同属人爻，以阳刚之德，居柔位，而上有95，两刚之阶，与下92同宫异位，未多聚之地。本干94月渊之道，乐与下进，故曰来。自下上曰往，自上下曰来。言94由外来也，以刚成柔，而一身为降，故曰徐徐。言其行缓其情安舒，本下就之道，有自卑之德也。94之阴未出六，一刚一柔，阳来就阴，外来亲内，而中户家人，有如贤男下女之象。94居巽之中爻，户离之外爻，内临63，遂牵引以辅救于下。柔之德本安闲，行亦迂缓，故徐徐其来，而不忽惧也。
然94虽介于92、95之间，有如损益交错，而与益近似，两阳下临于阴，故阳刚不得生其志，人臣备掩之情，故亦称困，未失所出路，虽转而向下，又失其所本，故曰困于经车。车只在行道之中，经车贵人所乘，非困穷时所有。困而因经车，亦如出之困因诸木也。经车者，以爻94前也，而下临坎，虽贵重而不利于行，以显现在下也。94之刚，本以凌越之情，非腾之志，为其所愿。而今徐徐其来，缓配强步，有经车而等于无用，反不若图行之快其志，故曰令。言令于行而习其物也。凡不畅所欲，不满所求，皆令也。令习之而不充其用也，此困之所使。如驾华美之车，以行污秽之地，虽不自令，亦可习也。况行迂回，而进兹居，前继不能，退亦不可，则令而不免于困。唯以刚乐尽柔，上乐轻下，有自谦之德，为克己心好之行，乃服于坤安贞之道，而有永贞之忠。忠者坤之本德，干之大始，坤以大忠。94发于前，而治胁下之坤，故能有忠。此凡刚就柔者，多及之。如得山谦，以谦退之德，成君子之忠。所谓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者也。94之行，恰服谦道，卑以自牧，故克有忠。此爻辞因其善于处困，合乎真亨之德，故觉其有忠，明君子之困，可终达于亨也。象曰：来徐徐，志在下也，虽不当位，有余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4阳刚，而徐徐其来，为其本行，则应志在下就于阴，故不生而来，不惶惧而徐行也。下自指下卦，亦指行向下，即自卑之意。位高而自下，如干之或跃在渊耳。94原非中位，且刚柔互失，如未济之象，故曰不当位。但不当位者，以刚履柔位，而下63，则柔成刚，是人成一刚一柔之道。四爻与出阴，亦服于一阴一阳，故曰有余。言两情可与谐，其用相与成也。爻辞称有终，是文称有余。名有余始有终，盖阳生阴降，元成背驰之情，而94乃反以就下，遂得相与之力。阳刚原无终，而以有余的终，正如的山谦，以谦而有终，为克服坤用，亦永贞之德耳。人与彖辞真大人即相应，真乃有终，刚能就柔，乃相与以有终。此以亨真互成其德也，非真无以亨，为亨而能真，乃永保其亨。是阴之君子，必先自真。有守始有余，有余始有终。亨者天道，真者地道。人以地法天，故先真后亨。此94以志在下成其真，即以有余有终，而免于令与困。要以来徐徐之行，足以真之。来徐徐，则一切君本是以行，自无轻躁妄进之害。此守真之道，必本于坤顺也。内见外顺，
如民以内文明而外柔顺，皆君子应时保身之要，不可忽略看过。95一月，困于赤拔，乃徐有说，利用祭祀，宣圣讲义。此困95爻辞也。原文赤符，乃赤拔之物，与92诸符不同。诸符指应受，赤拔指除不祥之人或物，或曰符当作符避息之物。见礼欲早篇。然此间异，其本亦作赤拔，亦作或拔。周官赤拔氏，主除不祥，又删除草木虫豸者，以其自死。有诏治整气疫病，为不祥之物，故符除之。95以上卦中爻，一权卦正位，非同92在下，可受上之爵赏，而有诸符方来之战。95主位，更无以应受赐颁者，况天子服饰，即为应受，亦无受困之理。故原本赤拔，后人以类似92诸符，遂作赤符。赤诸一色，而诸谓正名。如应受则当人称诸符，不得亦以赤也。95对之中爻，干之95，下与92同位刚，中以困之时，阳位阴眼，虽居正位不离于困，唯在上而近于极。的94之承宣，困上无害，且有解脱之望。此95之德中，克秉刚健之道，以与柔周旋也。益者去鼻，刷者去足，故五行之属，皆以诸有罪者。95居执法之地，有行人之权，故以义乐称。言其用可比于鼻足之行，则以上出皆柔，如人之鼻足不全也。而权卦中互加人魁，由下上浮于魁，魁亦称其人天且义，则以两阴兼其阳也。今95亦以三阳被掩于三阴，体之不全，而在上者去鼻，在下者去足，虽曰行残以罪，亦有非罪而受刑，更有非刑而残体者。此爻辞不及行罪，只以鼻足之被戕，若受1月之罚，如秒能事，跛能履，但称秒跛，不称所以秒跛之由，以卦象限于所见而已。因困而有此残伤，且求困而关于赤拔，是95未欲挽其困，济其穷，却将凭此以用其道。如见残体之困，则思有以疗之；如见服除之困，则思有以正之。皆95刚中之德，欲行其志，以脱于困，而未免者，则以治之不得，行之无成耳。残体故不易补，赤拔亦难见于公。此困穷之时所谓，不容勉强，则虽有位，人无其事；虽得中，人非其时。然而以位就有可畏，以刚中就有所希冀。故曰徐有说，说自兼悦与脱二义，则对为悦则，其缺口又解脱之象。如缺口而放水，有起观而事求，是对包有数用。95应之，乃徐有悦则或解脱之功，则以刚既掩于前，欲进不得及，与94来徐之徐同义。言困之脱，必徐而后治之；穷愁之进，必缓而后去之。则以95中直之行，力不一方，而恶于时，不得不徐图之事。缓则困脱，行徐则困解。而残体者中可无苦，服除者中遂其愿。此亦刚中之道，持之以真，乃至其亨也。亨以成理，
故利用祭祀，人如92之亨祀也。反本以报恩，培元以祈福。95正位，人以孝敬事天下，以祭祀器神明，是困中亨，赖乎人神合德，而祸福转移，皆在于敬礼，以致其敬天孝祖之行。此本亨以合理之意，礼以保卫之功。无论困否，所必由之，而困时尤为重要，故全卦于2、5两爻题示焉。象曰：意月，至未得也。乃徐有说，以中直也，利用祭祀，受福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5的位居尊，以有所为，有所成，而辉耀当时，选赫千古。而爻辞以意月形容其肢体且不全，使以不负其尊严之貌，而同行于之人，何以为万民之望？天下所惧瞻哉？故世闻以其志未得，民其实之不疑。虽有其位而无其实，虽有其志而不得遂，是负其威仪之象，辱其尊严之位，亦困之所恒不免者。困于赤拔，辱于意月星号，则为功而受过，为利而反害，行之不全，得意不昭，故困时不易免者。然以其中位，终不同于常人，故曰乃徐有说，言中的解其困，悦其志，以中位而直其行，此刚健自强不已者也。且以利用祭祀，受神之福，则虽困亦无害；虽残于前，而全于后；虽伤于一体，而成其全身；虽困于浮除之物，而终得解脱之望。此由95有忠直之德，更以四事，复受神祖之福，人神和气，何困之患哉？全卦以95之困，未可解而受福，使正位之可贵，中行之可失，而利人以明德守位，敬礼成神，以待时而回天，致命以遂至。人不外真以致亨，亨以解困之止，故行残不足畏，困穷不足忧。君子自有其保全之道也。92、95以刚中得位，虽困中亨，乃困卦待用所在。读者视之。上六，困于葛雷，于孽溃日，动悔有悔，贞吉。宣圣讲义，此困上六爻辞也。于孽溃日，日字物作曰，与大处卦日，咸于谓物曰相同。因为于孽溃日一句，后人以属下句不合。上六位全卦即位，对之上爻，亦其主爻，而本坤之上六也。全卦初上皆柔，中六三爻亦柔，分衍三阳爻在中，故名困。而亦言之，因亦困也。以易卦六爻，周而复始。因故衍阳，阳亦加阴，故六爻皆有困字，特所困不同耳。如初困于诸木，2困于9时，3困于时，至上六困于葛雷，其困于物痛，所困之物不同。初与3所困相似，木石之属，不勤之物。2、5困于9时赤拔，乃行为之困，动作之事。上六葛雷，亦如初3之木石，而与3之吉离犹相近，盖皆为行止之阻，进退之难。不过6、3困于时，而据于吉离，非本困也，乃自依据之，就在己者多。上六则为葛雷，而困非由己之行，
即离多次，亦伤毁。如砍之至于丛棘，葛藟未牵藤，亦纠缠。如砍之细是灰末，皆居细之象，挂牵之情，不得自由进退也。以上六极当变，前之刚者变为柔，次伤者变为缠缚，是以对之用易砍，而显现之害变为纠纷也。且葛藟不足伤人，徒以缠缚；不足害物，徒以牵连。是亦可见卦至上爻，虽困亦以大差，以其困易脱耳。无伤而易脱，则困之用且穷，是困之事，如强弩之末，明示其且解，虽困无大碍。第上六，对之主爻，在全卦为吉，而在上卦为主，故人在困厄之中，有忧为之象，故曰余孽愧日。言所困之地，恰当兼为不安之时。孽愧者，不安之状，为待也。险害在其下，纠纷在其身，故孽愧不安。所谓惶惑之情，困迫之境也。对以悦则未用，穷则反为忧为之态，而又困于物不得去，众其忧思。此上六居高而履为，迫于时而有于物，有不能自解之情，故曰动悔。言动而有悔也。有悔者，以卦外多悔，既临多悔之事，自来一悔之思。二悔字，一指时位，一指心志。时位指外来之悔，心志身己身之悔。如悔其所谓，而更悔其思也。与豫卦须欲悔持有悔意相近似，皆以己之悔心，与事之悔改相牵连。即若是不可悔，心亦无悔，今动于悔，而心有悔，是中悔外亦悔也。悔为补过之机，迁善之盟，是易得之极者，故曰贞吉。盖因悔而动，则行补吉。如人悔其前非，而别求其行于善，自邪极战，贞自指行言。全卦皆以守为吉，故称贞吉。上六当变，故反为贞吉，是利用其悔惑之心，而求其日新之德，则行无不及矣。象曰：困于葛藟，未当也。动悔有悔，即行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上六高而无位，更以柔居上，故曰未当。而成困于葛藟纠缠不已之象。动悔有悔，以示之当悔，且可悔，而心之悔，日能悔，故未及。而立于行事之当悔者，避其前之失；可悔者，避其时尚可及。心自知悔者，觉悟其非；能悔者，克悔，改其所谓也。人不亦无过，过贵能悔；事不亦无失，失贵可悔。故动于悔，而必有悔，且克实行，自无不及矣。言行二字，指及以行战，而行亦急，则重在能行也。全卦彖辞有言不信，以不能行。上六变而能行，故战急，且与真以至亨之意相应。对主说言，而困之解，非言之功，必其于行。能行则困不困，而即亦以行战葛藟之纠缠，不足以阻其必行之志，况悔其所谓，而图改善之，则前之困亦自解矣。此上六以柔在上，得坤之中，弗永贞之极，而合前缘自强不息之道也。
柔毁其眼刚之师，刚遂其中行之志，则刚柔相得，而困解矣。更何忧于孽溃哉？此爻辞为止。重在动毁有毁耳。能自毁者，则虽过无害，故以集中。坎陷不陷，对则永配，则困成亨。此上六必变，挛则未景，而有救得可食，往来井井。更何物之困哉？困之变乃为井，而坎之陷，乃生于上矣。宗主书数，一困以对合坎，则在水下。臣有则无水之象，故象辞称则无水困。以水与则魁离也。若以生卦木生地中之力，则谓水在则中，因不得谓无水。而象辞无水者，以水性润下，即以卦上下言，对上坎下，是水在则之下也，则因土以成诸水之用。若水在下，是非则所得诸水越下流，则亦越合，遂谓无水之则。如天旱池沼皆枯，源诸之水已不复存流，虽有则，而失则之用，此所以谓困也。则之用，于水为盖润之功，于物有运转之变，于中有水草鱼鳖直续之力，于外有流通平均真化之功，是皆以水为本。水而与则乖离，将何以成其用哉？此困之名，以则不得水成其功用耳。则之于人，比于恩泽。若两漏之沾配，沟渠之灌溉，皆以生成之效，为其致用之道，彼施政之所观，民德及于大众之所见，故得政之事，高则下于民；暴政之君，高则不及于众，皆以恩师为则也。则而无水，由高则之不下，而民众无以生存，此则国之困，民人之所苦也。时困属诸天，国困属诸人。困卦其言之，下坎不以水成则之用，而以显现减则之功。是上不得与下合治，而内不得与外同情。上下相宜，中外相济。困之为困，乃以时成。若就其偏，补其弊，必反其道，而益其行，则反困为井。井则水的蓄，而用可用，虽非则之大，而有巽之顺。坎反在上，以弘其润物之功，而达其生成之德。此井之既困，足以行困之时。即有卦言，困与桀同体，坎上而对下，则反困为桀。桀亦可以济困之穷。如人困穷，果桀曰：自苦自减，则不为困所害。故桀困之用，相反相成。而善用困者，必取法于桀。不桀弱，则皆弱；桀则有余。困而桀，则不中困。水用既显，显现失时，则困之道，亦谓不困矣。则上水盈，其用必丰，上何困哉？斯不过益其上下而已，如损羽翼之力也。困彖辞称亨真大人及无咎，而是文曰：困而不失其所亨，其为君子乎？此亦夫子以降。大人君子以得言则同，以为言则别。亨而真，非君子不能。以在困时，犹非君子不能也。盖亨者得志之时，一生交心。若不交而自戒慎，不失其手，岂常人所能？此达时之不亦真也。
若当困厄之际，贫贱所迫，一生恶心；若不治不恶，而洁身自好，不失其分，岂常人所能？此穷时之不义真也。今困亨真三字相连，世间穷达之时，而该生成之际，果以道言，则谓困穷；若以实言，则当亨达。此在乱世而得志者，为邦而居高位者，虽困而亨，然亨则亨，而不失其真，谓以实之亨，而道之困，亨亦困也。故亨不得久，而必至于真。所谓困而不失其亨者，亦即困而不失其真也。亨真本末也，真本而亨末，能真方固其本，真故也。甘传曰：真故足以干事，此四德之本，如木之根，是之处也。故困之，亨不足为贵；困之亨而真，则贵；困之真则犹贵。达之亨不齐，困之亨未齐；困之亨而真则犹齐。以困原不可亨，而不亦真。不可者，实可知；不是者，人亦知。此为君子能及焉。盖困之真，即夫子所谓故穷。夫子以子路问君子亦有穷乎？特告之曰：君子故穷，即明是困真之意也。困即穷，真即故。故穷者，真以处困之谓也。后人视此句，多谓得夫子之旨，不知原本困彖辞困亨真之言。困字指卦，亦指境遇；亨真则分指时宜，与所行之道。时宜者外也，所行之道内也。依乎时宜，则亨或否；依乎人道，则以真为本。此困之无论何时皆贵真，亦即困穷君子所行也。唯能真故，使能免于困穷，而不失其亨。若失真故，则困亦害，亨亦害。故困可亨，而不可亨，必以真而亨，方善用困。此君子故穷，不为穷所累，且以成其德也。若小人不知真故之意，图恨困穷之来，遂不免为时所宜，为境所迫，而自滥其行，趋于下流，不可复救。故曰小人穷思滥矣。滥字与故字恰相反。故则有守不义，滥则随波逐流，无所抵制，言如水泛滥，流下忘返也。何以彼水之泛滥？则因困卦坎水在下，托则之提防，而下流不已也。故夫子之语，全本困卦之用，非偶答弟子之问谓护其穷也。穷何患哉？困卦为困穷之时，各爻均有所困，即是在困穷之日，无论何人，均不免于困厄。在位者故困，在野者犹困，为财者故困，为食者亦困，己欲故困，家人亲友亦无不困，行动故困，诸守养晦亦无不困。此困之为亨，言天下同困也。通于一切无不感其困，则困安能独亨哉？故君子唯有致命遂至，以困待困，先自困，而后不深觉困之苦，深入困，而后可希望困之解。故初六之困以屯，即明是身以困，而面向外，则虽在困中，尚有出困之日。诸目之困，幽谷之困，皆先自困，而后求其见脱于困。出爻无位，原为由困之地，
是以系于诸目，入于幽谷，明其实处困的也。然卦自外上，由出以进，则在困地者，中妄托而向上向外，此出爻之困，谓困之始也。然困卦类无不困，出至故在出困，而所尽人不离于困，且在下故困，生于上亦困，在位故困，尽于前亦困。其困虽殊，其被困则一，此卦之以故名也。不过尽于九二纲中之德，如在内之主，有受时王绝禄之象，故有诸福方来之辞。然其为困，亦不以位而免。可见困之所谓，在位在也，皆同感焉。不过所困之境有别，而处困之情有殊。困而无困，唯有君子应真以求亨，故先自困，而不惜其免；不以苟免，而更增其困。是君子不以困自穷。民困之属于身外，则不甘其中心；民困之属于一时，则不动其内守。此之困而困，终不困也。学者要于此一深思之，则水困正合现实之象，则无水困，而内卫坎险，其能免于困。所幸者刚中之德，虽被掩而能守，守则不失其真，真故则可亨于一时。此困亨真，彖此以明其教，与人道所先。人道以真为本，方服于天之亨。而困卦内互讽火家人，二女同居，相猜相妒，终成魁违，魁反为革。故困后交井，则井井然烧定，是如坐井观天，不得其真。井亦如坎陷，则井也。陷井之灾不易出，而后未革则变异，至顶则更新。革顶之间，一固一新，艺术如是，天数亦然。火则未魁，则火成革；则水未困，则风大过；则德未萃。的水火风四大交聚，今由得水起，将终于火风。火风之合为顶，此其实也。而则与之终始不离，则对也。故对则之用，谓牵引之界。今则无水，是则用以穷。对道不复，对下以火，更何用哉？此必革也。宗主书数，二困卦各爻。君以困穷为当前境遇，君子则由困而至于亨，即心无困亨之意，自无困亨之境。佛所谓色不异空，苦不异乐者也，唯无苦乐之意情，自无困亨之意境。困即是亨，亨即是困，虽物我相纠纷，而情志无二致，亦困亦亨，亦苦亦乐。君子是为义也，得失不存于中，利害不涉于己，则何困何不困？又何亨何非亨哉？故君子为自治其命，遂其志，不问尽之为困为亨，乃能于困中得亨，而亨亦与困同化。此困卦困亨二字相连也。不过君子能同困亨而其苦乐，小人则不逮焉。是由一般人言，困自困，亨自亨，不可强之作达观。如庄视之其物，佛视之空观。此儒家兼出世世间法，有上下甚繁之别也。就人情言，所谓困与亨者，皆以生活必须为始。生之欲者为亨，穷则困矣。故困亨必自久时始，权益除养生以宜，求实以事科外。
而最观生存需要者，在平日则谓虚，在穷时则谓困。困与虚乃恰相反。虚者人人皆得所需，困者人人皆失所欲。故虚卦彖辞，即名言亦不困穷。而虚与困，又皆以饮食为重。虚未得时之日，困则不得时之时。故虚象曰：君子以饮食宴乐。而95爻辞曰：虚于9时，贞吉。困之92，则曰困于9时，皆以9时为言。无虚时的9时之虚，而困时感9时之乏，皆以卦之坎为取用之本。坎在干上即虚，坎在兑下即困。坎为生之源，在上得其功用，故成虚；在下失其资源，故成困。而坎之中阳，乃功用之所存，资源之所在。故虚以95称虚于9时，困以92称困于9时。92、95，皆坎中爻，一坎主位，实为一爻。在外则属95，在内则属92耳。虚以坎上乾下，云上于天，如云雨之润物，故能因人物之虚。困以坎下对上，沉则无水，如江河枯竭，不足以盖灌，而人物失其生育，故成人物之困。虚为时之宜，因一时之困，而皆自饮食始。小民所需者饮食，所困者亦饮食。故虚95困92，皆以9时称。此亦是人道常经，生民要计。不能盖则为君子外物而先其手，无求而乐其道也。故困穷之日，为君子能亨；而虚给之时，则凡人皆得所欲。此虚谓不困穷，亦由治平之事，丰足之时，人人皆安身乐业，更何困穷之感？故困者凡民之困，为君子以困而亨。民不得所生，物不得其养，则虽如何言说，亦无以解其困。故曰有言不信，上口乃穷，口不得食，虽甘言不足以疗其饥；身不得养，虽利舌不足以舒其苦。此坎之润物无功，而对之说言何用？君子唯有守贞以自持，致命遂至，以听天待时而已。故辞多与坎卦同，以下谓坎也。如坎初六入于坎旦，与坎初六入于幽谷同义。坎上六系于灰末，至于从吉，与困初六各爻困于木，困于时，聚于吉离，困于葛累同义。皆以身被困阻，行止不自由也。坎未陷，如陷阱，困亦同忧求之象，则坎以一阳陷两阴中，而困亦以三阳掩于三阴中，始末皆阴，则阳下失所本，外失所出，前后均阻，进退俱坚。故又如大过首末弱也。然大过中四阳连结，尚有不可抗之势，而困之阳散错，君被困而莫逃，唯幸25正位未阳，得刚中之德，有自守之资。故君子应之以反困为亨。困于时，不困于人；困于物，不困于心。则虽困人自成其德，达其道，而圣人恒极困以为其敬业乐道之基。盖不困不能自淬砺，不困不能图正拔也。越困越免，越穷越坚。此德业反因困而日新，为穷而日大。正如颜子陋巷不以为忧，且以为乐。原思糟糠。
不以为苦，反以为安。此困之亨，亦夫常人者也。困不可久，困到将穷。天以冰雪困诸生物，不久则为春。可见穷必变，变必通。困之极必亨，此常人之情。君子则无困亨矣，是困亦亨，故不知困之苦。然人情则以困为苦，故忘其速解。困至95，以有解脱之望。爻辞所谓乃徐有说，即言徐有解脱也。说亦作言说讲，以有言及俗所谓有信，如消息之意，以有好消息，即有解困之信。信者如邮传书，如花信封，必以其志，故不得速。此徐有二字，名其必至其，是有信息也。阳之息，即阴之消，消息盈虚，循环终始，故困之消，即解困也。阴阳被掩而成困，若阳息，则脱所掩而困解。上六一阴，消而为阳，初六亦为阳之父，则成天是履，阳刚的生，志意已定。此阳之息，即困之解。若对意以正，则阳得势，而为雷水解。以正之阳自坎中出，水中一阳，生于天空，遂成雷雨之象。万物假彻，蛰虫出户，是解之实用。即困之消，困以坎在兑下，兑不能生阳，而散于天空，故谓困。若正则以一阳下起，勃然而上，二阴退避，反以成阳飞腾之志。此雷水解，水火既在中艮，助其生化之用也。困之95，的全卦正位，自午反出亦成正，故有解脱之机。是闻所谓中直也。中者正位，直者直上。居正位而直上空中，则是配天下，如雷雨之润物，阳德之生成，无不至也。然必以徐而后有之，谓非本相，必待其变耳。且变者神功，非人力所逮，故成其变。至于解，必利用祭祀之受神符，时之周流，道之终始，为神载之。天以神灵，气以神行，数以神明，故穷则变，变则通，皆神之功。无神则穷亦不变，变亦不通，且不知其所抵，更何况乎时中？故中者，即也，神也。如玄物于至中，则不偏于何方，永固回环，无往不复。此神之用，莫之为而为，莫之治而治。虽不见有何机，而终古如一辙；虽未见有何行，而天下无不从。故归于神，名曰道。困之不终困，穷之不终穷，皆道所为，神所助。故时至而困，时至而解。虽欲速之，亦无其力；虽欲罢之，亦无其方。此中直之效，人必以徐解谓其性曰也。井卦巽下坎上，宣圣讲义。井与困往来，传曰井通而困相遇也。此是卦之用，兼有其意。如萃聚而生不来，皆取对待一言。萃聚则生散，生不来则萃不往。是举其一，足知其二。困之与井亦如是。井未通，则困未塞；困未相遇，则井未不相逢。非必如此拘泥，
而文字中故兼见之，景之通，由于困之变，困极则变，变则通，即穷通互异之理。困之相遇，则困在中而相袭也。景以现于所居，如上士老死不相往来，各负其景以生以息。即三代景田之治，仍存此志。八家一景，守望相与，一景之内，不复及于外，故与外界无往来，而在景中则相存问，故谓通，而不相遇也。然困之相遇，与构有别。构遇者，指柔遇刚，以五阳一阴，阴生于下，谓遇之始。困则三阴三阳，互成遭遇之象，是曰相遇。言柔刚互遇也。遇虽若有和，而不免于困，是遇不足解困也。柔自掩刚，刚亦掩柔，相遇之情，反为相忌，嫉妒之思，发于利害之意。故构与妒自近似，谓邪则谓构，忌则谓妒。困之相遇，乃非构而成妒，故皆困。阳困于阴，阴亦困于阳，故六爻皆有困，而所困不同。初三上三爻，阴也，皆困于刚，故以木石葛藟为喻。二四五三爻，阳也，皆困于阴，则非外物而属于实用所需者，故以九十、赤拔金车为喻。可见喻之所书，亦即情之所意，实用俱尽，上有所困。黄象外物，寻常变异之物上困，何况在山谷林野之间？故虽曰相遇，实反相仇。而景则与之反。景虽现于所居，而能和睦其近邻，由邻推而远之，则皆有相协助之用，故景谓通，而传称居其所而迁也。景之为通，非通一切，乃由近及远，由亲及疏，逐类相通，以成其道。故景不困，不为地狱所困也。景与困，皆三阴三阳卦，阴阳平均，坎反居上，兑反为巽，水在木上，亦谓刚中之德。92、95的其中位，而93、64合乎济济，此所以能通也。而在中户，则为火则魁，反为风火家人，由内而外，十户家人之象，故同一景如一家人。此与困之象魁者亦相反，家人内也，由内而外，推之天下可也。故景为困之反，困穷而变，乃至于景。景则困自解，而人生得安其所宜。景自象景之行，而有条不紊，又如井田之治，平直皆成方，谓以犯人生，而有所守也。又井之意，不独汲水之井，即如井，亦由井来，故卦上谓坎陷。若陷井也，又凡掘土深入，无论有水与否，亦井也。如渊井、枯井或矿石之井、葬埋之井，皆井卦兼具之象，不限于己隐灌溉者也。故爻辞有无情，则指陷井也；有设复，则指于井也，而皆不外于井之道。井卦之象，上谓坎，水也；亦土之现下也，下谓巽，木也；亦风之动变也，风行水上，而反在水下；木以水生，而反成水用。此井之道，不外水木之和，风土之虚，
阳多在中，阴多在外，则水之德，亦取于火之助，以3至5户理也。水火既济，为人生日用所关，终爻服之，故井道实民生之本。今虽废井田之制，而井之有弊于农耕及生活者至大。此周亦以之与困相济。困穷由于不得其养，井则得养；困厄由于不通其行，井则能通。故解困者井。所谓困于上必反下，故受之以井。井不离田野，不远于民众，此民生之源，国家之基。所谓下者，指凡民也。民人在下位，非如在上位之官吏，其生习动作，皆国家之根本。而要在能给民之食，育民之身，以安以和，以藩以树，大哉井乎！岂止一木一水之劳矣哉！井改亦不改井，无丧无德，往来井井，弃之，亦来遇井，雷其平，凶，宣圣讲义。此井卦彖辞也。井困往来，困穷变井，反为不穷，则以数极必复，行极必反。困之反为井，穷之通，未得养。井以养民，其利在下，国之本也。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本。民的食，则生之本立；国有民，则邦之本固。此井养为天下之本。凡民皆依井以生以存，以藩以习，故国可变，民不可变也，亦可改；井不可改也，民变则合国，井改则合邦。故井卦彖辞，改亦不改井，为本不能改，而民不能失所生存。民众虽赖国之宝，义之具，而非生存之本。井则生存一日不可离者。古之井田，犹未生民之源。后世井田至废，而井道终不可改，则以日用即饮，为日食之本。灌溉耕种，为生息之源。他如计河沼之用，筑浊荻之功，及仿井之形以作井，或开矿，或养鱼鳖，或为埋葬之需，一切有类井者，皆井之有益于民生者也。而罪者，即饮灌溉，为其首要。时人生不可一日无者，成事之人，或不觉井之需要，乡野之忙，无不依井以生息。近人颇不知井之用，以为河渠之利，有待于井；于水之责，有甚于井。而忽于古人重井之旨，是谬也。河渠之利故大，而人力不易为；雨露之责故肥，而非时则福德。故防旱者必赖井以诸蓄之，沟通之，分配之，是井足补河渠与泽之不足，且将以光大之，发扬之也。此井之用，为民生不可少者，而义则千变随时，井则存留永久，以其长保人民安居乐业。在我从农之国，犹未要焉，故亦可使改。井不可移，移井则失其名。井与田地相连，无田地，即无居民；无井，亦无居民。井在民，如是之有处也。此句明井道恒久不易改废，亦即是民生重要不可忽略之旨。盖井在民，为日用饮食事务。诗云：民之职矣。日用饮食，井之所关，亦系于事，故无丧无德。言其所谓，
慎切近而朴实，即使所谓直则的丧具为，为不与于天下安危，时事治乱，而为日用饮食之求，故功不足以为荣，过不足以为辱，以在下也。等诸细民，浑浑噩噩，无贪无欲，故无丧无德，得失不存于心，则地利何有于我？古之治民，皆本此道。民为乐其身，视其腹，无思无虑。诗云不是不知，顺地之责，故守其位，安于分，而无所志求，亦如景之自在。不与于湖海之阔，则风浪不生；不类乎山野之大，则摧毁亦少。此景之为景，由于困来，为困以求通，遂悲其志，爱其行，以胜于荣枯之感，忧乐之情，自由自在，不离不及，故往来井井，有条不紊。各守其道则不争，各安其居则不妒，故能井井往来，亦如井田之畔岸也。又以井字，平数成方，上下如一，井田纺之。凡其一方正不分乱者，谓之井井。井卦之形亦如之，阳在中而得位，故能方直不斜，外柔顺而内方正，合刚健文明之德。夫直方大之形，乃往来井。井如有犯之者，即至即自勿作气，即止取水于井。若气则由气也，己急也。失气可小康，与井无关，应改正之。即至亦未遇井者，言取水者至井，而未持梗，欲梗也。赖以及水者，既未持梗，则欲及亦不得，是徒未及耳。故世文称谓有功，言有井之用，而无及水之功。有负于井，非井之救也。急者且至，而忘其欲，是仓皇失措之象。以水在井，非梗不出，则未备御者，虽至井，亦无方使得水，而以雷其平。平注水者，因不得水，而用不着，故曰雷。言其失平之用，如物失用，遂谓雷弱。未平不得水，故谓雷。以平空也，空乏也，不充也，不足也。雷即不充不足之意。有井而无梗，有平而无水，是物于民，而乏其实，故战凶。不必以平喻为限，凡不足以致用而收功者，均可谓喻。盖井之道在时，时而有济民生，方称其用。今须存其名，将何贵于井？故凶。由曰害也，害于其事，即害于民生。井之为养，原以救困穷，今亦不免于空乏，则何养哉？故曰凶。以井之道，本无得失，而井井有条。若背道而行，反有空乏之忧，凶害之咎。此事在人位也。人之井之急必以梗，平之充必以水，而先悟其要，欲善其事，则井不令于急，水不乏于平，则何凶救之余？故彖辞言井道，必重视之，无以其细，而乎其公事，忘其备具。即欲细民虽无关轻重，而生习之源，安为所系，必实为辅字，多与怀安，以得其心，方得保其国。此利用复生之政，不可缓也。
民失所生，则离心；离则为。民不得生，则怨怼；怨则乱，为且乱，岂非凶害乎？故此贾玉平，以欲民政之不可有失耳。即改易一句，以民视民为贵，国为次，景为重，义为末。义可改，景不改，国可变。民不可无生。民之与上，如景之与极。国家之财，皆资于民。欲取民财，而不为民求生；欲充盈其府库，而妄为民人辟其来源。是何一极而无欲，贫而乏水？安得不占凶哉？瓶中之水，井所出，井无其处，何以盈而知贫？此言外之意。文王愤殷纣，图之据露台之财，备据桥之粟，而不依恤民之苦，取之不以其道，敛之不量其情，是以假及景雷平之凶，为欲讽刺之意，以不敢直言，恐于咎不测耳。故义辞往往委婉如此，亦其上下文义，自得其旨。彖曰：巽乎水，而上水，井。井养而不穷也。改亦不改井，乃以刚中也。及至亦未遇井，未有功也。雷其平，是以凶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井上坎下巽，巽为风为木，坎为水，以巽在上为风，如同体卦，风水患，为风行水上之象，而益其上下为井，则因为水上于木，以风不得行水之下也。故象辞木上有水，不曰风，是同一巽，是其谓上下而异其名，不得仿换卦例，称风行水下，或水行风上，则当称木。木可在水下，水亦可居木上也。但是彖辞，不曰木，亦不曰风，竟曰巽乎水而上水。此亦人或疑之。巽者卦名，非物名，而卦之取义，则巽顺也，入也。此处盖取巽入之意。由曰巽入于水中而上水，上由深也，举也。深举之始上，曰上，非水自上之意，则以风源在水上，即木之生育既成，亦高出水上，是巽不得在水下也。今井卦巽在坎下，只宜称巽入于水，而生其水。水深则为风为木者降，水上则巽下矣，以井之象，故如是也。井中有水，欲及之者，必以梗坠木具，如桶类，使之上，是木入水中，而及水上也。故曰巽乎水而上水，斯名为井。井之成用，不得离水木，亦不立乎木入水，以上水也。故井以木取水，木源在水上或水外，以取水则必入水中，或沉水下，如江心泉之极者，以长梗坠桶，直达江底得之，是在水下矣。其他井虽不尽如是，但既称井，总不外以木上水，故水在木上为井。井以养民为止，民既有养，生乃不穷，故曰井养而不穷也。此穷字，不独指井之用，亦是井为困之反。困穷则井不穷，改亦不改井，以井在下位，为国之本，民人之源。民富于土，亦富于井。民不改，井亦不改，而在卦言。
则二五皆刚，刚中不变，此不改所由来。未失刚中则改，改则无复谨之用，故曰乃以刚中也。名言事理故不改，即卦爻亦不可改。然困一刚中，其他刚中者多，何以仅独不改？是必合上下卦及中爻观之，困之刚中，而坎水反在对下，且中爻6、3、9、4同于未济，不得向井，故名困。井则坎水在巽木上，9、3、6、4同于济，故向井，而不能改。改则非井，无论改其一爻，即不为井。井道必本济，以集水而上，以润物，以饮食，即凡生民利物之功，皆济也。济则有成，有功可言，有用可者。思民物所必重者，即治一夫御井，即自务器，人照改正，以其欲急而为持所需之梗。是井之功不昭，虽水在井，而不得出于井，而有木有水，不得尽井之用，故曰未有功也。急者至得水，而忘其备，是未尽其心力，将何功可收哉？且井之为用，人所备也，其汲取应用之物，亦人所知，而不惧焉。是不得则诸井，以井故未废，亦未枯涸，犹存井之用，而不见其功，是非人之咎乎？因其不得水，而致雷其平，此又可见平之无咎，持平者之过也。人不知自责，而委诸井平，推于其他，则所招致者，绝非福利，故曰是以凶也。言凶将由是而来耳。或曰未遇井，梗短不及全也，雷其平，气小不胜任也。言井全深，而所持梗不足，及水多，而所持平过小，皆不相称，遂失其用，而占凶。此亦一义，总不外人事之未善，工具之未良，强欲图功，反见其害。是一人不能用井，而复井耳。辟之使人不如其才，欲下不以其道，爱憎之见，取舍之思，不计其成，徒训一己。是有以短梗及深井，将小平取多水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是闻名是无功之由，占凶之故，彼人之自反耳。夫井道水在木上，是必以木及水，而必使木入水中，抵水内，方服卦用。若梗不及水，则木在水上，是反井未涣，涣散之情，犀利于物。何况雷其平，所持者以狭，所持者亦盈，气小不能与大，才细不堪用弘，则不胜任之凶，有如鼎之折足而复速也。是谓遇井者但无功，而未见害，而雷其平，则有凶，是又过之。坎险在外，巽入在内，外险内入，其情亦乖。有以巽懦之夫，当兼险之责，愤世必矣。内巽而至入，是苟且偷安之象；外险而易陷，是电为多变之时。此就上下卦一言，故不免有未遇井之咎，而恒履雷其平之凶。智谋未周，勇力不备，勉强侥幸，何以言功？狭隘未喜，安能免祸？此井道以其平庸而成用，亦以其简陋而干凶，其得其失，
正可互参。相曰：木上有水。景。君子以劳民劝相，宣圣讲义。此景卦象辞也。坎在巽卦之上，辰木上有水，故名景。以水为井中汲取者，在木上。若以他木具胜水，或水没木，或沾如，其象不常见，亦无关乎道用，故独取井为喻。大过以兑在巽上，曰则灭木；易水在木上，而易于井，则对坎原不同，则中之水尽没木，亦易于以木取水。功用既殊，情志亦别，则风大过，为木被水灭，水封井，则水为木生。是大过木不与水协，而井则水自与木合。盖井中之水，地下之泉，乘木而出井，成其养民之功，润物之利。是水故赖木以达其用，无木则徒有井，而无以昭其功力。虽有水泉，无庇于民，无济于物，又何取乎井哉？故井道本诸水，而成诸木。二者合而后者其功，大其利，是井道。人之润泽，由云雨为天之润泽也。云雨本诸天功，井则成于人力。此人足以济天地之穷，助生化之德，于井道可以见焉。如天旱之时，交河之地，不得两水之配润，又伐河沼之灌溉，则生物将枯，民失其养，物失其利，岂非天地之穷乎？为人隆井以补救之，掘土及泉，则地中之水可出，深穴储水，则云雨之鱼可流。是以有生物之功，养民之德，人之利也。然创者人事，继之者亦莫非人功，立其本源者人谋，而发扬之光大之，亦莫非资于人力。故井道始终由人成之，而必依于天时，合于土，宜备其物事，方可有纪。故井道必合天地人物四者之力，以治其用，而永其利，便于行，而大其功。此井道本人道以久以宏，以光以远，民生所赖，物力所资，为国家之基，乡野原习之不可少者，故亦以列于卦焉。井之成也，民亦安其身；井之利也，物亦兴其利。故君子无时不重井，而其要则推井之利，以为民利。尽井之方，以和民情，则上古井田之治所由起也。井田者，化田以井，而井在田中，为民者，又同引用于田中之井，是同井。由今同村同里也。居处不异，耕作以时，亲戚相邻，作息一致，此我从农之国。其俗习皆指井为泽，故君子应井以上农，推井道以治民，则象此所谓劳民劝乡者也。劳为劳也，兼勤劳之意；乡者助也，兼保护之意。以井道本于农耕，农事必资于勤苦，必互为匡助。所谓30劳力，而后的秋获。居民居处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出入相顾护，而后民情倾慕。此乡村善良风俗，至今犹存有者。君子居其位，为安民卫物，以能安其身，乐甚也。衣食不愧，事处有资，养生送死无憾，忧喜吊庆各如其情。有事则治其劳，
合其利，无事则通其好，同其安逸，则农事不废，而民居日洽，情谊易笃，风俗日厚，善则劝，过则规，恤其烦忧，慰其苦痛，其志也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鳏寡孤独，废疾皆有养，养之以时，教之以时，男女嫁娶以时，则民乐生，而无怨怼；家户自给自足，而无饥寒病苦之情。此上是圣治，时有取于谨道者也。故劳民，则民虽劳不怨；劝相，则民虽舍己财物，而无吝啬；竭己心力，而无得色。是以农耕及时，无荒欠之余，有助自治，无孤独之患。家以田为生之本，田以井为利之源。其他蚕桑棉布渔畜森林举可以为利者，皆衣食兴错，无不井井。民何穷困之忧？物何苦与之叹哉？故井之功用，不可尽矣。因其用而治之民，则君子之责也。民之怀土而来归者，虽逐之不去，何患乎伐用？士卒民己以自足，利众己以自利，无他。劳民劝相，尽其心，竭其志，以培其本，而训其源，则如汲井，而有不得水者哉？是井不穷，民不困，国又希穷，上又希困乎？知其本，而治利焉，则是非难为；不知其要，而图汲汲取于民，则将井以自困矣。故象辞以劳民劝相四字，民视之不可缓耳。有国者其责诛。初六，井泥不食，就井无情。宣圣讲义。此井初六爻辞也。初六巽之初爻，亦坤初六，而在下，与上六四阴，皆谓柔，重柔无刚，地位右下，故曰井泥。泥者，井地土也。井之下，蛙生之处，唯有泥土，则不可食。井以水为食饮之功，即至生及泥，故不食。言不可食，不能食，亦不宜食也。地位洼卑，性质阴浊，沉淀于底，乌丘难堪，不食，犹不用也。前以刚在下，犹曰勿用。坤之初六，履霜坚冰质，未阴时凝，亦不用也。故井初爻，井泥不食，即无所用之意，言失井养之用耳。而汲取至泥，可见其无水。无水则渊井枯井也，即非心决之井，故称旧井。旧井者，有井之名，无汲之用，有深陷之穴，无水泉之源，则由陷井也。初与四阴，未坎之下爻，合出二三四，亦大类坎卦，以两阳陷入两阴中也，故曰无情。情为设井以捕捉鸟兽，今既非真井，以旧井以何有四井，则无禽兽可得。爻辞以初六阴柔在下，既不得及，而泥不可食，又不得为井，而无所擒获耳。禽骨一字，非指非鸟。盖大象虽类坎而非真坎，故有陷井之形，而无陷井之效，有深陷之穴而已。既不为汲水之井，亦不成捕兽之井，总不外出爻不用之意。出爻不用，
非卦之咎，乃谓之悲，故不用。无吉凶可言。象曰：谨泥不食，下也；就谨无情，实舍也。宣圣讲义。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初六是爻之文，恰与干卦初二两爻，是辞同。干曰：潜龙勿用，下也；见龙在田，实舍也。今何见于一爻？人多未明，则以谨虽非干，而全卦三阳三阴，原备乾坤之象。初六虽未坤爻，而九二九三九五，则干爻也。且九二主内，九五主外，九三得中，三阳皆得十位之正，有服于干行健之意。故于初六，备见前初二两爻之辞。辞由象生，象由用见，用之所备，象乃者焉；象之所兼，辞乃何焉？谨之初六，应在下，故与乾隆同一下位，故曰谨泥不食，下也。谨泥属阴之物，不食与物用亦相近，以龙之前，亦必于水之底，而泥在井，亦由龙之前，皆深藏于下，故曰下也。是谓同在下，而用亦同，不以阴阳异其位也。阴阳未出于地面，则其用不明，则不分；不分则同。此事文君称为下也。但就其位言耳。就谨无情，而曰实舍，与见龙在田同，则以见龙而在田，人为下位，而非九五之非龙。在下虽有位，而龙得位昭，得失呆朴，有其位而无其德，则不可据言进取。故曰实舍。舍与取对，又失也；与舍同，舍即不取也。盖欲成其德，达其用，则必先舍。实舍而后可实取。实者即实。言见龙而在田，犹亦逢忧患之地，以田不能快龙之志，则不得有图于雄飞，有计于大祸，故宜实舍。舍又止也，即不前也。谨之初六亦然。既在下而不可及，虽有陷阱之象，而当不用之时，则不宜信徒有情，情即祸也。德也，与舍自对，无情无德，即无所取，即舍也。言就谨不为谨，自不悉有所得。谨显的，舍谨者故悉有德，而初六非舍者，故无德之志，此宜舍也。又舍谨，利物之限，而行人则重在远避其害，是临谨者宜舍也。言之止也，止不误前，免陷入之灾。是实舍者，为己言，以舍所得；为人言，以舍物尽，皆实之宜也。既无获受之心，则舍之以全物；既知可陷之害，则舍焉以利行。故是文曰实舍也。以谨既不宜自陷，又不轻以陷物，虽初六阴显柔媚，亦陷之地，而以九二在前，光明可照，则自知止步，而不终陷。此虽有谨，而无情也。于人然，于兽亦然。人之有险而避之，兽亦之可陷而远之。盖非真谨，上无所负，一见即知也。若果未谨，则不亦避远。今初六与九二近，故无所避，而就谨终不为用矣。此是文之意。以干初二爻位相类，故同其文，使之谨之道。
重在养民利物，而非杀民害物者也。当本干民得普施，以后其俗，化其民耳。92. 禁锢射覆，瓮必漏。宣圣讲义。此禁92爻辞也。92居内正位，与上95阴，内外皆刚，刚中之德。连前93，两刚相接，柔不与谐，紧而约骨。言其在骨中之紧，亦地位卑洼，如困出六幽谷之意。紧以血土的泉，而骨在山中，虽有水而非江河湖沼，则虽有井，而非鱼类养畜之处，已在山谷中，不得鱼。鱼之蓄养，必于池塘；鱼之富多，必于江海。今井谷之中，不独称鱼，且称射覆，何也？覆小鱼，亦深浅水中，而曰射者，可见得覆，非其志也。射翼者，田猎禽鸟之所用。今92射覆，而在井谷中，则亦由彖辞所称所持非器，所备非用，与是不是，虽得异性，故爻辞不以为吉，不称其利，所行既利，所获亦为。井谷虽可用处鱼，而所处之鱼乃覆，是既备井之用，则其功亦不足言。所以取覆，非罔顾，非吊丝，而为公使弹丸所射，使所持者不累，则所得者亦不足数。盖92重刚，刚过一舌，刚必好自用，虽有其位，不称其德，故行为乖戾，以井之利在养民，在利物。今乃以得鱼，而不足言，所持者又非所需，则复井之用矣。不过既称射覆，使以有德，犹未失其志，在意以之利而已。然井犹在，及水者，犹如平曰，则其用未废，不似出爻图存井泥而无德，故有覆，尚可及，而以所持未善。鱼然，于水亦然，故曰瓮必漏，则以持之具，亦如彖所称雷其平，平小不能多容，瓮必且漏，则不能久存。是即犹不得，有水犹无水，有井犹废井。不过井字不合，不似出之图泥，而所持必漏之瓮，则更不若彖之雷平。雷平尚可略著，漏瓮则将何以息归哉？是92之刚，不得其道，不是于井之用。虽有德，亦不为功；虽有水，亦不为用，则为其小，而失其大；贪其易，而忘其难；民于私，而昧于众利；误于偏僻，而害于重要之行。此则君子所弗取也。而爻辞以为喻者，喻人之刚过之害，而介于偏私之情也。井谷虽广，而人之行不称；井泉虽富，而人之具不备。故图得覆，而无他利；图见水之漏泄于外，而无日用及引灌溉之功。是92有覆于井也。象曰：井谷射覆，无语也。宣圣讲义。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以爻辞所称，系有92过刚，不得所与，故行乖僻，而所成悖谬也。无语，指刚不得柔相与，不相协也。困卦94是文曰：虽不当位，有语也。明爻辞有终之由来。以困94，下与出六阴，
一刚一柔，的相与谐也。今井92，所因者95，同谓刚，则不得与谐，故曰无与。无与则无所调剂。刚以一刚，内则刚必自用，不乐人言；外则刚强独行，不复甚密。故所行为乎道，而所至亦无成功。如于井涉覆，则非有得鱼之情；如漏瓮汲水，则难忘得水之利。是其失在不察也。而不称凶者，则以正位，犹能自全。故腹虽小，而犹可设瓮；虽漏而未获，不过徒劳无功而已。此正位之可贵也。设益其位，则灾省至矣。故彖以来遇雷平战凶，明其无未必有害，由是推之，井道不可不慎也。井之功用故大，而必赖用之者尽心备物，则以上下刚中，所得在事，所失亦在事。戒慎恐惧，斯有的无失，否则得不偿失矣。93. 井泄不实，为我心恻，可用疾。王明，求受其福。宣圣讲义。此井93爻辞也。原并字，系求之额。93位巽卦之中，上与64同为人爻，一刚一柔，恰符既济。此井道所者，济则有功，而3、5同宫异位，皆为刚。93在下，故是95有相求之志，虽两则不协。的64在中，合成离，为文明之象，故95为王明，以的位而明德下临。93受其福也。然93刚乖刚位，在井之中，井中有水，足资即饮。以上与上6阴，外柔内刚，不能自固，则井水外泄，泄也。水由井泄，则不堪食，已非原水，不复洁净，而异于出之井泥。出在井底，污泥不食。3在井中，泄水不食，不食同而所以不食则异。93宾于64，在卦位及己，亦有流通之象。井与江合异，非流而未泄。流者水性就下，其力甚朴；泄者水泉甚用，井之弊也。因其甚于外，则污浊之物亦混入，故不食。且水甚日多，食者日少。备井之道，有利于为井者之心，故见其泄而不食，且为我而心恻也。绝井之机，图成圣泄之行，是弃其前功，与9仞不及全，犹未弃井相似。但不及水者，力之不足，由人之咎。有权而任其泄，则非为井者之过，是后人不免转前列，而轻养名利物之规，则有心人不觉，乃恻然于中，而内疚也。恻者悔之机，不曰悔者，以不及悔也。则井虽泄，而有可用，即源非浅，而泄不至河，故不食者，伤其水之不诛；而可及者，幸其井之犹在。是93之用，得失各半。以主井者上有人，则何必自令自情，而忧虑无已？故立于王之名，而求之则受其福矣。王者谓之尊，95也。内应92，而护黎明，刚以加柔，如服之下席，故因井之泄，而心恻；因疾之功而求亡，是可转祸为福。
因害为利也。在井之泻，水源不穷，推之于王。政虽滥施，而恩则可佩，是为火之名。允其求而受福也。由中爻92、93、64互成对卦。93在中，故有恩泽下吉之象。对月泽，而用朝于下，以一阴上于两阳。阳真成云，与配为泽，而93受之。是人是谓王民之下施，于天时谓与泽之下配。仅因之而可及，不以谢而忧。民以王而得养，物以王而成利，是王之名。如天之与泽也。象曰：谨谢不食，行策也；求王名，受福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93内卦之末，以望于外之64、95上6，两阴，相互以协，时不为道，故居心测达，不以一己之私，忘大众之利，故谨谢不食，而心测也。不食，包不可食，不能食，不得食言。我自不食，或人不与食，皆不食也。爻辞特皆为我二字，明其在我不食，由于我之心测，而是闻行测，则兼指凡见者皆测。行测由曰所由测，以见谨谢，遂习之而不食。即行路者亦同测然于心，谓楷夫是道之非也。诗曰：我观周道，彼黍离离，盖不觉自心之悲也。谨者圣人所以养民而利物者，其用在水，今任其泄，岂不伤乎？故不食又不忍食也。心测然于谨道之废，民生之穷，物力之弊耳。谨所赖以救困者也。今且失其用，则将何以免于困穷？故不得不为之测坦也。然以可及，犹可纠正之，则必假在位者之德，故转而求王之名。求而有德，则众受其福，以王之名，故求之有情。若非明王，则方信其谢也，而不复念及民物，不念及先人，不知创业之艰难，则得失亦不下及。是求王必以王名，名则不须求矣。行于恻隐者，人之端也；得失及于民物者，人之成也。93人爻星号，有人道表律之象，故待民物以求于95，合成文明之德，则虽谨谢，不足忧也；虽不食，不足害也。王民则可使谢者不谢，而不食者食矣。谨道本以在下养民，而其功则必在上先养其民。故92、95刚中之德，为权卦所望。象辞称君子劳民劝相，亦正欲上之养其民，利其物，上失其德，民失其养，物失其利，则谨失其用矣。故谨泥不食，以其下不成用也。至谨谢不食，则不得委之于位。当食而不食，非思民食者之咎何？而在下者，不得职责其上，唯求其亡。亡而民，则民之福，一国之福。干92所谓得失谱也。93代95，宣其得失，则无不受其福矣。求自明93之情急而忘切，亦本心测而来，以待众而求，非一人之力，不得则其产上也。系一辞指自之，以93上6为正阴，上无位而位柔，不足以待众，故求者为93也。
64景胄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景64爻辞也。64外卦之始，坎也。而柔爻柔位，丙坤后载之德，居93、95之中，有黎明之象，而与出阴，亦重柔也。柔得助，而善培其机，故曰景胄无咎。胄瓦砖之属，为景之虚，景以掘土的权，而必弃其外，以防其意，坚固其井口，以利于吉。此亦景道不可缺者，而何以见于64？不在出或上，则出上无位，其用不昭，出见景泥，而未就景，可见其非有坚固之胄也。上6高而失位，景道以穷，景用以收，故亦不备，备亦不着其功，为4在中，而柔之所重，柔以4始，故见景者，于此据其胄，胄据则景成矣，故无咎。善其事者必先利其器，景道不改，必以恒久为本，故胄之据，欲其不避也。因吉者重，易于毁伤，则有景将不适于用，以胄之利，而后景可坚固，是胄可免于毁伤矣。64柔也而用刚，故免咎，亦不偏胜之意。4与2同宫异位，4多据，原亦得咎。92以刚在中，且有瓮蔽之余，射覆之力，则64宁亦自全乎？为其的居两阳之中，如人目睛，象景之口，现而不现，显而无显，是有胄之功。柔以成其刚，阴以协于阳，此所以无咎矣。况近于95，则得君之性；介于93，则护济之功。吉者以为安，景亦以为宝。此坤安贞之德，后载之功，如坤64也。景既全其外貌，其养民利物，异于焉民。体既备夫安贞，用又达于利济，行既服于后载，功且协于自强。64人爻之外，人道法地，则景胄之意，由巫之有机助也。推之于事物，皆有贞固之谋，而免患难之害，则可久可大，民人之所依存，岂图一井口之为哉？失的所宜，失错永当，则居中域外，柔能胜任，道之器也。象曰：景胄无咎，修景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景胄以细事成大用，乃修景之所需。修由作也，又整理之，补器之也。人之修景，如修其身，身有未修，必受其害；景有未修，必见其弊，则行之所重，用之以大。无胄之景，如未修之身，身之未修，将何以其家治贫？景之不修，将何以养民利物？全流为其本，而景不得无贤，如江河之岸，池沼之堤，皆以防水之泛流而溃决者，唯有胄以维护之，则景不弊，而泉不泄，极不尽，而人不涉险。故修景在坎之始，以坎险易陷也。人道之宜，自免于咎；公器之备，自增其利。未景如是，未道未得，何莫不然？故世文特以修景，名爻辞无咎之意也。95景列含泉。10宣圣讲义。
此仅九五爻辞也。九五全卦正位，有干飞龙在天之象，而以卦位坎，一阳现两阴中，下位巽，九二位阴，众刚不协，故以呈现象景之寒泉。以刚阴为烈，烈清香也，气清，味甘直洁白，烈如冰雷，阳从阴化也，故曰寒泉。以卦为井，以有甘泉。九五正位，宜得甘泉，土以阳之身现，虽干而不免于寒。寒与温对，有体炎，则寒逊于温；有用炎，则寒胜于温。盖寒泉宜于实，温水宜于浊。坎主水，为寒地，当岁之冬，亦寒时，故列寒之泉。九五得之，而宜于时也。此时自与初三不时正相对，不时名其不当位，不宜时，时则当于位，宜于时矣。而全卦仅九五一爻的时，可见时之匪易。人生故不能无时，而不能不择时，必以宜时始时，不宜则饥可致死，亦不时也。井之养，以民的所养，而亦养其君。九五之时，君时也，必民以得时，使能甘其食。若民无时，虽食不甘。九五中正之德，故得时而甘，虽寒而不利于太和，虽全而仍保其清洁。此刚中而当位，卑以而勿辱，恤民而有恩。高则下于民，则民奉其实。如未井者，得列寒泉以食也。六四修井未得食也。九五列泉，使得其实，而见圣人先民后己，先事后实之道，不独于己井然也。象曰：寒泉之时，中正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九五的正位，居中以御下，即九三所称之王。王正位，而行中道，其德极乎众，则治道之成。而王亦享其福禄。如修井者，得寒泉之甘以为食也。此食自包有食报之意。所谓于食有福，非徒食之福，乃食福也。福者得之报，食者功之果。有食即得报，即受享其功果也。井自出至五，前皆不得食，非不得食，不能食其福耳。九五有中正之德，使客享受寒泉之时，可见食之不易。必先自明其德，自勉其利。德日昭，利日积，则必食其报。而食自一包人己上下言，我亦食矣，人亦食之，上亦食矣，下亦食之。此前以美丽利天下者也。九五干主位，故天下皆得食王之时。此九三所谓福也。食虽指井泉，而井所得者，不指泉饮。凡可以养民利物者，皆井之功，皆寒泉也。民得其养，物得其利，皆食也，皆如食寒泉之甘美也。故世文特以中正二字，明食之由来。谓非其德位不能食，德位中正，斯得其时。一人的时，上下无不食，此方能称九五之时，以其称中正之德也。井以养为用，养以食为先。九五时养以治，天下皆乐其身，安其业，则列寒泉，何异乎天之灵雨？得之江河，其利其功，不可限量。而九五何谓哉？顺天之道，
尽德之力，养人民之身而已。故无为而成，景之道已成，国天下以治以平，则更何忧乎困穷？何于乎民食之不足，物力之不充？又何患乎府库之匮，财用之竭哉？民皆得食，则垂拱而治；物皆得用，则天下康宁。此中正之道，以其未昭其德也。习义者，当于中正二字细思之。上六，谨收物目，有福元吉，宣圣讲义。此谨上六爻辞也。上六居中极之地，谓谨道之穷。谨至此以江中之时，用意随之而进，故曰谨收。收由毕也，罢也，歇也。谨之为用，原无穷尽时，而卦爻则有穷尽，不曰谨废，而曰收。由农业之秋也。农以秋收为一年工作之中，一公鸡之成，则事业可暂罢休，而失错亦告结束。收其器具，歇其工作，如收业然。且古时谨之所在，为士之所在，是就谨地，辨农民之交易，利居众之取舍，有无相患，生息乃全。故收自兼事言，即收事也。谨收事亦毕，来集者既散，致事交易者亦归其家。谨故不必复张，市场亦不须再设。而谨之利益者，是之用一朝。上六大中，本坤代臣之德，故有收成之战。在初爻谨谓未明，谨道方始，尚无收获可言，故曰无情。言无成就，无情获也。至九五，谨道大张，谨用权见，故曰时。言时其攻击所得也。过九五以上，又非当位，不复如九五之时，而积之以久，治之以盈，则曰收。言如农事既成，五湖必登，存之仓库，储以备平日之需。是收自不图只是谨休息，且兼指谨之功，力既备，收获已多，更宜赃于府库，留为日用，则收者，收赃之业。凡谨所得之利，皆有其物，皆可处赃，以为久远之计。亦如水泉在井，可诛之待时虚也。既曰收赃，应及时为利。若过时不赃，将耗于无用，或弊或损，皆失谨收之旨。故曰物目。原文而目字，目由迟也，缓也。物迟缓言不及时收，则暴气之咎不免。有谷物季，熟宜及时收储，勿使烂废，无彼损害，以重民生，而习物利也。又目自包日木言，则以谨包事，谷者日中未事，便于民众即饮，而不误其工作，则有定时开放之志，且以市之所在，人众聚集，品类不齐，亦未宵小钱宗，盗贼窃发，故定于日中，恐天晚为匪人之利也。故曰物目。亦古时无明灯电器，宜至日暮，即黑暗不见，贼匪四行之时，良民亦遭其害，故日中未事，时防度其祸。凡灾害无论天灾人祸，发于光天化日者，少而易防，故不独盗窃也。此物目二字，包收市之时，及收赃之际，而以谨言，则重在民之劳机，物之功利，以早为保存。
勿使迟晚。凡义辞皆从相来，以坎错离。离有日仄之阶，故不宜慕。且尚未穷极易变，不可长久。亦以早时未得，有夫原籍者，以上六纪在上位，柔以就刚，故有夫。且与中孚音，95上6出6 9 2 9 3亦大类中孚，而非真孚，故曰有孚。亦有何耳？既谓景道之臣，时即民物之利，故占原籍。象曰：原籍在上，大臣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爻辞称原籍，而在上位，上乃穷极之地，宜便与景道反。何以占极？则以景道至此大臣，景道在下，而下卦多不宜于行，上卦却见利。至95始时其报，至上6始为大臣，故以在上占原籍也。原籍在上，与履上6大有庆也同义，皆本卦用，必至上始者耳。景以养民为本，民养其上为用。94以下，皆养民之时，亦劳民之时。至95始得民之养，至上6，则上下皆得养矣。故曰大臣。大臣由太臣，亦与太卦因。太以9364符既济，而平卑往复，于时有福。景亦以中爻9364，与太同，而35受福的时，是景之臣，与太相似，故爻称有福。即因与阳有所符合也。以有福而得占原籍，则原籍者，景道之中，原与真相往复，真之近，原之始，故曰真下起源。真者地道，原者天道。上6原籍，即明示的能成天，下能奉上，人能合乎天德，而上能得乎民心也。天与民归，非大臣而合，是要在95之中正耳。有95之中正，乃服上6之原籍；有在上之情师不辍，乃得景道之时报无穷。上6原穷，以其善积，故无穷。此爻辞称收，而是文曰成。收即成也，收成者，时报也，不自修积，将何收成？此贵在64之修也。上6与93阴，刚柔内外一服，宜其占原籍矣。穷而不穷，则困自不困。此景之所忌困而称不穷。官夫原籍在上，亦可见不穷之意焉。宗主附注：景卦上6，占原籍，为易卦中少见之例。以上为穷地，穷必变。而前各卦，如履大有一大处等卦，亦以极占，而皆为刚爻，如履上9，是履考详，其选原籍，是曰：原籍在上，大有庆也。大有亦称吉，宜上9则曰由宜利吉，大有庆也。是履以两卦之上9，皆与大有上9相通。故是文曰大有庆，名其位虽吉而得正名，得名于上，则配于下，故天下皆有庆。书所谓一人有庆，照明赖之者也。然此数卦，皆以阳在上，若景上6，则阴也。何以亦如履称原籍在上？后人多有疑焉。要知履之原籍在上，与景原无不同，虽一刚一柔有殊，而上位不异。前以将出上爻不分阴阳，详加论证，则以出上无位，虽有位而用不明。
犹无味也。故甘传上九曰：贵而无味，高而无名。可见上爻亦痛出之物用，味不足称也。味兼时言，味不异而时有变。全卦至上爻，时已尽矣，如一岁之中，故不得称味。由岁已尽，不得复称时，谓其得用以穷也。必呆斗转心移，历季更始。一岁之首，未时之春，方者其用。世上未用之不明，即刚柔之不复分。初如婴孩不分男女，上如年老亦不分男女。未以失男女之用，则虽有男女之名，无男女之实。故初上不必以九六之书，有宜其战之异同也。景之上六，正与履上九同，皆未得至道宁之日，功成行满之时。故履未大有庆，景未大成。庆以情言，成以事言，皆全体成熟之象，如农事之收成也。盖卦占元吉未至吉，元者是也。亦如第一，多数二五正位或中爻，而在出或上爻者，则例外也。必以卦用所观，时位所合，然后见之，明其必至是时是位，使得之也。履之上九以礼制之继承，景之上六以民生之计岁，亦关于教，亦关于父，皆治平之本。既有数众，必先复之，此敬仰所宜重也。既争富裕，必先教之，此礼教所宜尊也。履以礼教定民制，景以实养安民生。其德集于民，其功垂于后。位亦重，德亦大，时亦勇，则亦宏。故必至上位，方占元吉。元吉在上，则天下无不及矣。此明天人之和，福禄之增，感应之昭，生育之极。所谓为天地育万物者也。而必以人代天公，使客见之。即以刚柔言，刚出于乾，柔本于坤，履重性行，故法天者多；景重物力，故法地者多。是以皆称元吉，以乾坤合其德，天地同其道也。而与人事亦有所关，则士夫在上位者，能致力于民否耳。宗主书数，一困景二卦往来，即颠倒一卦成两卦也。在周易序卦，困与景所关甚大，亦如损益往来，互成其用。传曰：生而不以必困，故生后受之以困。困于上者必反下，故困后受之以景。是困由生变，景由困来。困穷之极，变为景，而坎由下上，对反为巽。传曰：困，德之变也，景德之地也。又曰：困穷而通，景居其所而迁。又曰：困以避怨，景以变异。观此可见景与困实相反，而互济其用。困本穷困，不得有作为，而内刚外柔，不得排其难，以疏其志，故曰德之变。盖以知是人之贞操，变形之邪正。所谓疾风之劲草，乱国事中臣，不有外患，不足以变其所持，不应多灾，不足以练其性行。此忧患未成德之本，贤祖未是能之基，而困乃以穷而通，不谓困困，且得亨也。此所谓避怨者也。盖处安乐，多尊荣，愿谤必从及之。
唯自居艰苦，屡卑辱，不独无怨谤，且多加未免焉。若谨则以困之急，而自谋其出路，知其难，而勿安于狭隘，故曰德之地，言为人所归宿之地，安身立命之处也。因其无怨于外，则虽作井而自宽疏；因之多险阻之时，则虽入井而更凝贴。此井能解困，且为困之变所必至者也。故曰井以变易，言辨其时宜，尊乎中道，不求于物，有存于心。虽居于卑洼，而不以丘爱为忧；虽趋于狭隐，而仍能顺守其正。故曰谨居其所而迁，严居而能不为居所诱也。有其安宿，则能奋发其精神；始于卑下，则可其望夫高远。如大学安而能迁者也，唯能安于所安，方能迁进于善。此井谓通义乎困之穷也。困之通，为君子能之；井之通，则凡人可逮及之。困以穷极之变而通，井则以安之谦而通。使所凭者殊，而所行者亦别也。系义二卦彖辞，自能知之。井彖以及井未备御，而雷其平为凶，是言民不得养，物不得生之象。非井及水不得之故。井以存水润物滋生为用，井有水而不得充其用，禹有气而不能收其功，皆人之过，非井之咎。井困相反，亦穷亦通，困于上而通于下，故井位在下，由民众属下位也。下位者国之本，上位赖以为宝，为尊荣，为安富。故欲国先欲民，富上先足下，此治世之道也。困以不得于上，反而就下，两阳由外而内，先顾其本，以养其民众；欲其物力，以求其最小最简之养，则先井。井之为用大，而为之甚易，取利宏，而得之不难。以其本于天然，因于土宜，合于人力，而充其物力，四者具备。故井道者，民得养而不穷，物得育而不废。困以井解，上以下安。故井道至平常，而功伟大；井象至简陋，而用宽宏，而在能视其时宜，发其原力，备其用具，充其功行。故彖辞但以无欲雷平战凶，以见所失虽小，所观必大。若非如此，则不足以御平为人之凶也。御平系物，所执无。
多，有无强弱？何与人之吉凶？而敬称凶者，谓其失不在物，而在民生；不为吉，而为养民；不为水之盈虚，而为民生物力之穷通风欠也。生之本，养之源，民之所依以存，物之所应成立，则不可以其细而忽之也。卦坎在巽上，是水已出，其用已昭，而犹不善处之，则自备井之道也。见其利而忘其害，贪于前而罔恤于后，此所以凶也。故井道天时，而用在人事，人和天德，斯谓得之。井自四正四方，而言其横直，永成方正均匀之界限。故井道如之，由下而上，由近而远，推至无尽，不离其界，而井之为物，以掘土深入，取地中之权，资己引灌溉之力，而其取集之法，必甲木之力，入水之中，涉水始上，凡井所需，如桶，如辘炉，如橘桌，如其他集水之物，以及瓢勺瓶雷之器，绳索之属，皆为所必备者。此井卦以巽入坎，而象其意。巽者木也，风也，入也，而坎，水也，生陷也。以巽木之入，取生陷之水，而上之，则井之意备矣。而卦爻却本二无两纲，居中得位，以御群众。9364，痛乎济济，以御其效。故井道足以济困穷，养民而利物，原为民生之源。而彖辞以极致意未遇，井未有功，雷其平未凶，是有利井之用。何也？则以井之用本有功，以其人之未甚，遂无功。井之道本非凶，而以其器之未良，遂占凶。是有善策而不善施，有良方而不善用，则守成者，复创业之苦心，在位者，昧民下之情志也。故曰极致，意谓云云。言极极而未始欲极井之权，可见止之极，不备极之具。止之井有水，不求出水之方，故谓有功。是人自失之，非井也。而雷其平者，只图得水，而忘水之量；只思有池，可以浊水，而忘所持之不宜，是其占凶。义气与人之救，非井也。井道不改，则何时何地，皆有功，皆不离于凶。为人之不脏，弃之不仕，思无功而凶。盖亦明是井道之利害。在夫用井者，即欲民治之安危；在夫治民者，民无生而乱者。苟得其志，天下无不平。唯有不问民之情，不审物之性，刚愎自用，庇护造车，则何以服民心，而成物利哉？彖辞之举无功及凶者，正以卦刚中在位，亦于刚愎之救耳。辟之井而枯竭，是废井也，不得以其名而与之。故刚中之德，指人而非井。然井果乖于己引灌溉之道，则为井者之过，井无之也。25在中，故众人道，以井而喻人，非为井及人也。关于象辞即自知之，井象辞称劳民劝相，此君子治国之要。民生在勤，勤则不愧。井困往来，
进亦解困，困解即不愧矣。故必先勤其民。劳民者，勤之且谓之也。勤劳其民，使有生业，有成就，有依存，而为劳之，则使乐其生业，治其成就，安其依存，则使民无二心，父子祖孙，世事其业，农耕公益，各得其所，则火无由民。国无旷土，地无弃财，民无饥寒穷窘之苦，斯皆劳民之效也。劝乡者，孟子所谓出入乡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倾慕。礼运所谓，民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孤独鳏寡，废疾有养，或恶其弃于地，不必藏于己，利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谓大同，则民人皆相保，而无离心，亲疏近远，莫不相爱，而如其分，婚丧庆吊，莫不相及，而如其情。故居则安其家，出则乐其群，有无相通，忧乐相共。财不富于一人，物不私于一家，则贫富不争，利不为己，害不为人，则恩怨泯积。此即君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亲者也。在上劝之，下民效之，一道同风，莫不谨谨，则敬道之臣，义治之极也。敬以养民，民以养君，故必先重民生，而培其本。民生依谨，国强在民。故有谨则有民，有民则有国。劳之而不怨，取之而不愁，则上下和，而远近安，民务肥，而仓库实。此教养之道，莫不本于谨。有其国土者，先树之，
民以树矣，先养之，民又养矣，先教之。此教本于养，养本于种，而皆本于景。景兼复数，而行教养。故上从水，民生之源；下从风，民教之化；中户佳人，民亲族之和乐；中爻既亲，民物之富康。刚得中而柔来胁，下有本而上有助。故君子劳民劝相，思敬道之臣，仁道之利，治道之者，三者皆备，斯不困穷矣。景出爻辞，以景泥不实，就景无情，是景卦之初。其用未昭，位在下而时未至，故世闻名视其意曰：景泥不实，下也；就景无情，实舍也。盖景非以泥实名者。今地为低洼，地于景地，无水而涂泥之存，则何以为民之实？是失景之用，由于下位也。而下位勿用，无论刚柔皆同。故干出九义以乾隆勿用，谓其位在下，犹言不足为用之意。如草木出有根芽，不得明其功用，功用不明，则何雌何雄，何刚何柔，举不可辨。故不得以阳与阴，争执其异同。物之出身，无论动植及人，皆不分阴阳男女，非体不分，用不明耳。卦爻之分在于用，勿用之时，自无刚柔之意，必待其用矣者。为刚为柔之道以疏，方可辨其孰得孰失，孰利孰害。故卦爻之用，必至二爻始明。而景之初六，上阴六四，仲阴之象，由易与阳混。坤上六阴移于阳必战，即仲阴反移为阳。谓其急则变，变则反，反则阴阳不复如前分明，此穷也。而其初始亦然，则以上未分阴阳之先，亦成相宜之象，是即以变而反，初以质而同，反则未变，同则未合。合者生之源，变者化之基。如婴孩之初生也，无男女之分；及其老也，生机已断，亦无男女之分，则变也。故年老不生子，而妇人无月经，亦如未成年男女，皆失其阴阳之用，不复有刚柔之殊也。无情者，不用则不得，无用则无功。情亦由用来，景不成用，则无水可食；景不成用，则无德可言。故曰实舍也。言当止则止，当舍则舍，以时未变。舍字与失逐鹿无余，唯入于林中。君子己不如舍。舍字一义，言舍鹿而弗追，舍悉得之也。以地不宜追祸，故见己而止，不如其己。此则出爻在下，井空无水，井宁为逆，则无可得，亦无能得。且就井，废井也，有陷入之为，以非有所谓而涉之险。是见为之止，则不涉于险，故贵之止，舍止也。以出爻合上九二反连上六互成艮卦，艮止也。元巽未入，巽入则有陷入之忧，艮止则有之避之志。是在人之何去何从也。故曰时舍。时止而止，则免于害；时止而强劲，则必离于灾。时舍而舍，则虽无利亦无害；时时而必求有取有获，则必于贪欲之咎。
而成井中之情，事在胜于所用。勿用而求用，何赤入井以泥为食，投井以情为图乎？此皆立夫干出二爻之意，而不知得之不疑，识之不至，得之未大，失以未朴，将冒冒焉，以得失未怀，则何以免于就利哉？故是闻就干出二爻文，以示井出爻，盖亦有深意欲焉。井卦九二爻，以井合射复，与瓮必漏二语，明是九二之用。谓不当于位，则井卦各爻大同，皆如彖辞所称，即至意谓欲井，雷其平凶，不克冲井之用，失养民之道，乖利物之功，则时势所谓，人事之就也。辟之井田之治，行之数千年，三代甚至，未闻有改革者。而至秦孝公则尽废之，是非井田不良，乃时势使之必变异也。井道亦然，井以养民利物为主，而后世反应以劳民殃物，又起井之不良，亦时势之必也。故井道久则必革，此井卦之下既已革也。革则先去其利，而图见其害，众变亦不可依成规，上兴其不干人就惯，故改革之计，无不乱者。其意故谓拨乱反正，其行则将以乱继乱，此历来改革所不免者。而孰能如汤武革命，顺天应人哉？汤武圣人，于其未定之先，犹不免有干戈之祸。此古习圣人不敢轻言改革也，为时势所致，不得不革，不得不乱，乱则思革，革则易乱，此井道不可改，而其必害，亦终不可免。故有乖戾之行，凶为之虑，虽井亦无以逃避，是井道之弊，弊于时势，井用之乖，乖于人位，人不自乖，则弃胡不备；时不先避，则人胡不良。故谓欲者时也，亦人也；射覆者人也，亦时也；平雷者物也，亦人也；瓮漏者人也，亦物也。皆相因而至，岂井所及料哉？井之道未变也，井之用未异也，而图人事之非，时势之殊，则何咎于井？更何宜于井之辞？此指其所知，即是其所变异耳。不变则不有此辞。所谓吉凶毁令生乎动，不动则何有吉凶毁令可言？此九二虽正位，而行人乖戾，弃人必坏，谓不能与时争。爻上下乃相拒，所谓无与是也。上下异其情志，而利害抵物；君民异其好恶，而公私纠葛。有养而不得养，有利而不为利，皆同于无用之初，则井道不可久矣。不然，往来井井，昔有射覆之行，必漏之瓮，见于九二正位哉？非其时而为之，则反时谓哉？故曰大处时也，无王哉也。得其时则哉一时。此井之养，不如夷之养。谓夷能养正，井则刚中过盛，遂失其正。失正则偏，偏则害矣。故顺以往者，家人之正；逆以来者，魁之乖。观于中户，即见其所痛意矣。井九三爻以内卦之末，重刚而临外六四爻，刚柔相得，上皆九五，而与上六阴。
上下相合，虽刚在柔中，如困之备掩，而刚多在下，有身之飞扬。是以92、93虽不及，无相与，而可用，有其实。93又合济济，沟通内外，虑群下以求于上，而中受其福。此景道之大，为民物所依存生息者也。景在下而至于上，由易卦损上益下则吉；若用损卦，损下益上则凶。故权卦以利物养民为止，物之利，即国之利；民的养，即上的养。仓库之财，皆民物所出；君上之实，皆民物所攻。是无民，即无君；无景，即无民。故93景谢不实，为我心恻，为我者，为民也。亦为其上也。民不得时，上安能自保？有权而任其谢，若有时而任其废弃，有才而任其虚靡，则用为其才，弃为其用。如平雷而瓮漏，不足以达己隐之功。何贵乎有景？何重乎有名？财物不先及民，则民无所用。饮食不先足民，则民无以生。将有民如无民也，则有国悉以为国，有君悉以为君哉？此爻以凯商纣之昏庸，图暴敛其民，而不审民之身；图耗散其物，而不培物之利，则如景之谢，将何成景之用？故曰求亡民，使受福。王之不明，将何福之求？此中君爱上之臣，求济亡民，而复抚其民，欲其物耳。亦求自，何等悲婉！人不得其愿，则呼天；如舜不得于父母，则豪气于民天。为哀其亲，而欲其物也。故曰求亡民，求其民而不昏耳。93处下位，不敢直干于君，则不得不出于求请，知其为，伤其暴气，不觉心恻，而难自已。是谓哀求，而计其审会。非忠孝之治者，不得与于斯。忠孝其君亲，悲悯其民物，则不图恻乎心，而必求之，必好弃之。是民如商之文王，于此求自足以见其心矣。宗主书数，二景养之意，前已详讲。而人生之养，莫先于时。权益所讲时养者，以是科与以两卦为本。此意以见前，一为养正，而卦象以两阳包四阴，明时养之意，必自口腹。所谓观一自求口实是也。是科则以三阳分错三阴中，以宜中有物，象人口腹的时，故是科者。一般人之时，宜者；君子之时，因时未养，则是科者。小民之养，宜者；君子之养，而景亦以养称。且爻中例举十字，如景泥不实，景谢不实，景烈寒泉时，皆以时为重，时即养也。盖景亦小民之养，故取农民为喻，农业为生之首。古习无工商，为农为民业。农民应有所需，而不能自作，于是以所有易所无，而日中为士之治心。此即商业之滥觞。原无以商为业者，不过集中一地，以物易物。所谓物物交换是也。此种易物之事，即自是科始。日中为士，即由民之食养所必须。
而其所在地，则景所在处，故曰市井。言人居以景为最适中，而即引诱人家所必至者，就即为市。取物既变，则物亦移。故古之市即井旁，井旁列置之物，即名家以所有亦所无者，而其象，则全取士科卦，传以言及之，为市所在，即井所在，则谓指名。不知井即市场，是井源一地，则因井亦以食养为用者，井卦所称食养，非井指水。所谓食不食，非井指一人一家，皆包括民生日用，必须者言。故井养之亦通于天下，而其为市，则以市科与井源相错对，所谓体与用也。水风为井，火雷为市科，此先后天卦位，相对或相交，而八宫卦序亦正对也。坎与离，震与巽，体即用，用即体，体在此，用在彼，原相通也。如乾与坤，阳与阴，后天不能独生存者，则体井者用市科，体市科者用井，皆相交易，而人法之，以成市井之志，是即井也。故井上六爻称物木，物木即言收视物木，亦即日中为市之意。以日中明当时时，如有所需，则悉所余者往井，以益所不足，故至日仄即罢，不待木也。卦以离不取日仄，而井之极，亦非暗中所能为也。井养之意，前以数极，与火雷市科，皆民食之源，民生之本。而井卦各爻所称之时，即九五寒泉，九三受服，亦均指人民的时而言，师所云民之旨矣。日用饮食，见天宝章，为古今宋人福寿之词，天之所保，即民之福禄，即日用饮食不匮，故井九五之福，即民人之得时，而九五之时，亦即天之所保，福时源一事也。天之所保，亦望之所赐。九三求之于王而受福，九五得之于天而有时，亦也。而天无形，不足，以致其所保何在？则书所谓天听自我民听，天视自我民视，则天之心，即民之心；天之所保，即民之所奉，则九五王时，亦民之时也。民以有时，而食其王，则望亦有时。故所食彼之寒泉，以其情甘而洁白；民所心悦诚服，攻其劳力，出其财物，亦与其上，得之不易。故欲于甘泉，取之不竭，享之弥甘，而来自井下，即由民物之德自民人也。民人乐视其上，甘攻其食，不以为苛，不招其怨，则有井泉相甘而寒冽，饮之食之沁于心脾，无不知事，无不畅达。此为九五得之，以其中正之位，中和之德，克受天之宝，民之奉耳。故九三之福，为王下施；九五之时，为民上奉。一施一奉，上下克协，地利合有，国用合优。故九五之有时，天之福也。天既施其民，复服其君；民既得其福，亦以奉其君。君民皆得时，皆受其福。故福时源不可分，福虽多种，自食未首。
故俗称火石曰符石。名石之必有符质，无符则无实，无实则无身。身之不全，命之不保，尚何符之可言？故有时即有符，即天之所保。细读诗天宝章，自知其意。而义太九三一明示曰：于时有符，9364，一进一退，一刚一柔，成卑平往复之象，即天人契合，因果感应之情。天以福赐人，人以善达天，善思得福，而首见于时，故曰于时有福。此与仅93受福95的时之意正相应，亦以天之所施，成民之福，民之所报，为上之时，以成天人上下互相报施之力。此所谓往来紧紧者也。往来即往复，亦即太93无往不复。往来相互以成济济，上下互助，居民共生，原无二道。往者如是，来者亦然，施者如是，报者亦然。此所谓紧紧也。亦即与云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之意。欲望时报，必先自施；欲望其来，必先自往。礼曰太上贵德，其次勿施报。礼上往来，犹可证明。敬仰之道，首重施报，后往来。关于初六世文，就仅无情使舍也钩，恰与干九二得失谱也同古。更可见景，首即重得失，失即舍也；失舍即失舍，失而失之也。失而失之，自时得其报。故夫子讲识字，包时报时福之意。失之于前，则时报于后。失自出六史，而时报仅见于95，可见时报匪易。不时失之，安望时报之日？此古人明德不少矣也。得机而道宁，失情而报至，在上者可乎此哉？革卦离下对上，宣圣讲义。革卦上对下离，谓则火革。由困井三阴三阳交错之卦，变为两阴四阳革顶。对离皆一阴两阳，对一阴在上，离一阴在中，合为革卦。6295，夫乾坤正位，此时用之大，为他卦所莫及。阳始而阴中，又服于干之大事，坤道大中之德。爻由3至5位前，包于62上6之坤爻中。刚多而不暴，柔包而不掩，则以62的内正，而出9的卦本也。中户天风构，为柔遇刚，其反为则天绝，为刚绝柔，亦取下上，则从绝，故名革，以绝去其旧也。四阳虽盛，而中断于62，离火闻名，而外犯于对泽。二女同居，志不相得，故革。革变也，变异其趋向，而改易其旨去，有如魁，同体而异上下为魁，魁为而革变，为者各不相协，而自异其道。变者各持所见，而互争其行。此魁为乖，而革则克。乖不同谋，则终无成；克必有胜，终将溃绝。是魁无功，而革可大。顺时之极，因地之利，依人之情，乃不得不革。此革之有谨变也。谨道不久，如居穴者不得不易以屋宇，如陷入井者，不得不出于平地，是井道不得不革也。革顶往来，
相反相成，亦为革变成规，不存其久；亦为则斋立变，务求其新。故传曰：革，去故也；鼎，取新也。其道相虚，不有旧，无以取新；不有新，无以明。故是两卦相终始，二由异也。革曰去故，而随曰无故。是革与随有相类，不过随以随时未用，随和而无变动。虽正在对下，其势勃发，如不可遏，促则因循苟且，人不能抑其咎，而谋其心。但情知其非，原欲有所异，故曰无故。无者非革去之，乃是之也；非改易之，乃补弃之也。在革则不然，唯心是徒，不复续其咎。为道之事，不干失其先。此革为逆取，如皮之去毛，乃曰革。皮毛一体，去毛而存其皮，则外貌全非，未用自异。革性坚韧，以中刚也。革卦之用亦如之，中坚不拔，势逼其上，而上柔不足为御，故中必革。此革之从下上，由内外也。行进于魁，而非魁孤；志类于随，而非随和。守刚而内有助，上柔而外失圆，则两情相直，其行易去，坚若攻昧，取乱毁亡，强用以兴，逆取以大。此革之必以时也。时至则有功矣。革上为对泽，下为离火，则灭火，则上胜；火焚则下胜。水火相近，情志亦有水火，然合则成其力。天地之间，非水火不生化，离力则为利，分离则为害。少女中女同居，而行止不同，水流下而火炎上，义者中同于一，则是在上而火在下，不似魁日行日远也。升者日升，降者日降，永不相见，是谓魁孤。今上者降，下者升，行必相近，道必相接。此革之情志虽殊，而所至终可符合，故能兼乾坤四德，而为文明以乐之行。如天时依序以变，春夏秋冬，终必有时，则革又何害焉？革字中藏中字，可见其道必中和。上若井字，人有井变来；下若石字，则横直之交，天地之和，其往其来，无不通达。四方俱至，万类大同。此革之用，可通于天下，而在时之以革耳。天地上以革而成其德，况于人乎？故穷则变者，礼数之定力；故则革者，事物之恒情。若无故而革之，则乱矣。故传以去故谓训，不故则无用于革。不必则何须夫心？为故使革，为革使兴。此顺时所谓，本后天往复之道者也。故恒与革相倚，恒以久而不弊，革以弊而求新，相与推移，以同悠久。此变则通之道也。故圣人明革用，以致力而明时，循环不息谓之恒，随时迁易谓之革。刚柔相待，星辰相燮，大哉革乎！不得以其变而少之也。革，4日乃服。元亨利贞，毁亡。宣圣讲义，此革卦彖辞也。
元四星号自有独作物己己字者，有独作以指以字者，时系的之四五四字，以改正之，隔以离在对下，谓则大有火之象。其用先火，以对则水也。若火势为，则被水所灭。况水在上乎？故则中之火，非水减火，乃火蒸水。火虽在下，其势正盛，水不得灭之，离长于对。故水若于火，而以食言，则以火日，亦取火之盛，足成其蒸腾之用。故以四日为服，四五皆火，而四未长。亦之言食者，皆取干之，如谷之先甲后甲，蕈之先庚后庚。干也，革之四日，之也，之虽属地，而与五行则同。四五为火，亥子为水，离日也，火也。而在革则以四火为用，不取五日，日在空中，不得居则中，故以四为服，以四火之日，能助离之德。针对则之水，水遇热而化，使着其生成变化之功。革道变异，必本于水之蒸化。水流直，遇冷成冰，则固直；遇热成气，则气直，是其变异之明证。今离火在下，则所变者，必为气，而非冰；而有形者，亦必因其变异而招其德。此四日乃服，取于火之能变异水耳。服者性也，何也？如鸟之孵卵然，亦必以温热之气变异之，生成之，革之为道。正类于是，鸟之生雏，欲其成长，革之致用，欲其成功，皆必本乎热情，发于志性，以欲之居之，卵之益之，比于成立，达于强壮，其为良才，抵于大用，是革之至也。少女中女，亲也，原天性之爱，情或不同，怜惜之心，终未异也。长者见少者之弱，欲辅成之；因少者之失，欲匡正之，则必变异其形，改革其心。此革之旨。本二女同居，而志不得洽也。志不洽者，有得有失，有贤有否，则去其不善，以从其善；究其不当，以抵于当，则发于规劝之诚，达夫改易之道。如志革然，则弱者以强，失者以正，则易革而痛善矣。故刚柔并用，诚劝兼施，欲其有成，则不惑其短；望其能大，则无令于劳。此基于亲爱之心，而非发于嫉妒之念者也。故行止正大，心地光明，乃被乾坤四德，而邪夫元亨利贞。元以其人，亨以其理，利以其义，贞以其性，仁以常人，礼以率众，义以和行，信以守分，则不迁于夷，不立于道，不乖于物，不为于治，则亲亲之仪，贤贤之止。两情虽魁于始，而合于中；虽弗逆于初，而变化于成。此革兼四德，有干之大始，坤之大终也。而战毁亡者，毁由于令，不令何毁？教诲之不足，则规戒之；规戒之不足，则鞭策之。诚以计劝，猛以计宽，则无不同化，无不同格，
此毁于前者，越于后矣。故曰毁亡。亡犹无也，故元通用。五行之术，生治之用，为后天生化之本。凡卦皆不得离五行，对金也，离火也。元相制而互相成，金无火炼，则不见其用，则虽谓之时赖之，此革之道也。革以相制而胜，乃昭其功。故取火之胜，火越胜，金越精。推之事物皆然，谓道亦然。修道曰修炼，道家曰焚修，皆欲以金释火，以火成金。佛家说金刚不坏身，亦由得水火风相袭相恋，使得知此革之意也。毁亡亦可谓之无悔，即无所悔，犹无妄念，是无悔心。无妄者成也，至诚则刚，刚之至者，妄欲不生，则金刚之体，其坚韧不可毁折。道之成也亦如之。故形而上者，水火相恋以成真身；形而下者，水火相袭以成生化。皆必自水火始，而革则盖上下，视其所革，观其所变，顺乎道，则革以为真；随乎化，则革以为妄。故元有悔，而必以革之当乃亡。此革卦之用，为诸卦所莫逮也。夫自谓革之要义，不服不谓革，以思而革，将何服哉？故革者必服，好于天下，服于后世。天下后世皆立其革，革斯当矣。象曰：革水火相袭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革。4日乃服，革而信之，闻名以说。大亨以正，革而当，其毁乃亡。天地革而40成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，应乎人。革之时大矣哉！宣圣讲义，此生是革卦彖辞之意，名革之实用也。革上对下离，对则为水所处地，离为火，故称水火相袭。与坎离既既有相类而为异。既既水在火上，革则室中有火，室居处有疏，而为水火者无异也。坎之水泛言一切水也，对则之水，则现于地面江湖河海之水。故坎水随时可升可降，可上于火，而则水则在地上，在则中，不得包天空云雨之水，及其他流止之水，是对则之意狭于坎也。然既称水，其性同，其用亦无大差。如江海之水，亦可称为云雨，引为灌溉。是夫实得而显其用，则是水亦有坎水也。况在离之上，正与既既之意有符。后天生化之源，端有水火，而必以水上于火，方者其功。若水在火下，是如未济，则不克生成化之用。水流下，火炎上，上下为形，何以见其同化哉？故革与癸同而未同。癸则易持，革则合化。此革犹既济，癸犹未济。推之先天乾坤之合，则革如太，癸如否，亦为交太，亦为否塞，是谓既否之分也。革以则在火上，成水火相袭之象，其用以大，其功以宏。故卦得服乾坤，而卦亦合于时用也。袭者消与袭，即生袭也，亦兼袭灭言。生袭为消之反，
而熄灭则与消同，是亦为正用，亦为邪行，是其所谓而异。本纪纪之意，则习者生习也，有相生养之功。天地人物，均赖此水火相习，以生以长，以化以成，故曰习。如人之呼吸，亦曰习。习则生机相续，若一习不续，即习灭矣。故相习者相生也，相养也，相化育也，则以火在水下，蒸腾变化，足弘其用耳。若不得其道，不依其理，强与混合，则习灭矣。故水不灭火，火不合水，两相含育，如天地阴运，如阴阳媾和，互为助护，不相嫉妒，互为提思，不相毁损，则其德无量，其道莫名。此相习者，生生之本，万有之基，而妙在能济。济则达其用，不济则无以昭其功。卦离长于兑，而下于兑，亦如太之干下于坤，而二五中位，皆得其正。如家人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。6295，刚柔允协，故能成相习之道，达格之用。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曰格，此名对少女也，离中女也。而同居，如家人魁，如鼎，皆其利也。而独魁格称二女同居，则以家人内外皆正，有如男女，鼎亦如之。唯魁格二女异志，不能协和，故魁曰不同行，格曰不相得。魁以水火分离，背向而驰；格则水火交质，相向而进，故魁为孤，而格的福。此其意也。凡二女之卦，上有风则中孚，则风大过，何不称二女？则亦如家人鼎，非二女子之象，且训长女，对少女，虽同位女，常有悬殊，有如母女姑息，而非姐妹。故大过以老夫少女、老妇少夫为喻，不称二女。即以格魁之称二女，亦有为义，则魁有姐妹，而格则妯娌。姐妹同出而异行，故曰远；妯娌异出而同居，故曰近。此格上下相接，成相习之用，而异所出，成不相得之情。因其不相得而又同居，则不得不变异之，故曰格。未将改易其情志，始终相得，遂其同居之乐，而立家道之基，正如家人之意。不过家人已能自正，而格则有待夫反正之功耳。故格者拨乱反正也。4日乃服，明10日之所宜，以见前讲。而以卦用重在变易，变必以穷，穷而变，变而通。故格者，将以求通也。通者通于一切，则格之行，以能信于一切为先。信者如人之曰，不失其言。而此信字，又作身自讲。曲者至深，及穷者至通，困者至达之意。故曰格而信之。此身是乃服二字之意。以4日为服于时，而信则服于天下。天下后世皆服其所格，则格之道至矣。由卦言，下离文明之象，上对悦则之用。合则谓文明以悦，内文明而外悦，宜其能服，宜其能信矣。以25的乾坤正位，外内皆正，
而阳刚在中，上柔以顺之，本刚以招之。备元亨利贞四德，是大亨以正者也。大亨元亨也，以正指利贞，而贞为本贞者正也。不及利者，内贞外利，体用之间，有其体，自者其用。干之大亨，坤之贞利，两者合得，乃有其位，有其实位，正时宜，其行必当。盖由闻名以说，大亨以正，四德昭备，而以为格，自无不当，既当矣，更何悔乎？故曰格而当，其悔乃亡。此是彖悔亡之意，而特拈亦当字，明悔亡之由来。换言之，即格之未当，安能免于悔哉？所谓当者，人本弗自性自来，弗于天时，性于人事，其行既正，其成必大，其内刚而闻名，其外柔以悦，其德备夫乾坤，其道通于天地，则无不当，斯无悔矣。由此可知格原有悔，其亡者，行之当耳。古今来之好为变异者，其审诸。当者宜也，当变则变，当革则革，不当而强变革之，其悔无及矣。何以知革之当？则可见诸天时，真诸往事。天时之革，即四时之代谢；往事之革，即汤武之代兴。一岁既终，不得不变，不得不革。革变则终者复始，穷者复通，而后四时承续，万物随化。春尽夏来，秋终冬至，冬春地善，寒暑代迁，此天地之革也。不革则时序稳，而天道穷。往古来今，治极渐乱，乱极渐治，兴亡强弱，世代循环，尧舜揖让，谓治道之极。而继之以家天下，则小康之事，异乎大同。君主不齐，政令不一，昏庸暴虐者，失其天命；仁义宽和者，待得其名。此汤武之革命，为桀纣之无道也。汤之伐桀，以商代夏；武王伐纣，以周易殷。此往使人事之革也。不革则世道弊，而人道为，治乱无纲，民生恬瘁，将何以为兹事纪，成诸天命哉？汤武圣人也。革命者，变异夏商之弊政，而拯救人民于水火也。故汤武之革命，系顺乎天，应乎人，而非好为变异者。其革就以见兴，正与天时代谢，不得不变者同。人知天时之革，四时承续，则法天者可以革矣。知汤武之革命，顺天应人，则法汤武者，可以革矣。由斯言之，革之实用大矣哉？时指时用，亦即时与位。有革之时位，使宜行革之道；无革之时位，将何以为革哉？汤武革命，后人不得借口。必如汤武之顺天应人，亦如四时代治，必依时之急，而循其序。若失其序，则如革其夏者，忽亦以冬；或如革其冬者，反亦以秋。不得谓之革，已不得称其当矣。故革之时，即当也；时之宜也。时宜之革，有天时可见，有汤武往事可施，非可轻言变异也。圣人作异，
将以教天下后世，恐人误会，是举其人。如民夷之箕子文王，是其利也。以革水火相袭，而非相害，则革命者有此志，袭其救之不善，而欲正之；悯其民之无辜，而欲整之，非仇于上而为己也。故能顺天因人，若仇其上，而欲思其地位者，安能顺天因人？故革备四德，而贵在时宜，闻名以悦，可见非仇于救主；大亨以正，可见非思其天下。本卦得以明卦用，端在此二语。因其服于天下，信于后世，史称四德之权。故对离一水一火，非相害，乃相袭。桀纣无道，现明水火，上下相害。故汤武革之，出明水火，以臣相袭，一正一邪，是其所行。此事闻详言之，谓恐后世谬假革命之号，以重治人民于水深火热也。宗主附注：革之意谓变异，而鸟兽之皮以制成者名革。可见革卦之用，系就其故物而变异之，更成为坚韧不避之用，则其谓革也。如皮之谓质，不足以充良弓之材，故必变异之，使克尽其用，而变异之，非欲毁损之也，将以成全之；非欲改消之也，将以坚固之。是亦弱者为强，愚者为善，弊者为兴，涣散者为整易而己。故变异之曰革，不直曰变。恐人疑其变，将毁其旧也，将弃其原物也。非如物之变化，别为一种，乃就所有洗髓伐毛，以成其精。故革为去故。换言之，去其弊耳，去其不可用，而留其可用。磨砺以兴之，工错以精之。如工人治金玉也，虽改其旧观，而仍不失其本职，此革之为道。在衣食之宜，时宜变异，则革之非轻改换，更非蔓延毁损也。今之革者，不达此意，止之破坏，而无以抵于成功，徒自摧残，而不克见诸大用，是毁也，非革也。是伤折之，非变异之也。故不得革之功效，使人误以革为病焉。夫革者，为治其成，而齐其心，益其不善，而求其精美，去其不用，而存其良才，是积极之行，非相为仇也。是生息之念，非相与嫉妒也。故二女同居，本亲亲之谊，知其不善而欲改易之，因其不明将纠正之。故初虽异行，终将同化，使若敌伍，成则和谐。故能备乾坤四德，而有毁亡之战也。盖卦本对在离上，水火相袭，兵成其用，非水之灭火，乃火之争水。后天生化之源，皆有水火相争，生即为云雨，流则为润泽，阳在下在中，以鼓舞其阴，故能成革之用，内外正位，不失中和之德。故收改革之功，以敬之下，不得不革，故意以革，为将光大景仰之道，而变异其整欲卑污之见耳。此革道之以实行，独是彖之辞，即明其旨意。又曰革卦是彖辞，引汤武革命以明革之实用。
革命为革之大者，而非革之全体。革包天时人事、地利物情，无不有革。即人事之革，亦非指革命意图。不过革命关乎世道，系乎民心，为改变之最大最难者，亦特以汤武珍珠示其例，并非为革及革命，而人事之革，必如汤武之珍珠也。故文中守着明文明以悦，大亨以正之道，且身以革而当，其毁乃亡。尚恐人之未察，更以天地革而四时辰，明天之革，即汤武革命，亦由天之革，故曰顺天应人。盖顺天使服天命，因人使得民心，天与人归，使服于革道。若徒如后世之易代，以其诈立，行篡取之谋，恃其威权，欺孤寡之主，而犹托于汤武之革命，实不足服于革意。盖不顺乎天，不应乎人，则非如天时之革；无文明以悦，大亨以正，则非如易卦之革。则虽革不得谓之当，不当将何以亡毁哉？如曹魏篡汉之天下，而筑寿禅台，其后司马氏又仿其例，复筑寿禅台，以待取其位，则岂非彼祖先遗其毁乎？司马既得天下，至怀敏遂位，鲁于五胡，则其子孙之后悔，又何如也？下至隋唐六朝五纪，其例更多，其革既平，未毁亦甚，甚至有愿世事勿生帝王家者，可见初时革之不当，则何以免其后之毁哉？行之不正，用之不宜，徒自招其毁而已。更何望于汤武之珍珠哉？文中特以汤武昭示革命之意，而要其指去于顺天应人，可见其防为杜渐，寓意深远矣。视之扬言革命，而不思其当否，则又奚以亡毁乎？此革之意，实关乎时，天时之革，使服于革道。故彖辞特以时，明革卦之用，时之不明，革其有当乎？天地之革，四时已成，足见时之所至，不得不革。革何于时？自无悔矣。象曰：则中有火革，君子以致立民时。宣圣讲义。此革卦象辞也。革以则中有火，如地中之火，火者阳之所托，后天之阳，以地下之火，为生阳之根，以天日之热，为化物之本。故阳出于地中者即火，如山之喷火，井之温泉，皆此火也。而离本象日与火，在空为日，在德为火，今在则中，亦若至中之阳也。地中之阳，越寒越盛，故冬令井泉多温，血居者常宣。则中之火，亦有井泉之热，化水为气，助物之生，故名革。以其善变也，以其随时易其用也。如夏日井泉则凉，地下则寒，是外热则地中反冷，外寒则地中反温，非德之意，阳谓之也。阳虽藏地下，而用以时显，故则中有火，其用亦以时疏，此所以名革。谓其随时自变，如天之四时也。阳随时生息，则生化之功，亦随时变革。水火之效也。水以火化，火以水习，互成其用，则不相害，而相益。如蒸腾变化，
必以火之力，水不能自卫之，是水火相袭，后天生生不己之源，而革卦应之，以成变异不穷之道。物穷则变，变则不穷，不变则终穷。故不穷者赖变化以益其咎，而谓之心。天道如是，人事亦然。天道之变见于时，不变则亦穷矣。春夏秋冬，往来终始，永不息者，变化，变则能久。此岁序有定，时令必更，而其所本，人不外离日之功。冬至日南极，而复北，则成春；夏至日北极，而复南，则成秋。此日之往复，谓40变异之准则。故革卦之用，必取离火在泽中之象。火在泽中，有如明入地下，明入地下谓夜，推之则岁之冬，由日之夜。即日行南路，北的不得直受其光热，故天寒地冻，闭塞成冬。而冬之前谓秋，秋分之后，曰日以南，是革卦之象也。日入于泽，由日之晚；火入于泽，由岁之秋。日晚见至夜半，秋凉见至冬寒。夜半谓明夷，冬寒为否，皆以离火渐入渐深，渐行渐远，而成变异之机。革以离在泽中，明时变之将始。正如秋分以后，渐变为冬，由夏而秋，由秋而冬，日变不居，乃成40往复之序。其变也，非昼易之也，必循序渐渐而进。如日之南行或北行，日移一线而已。待其既至，则图益其原来时地，此变异之力也。革之为用亦当如之，故其革也，非偶然为之，必因其见。传曰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见矣。故昆初六称履霜坚冰至，则革之意，必亦以其见。见至见革，人无所害，物无所惊。即如汤武革命，亦非一旦之功。商周姬之己久，夏殷段之己多。气至节与汤，纣与武，始见其革，则革其可贸然谓哉？故君子之革之有所仿，仿于时，时者天地之革，则欲明人道之革，必先明时。明时以明革易，则君子以革而治利，治利以明时。书所谓清若昊天，立象日月星辰，尽受人时，即古圣治利明时者也。谓治天文，知日月星辰轨度，所行所至，何往何返，而后知春夏秋冬所交所益，何去何来。天视其时，人定其事，天垂其象，人指其名。此天文不可不讲，而历数不可不知也。故治利者，治天之所立；明时者，明数之所宜。变由于穷，亦由于弊。天道不穷不弊者，以变易也。人亦法之，而后同免于穷弊。此革之道所由者也。不革则不得免于穷弊，革而不当，亦不得免于穷弊。唯有当而革之，则穷者以通，弊者以兴。此贵在知其当革，而必先致利明时焉。时指一岁之时，包古往今来时事。所谓运会之数节纪之称，皆时也。欲穷其变，先知其数；欲明其数，先通其始。察往之来，
因故之心，则革之事也。故治历由治始，史称历史。及以往之事，何以知其必革？为审天时之所至，何以知其当革？为顺乎天，因乎人之所行所者。故革道以达变，变以济时穷。四时之革，至小焉者，苟得其故，则万事可知也。卦以象为本，干之大始，坤以大终，而乾在中。此革卦爻以示其意。读者须合彖辞参之。宗主附注。革象辞以治历明时，为革卦人道之要。盖不明时，无以应变；不治历，无以知时。治历者，以天地所垂视之象，日月星辰所运行之度，而见其何终何始，孰长孰变，推之人事，自古迄今，治乱兴衰，征伐代禅，孰得孰失，何去何从，此皆得时之意，而即明革卦之用也。革之为象，水火相袭，对离互济，刚中而得本，柔主而能远，此最服于卦爻之所贵者。卦爻干为本始，坤代中成故。凡出九上六之卦，未得本始，而有中成，反此者则否。卦分内外上下正位，坤主六二，干主九五。凡内六二外九五，相匹相应者，谓服正位，而合天地之德。反此者则否。又如中爻人道所记9364，刚柔交济，与济既同。是凡9364卦者，皆得相济之用。反之者则否。他如阳体应用，天下地上为道之源，服于天地生成之德。干下以自卑，坤阳以就上，如太是也。凡得交泰者，皆得生化大用。反之者则否。此亦卦爻大体，所占吉凶，所成利害，由斯判焉。革卦出九上六，以服干始坤中之力，而六二九五，又得乾坤正位之情，是克备乾坤四德，与时偕行，故革道不可量。其意以见干九四爻。干九四传曰：或跃在渊，干道乃革。此革自己与革卦相关。干六爻纯阳，而九四则革。革者变也，刚变为柔，阳变为阴。九四自高而下，自上越渊，谓变之最者。故革卦3453爻为乾，而九四恰当其中爻。一人本干九四之革来，为干君主九五之位。今革则降于九四，而失原有之尊。虽有属上卦，而非独尊之时，此所以必革。革则可复其尊严，昭其德也。是有九四更反于九五也。当其未革，则不得复，而日坠日下，将入于渊，必待几革，始复其出。故革卦以离日坠入则中位象，亦由干九四或跃在渊之意也。干道自坠，阳刚不正，虽欲不革，不可得已。此革之时用成大哉！而欲知其革之当否，不得不先明时。故君子应革，而治历明时。初九，拱用黄牛之革，宣圣讲义。此革初九爻辞也。初九在下，本干乾隆勿用之时，时位不宜，所行不当，故爻辞取黄牛之革为喻。拱坚也，革本坚韧，黄牛之革，其坚可知。
而非可待用者，以虽坚而不良于用，则其为用不足称。然革卦重在变易，不重兼居。变易之旨，在以不善者变善，不良者变良，此卦易也。初爻勿用，乃去牛革为象。黄牛之革，由牛皮之变，坚则坚矣，而不与爻称。以初九干爻刚也，刚在下位深进之阶，今以牛革之坚，不足与于金玉之直，是应取其坚而求于牛革。可见其所见之小，所图之殊，非革之待用也。革故包皮革言，而皮革之贵者，应以虎豹之类为上，故至五上爻，即取虎豹之文为喻。民爻用之大，与君子大人之德业相似。若初九，则犹不足言用，故但取黄牛之革，图以其拱，不称其文；从以其义，不称其变。盖牛虽黄色，无丙未之文，虽坚拱，非虎豹之变。此就其近义者谓喻，由人类平庸之行而已。革以辨明其德，所辨必远胜于其原直。故大人君子，以虎豹之文，为德业之光。初九爻象属离，离称黄鹂，牛为离之象，故爻辞以为言，而不及吉凶。人本干物用之意也。革之道大而用者，其始则比之黄牛之革。可见大者发于细，著者生于微。人知其大而忽其细，见其者而忘其微，是失本也。初九全卦之本，故不及其他大者者。此中含义，宜生谓之。象曰：拱用黄牛，不可以有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初九在下勿用，则爻辞所称不外此意。遁卦亦云：直之用黄牛之革，与此相正，皆非待用之才，才不足与于有谓之日。初九在卦言谓本始，而在用言则无谓，故为取革变之意，不能及于大变。虽牛革亦有其坚，而非与虎豹之文美者并论，以比人之德业，士之才能，各有大小之殊，优劣之别。革故重变，而初九所变，不过黄牛之革，则其不可有谓名矣。士之发于平庸者，恒至于其特；行之出于细微者，恒成于伪者，则初九之革，亦不可以其小而忽之。革变之道，故如鲲出六履霜而坚冰极至，则将来之变，正由此细微中可以见之。此君子贵之己，而象辞重明实也。宗主附注：革初九，用黄牛之革，与遁卦直用黄牛之革，辞异同。为革称拱，遁称直，则以遁主遁弊，而欲留之，故曰直。犹为细也。革主革变，亦取坚固适用，故曰拱。拱亦从革，即言如革皮之坚韧，不易损弊也。然既拱固不弊，何以是文称不可以有谓？则以实谓非宜。虽有牛革之拱，而非待用之才；虽当革变之初，而非基于良好之境。可见革之变，必先悔改。如治革者当初治之时，反不若未治者之良于用，必待治以成革，乃显其坚韧之才。初九无谓，不足为大用，即不足才称。是虽巩固如牛革，人气物也。
因革贵在变，出不在间，虽变之中，欲其间，而变之始，反以间为病。是出九之拱，不可有位。九在出，不在拱。出之九，在下勿用之时，不在物之如何也。读者勿以辞害亦可也。62. 4日乃革之，贞吉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革62爻辞也。62居内卦正位，为离中爻，丙坤之德，为柔德中位。离以两阳中藏一阴，为日为火，中爻主其用，故62称4日乃革，与彖辞同。可见此爻能主持全卦之用也。虽上有95，刚柔相应，君主于上。62不得善专，且柔道顺承，不得先于前刚，则62之用，不得过于95，而以上位对，悦则之德，乐就于下，则62本坤后载之功，安贞逢吉，亦足为卦用之要。卦主革变，异于常经，故全卦反以62尊，以离火之德，胜于对则也。故则中有火，而火不为水灭，此其变也，亦其实用。为本革之道，不得不反其所谓，革其故而谋其心，射火不胜水，更何与于革变哉？故爻虽柔，而为火之主；德虽顺，而行为刚之师。此与彖所称，亦以4日伏于火盛之时，克成其真化之用。彼之革命，必发于下，若成若明，谓以德的众，以道顺天，天与人归，方可举行革命。如汤武士，汤故桀之臣，武故纣之臣，皆取于下位，德足服民，行足应天，故一举而革下商之咎，挫天下于心，则62之位。及汤武出举一师之时，时宜而未当，得招而行政，故亦容一而天下定。此所以战争急也，未以其发于臣位，故在62以其革君之非，故得正位；以其应天顺人，故战争急。行服于道，用服于时，革之待用，即以此爻位之主，故4日之时，革变之日也。在12之，为寅申巳亥巳之，为革变之岁，以6气所直。此4岁皆木火通明，类多革变，故4非指日4也。凡岁令事纪，合乎4者皆当之，则以4之中，如寅申故亦多变，而非革卦所称。如亥则与4对，称4以该亥。4亥不必强分，盖由3合之数。寅午戌为火，申子辰为水，火水过烈，亦不以为贵。且卦以有水火矣。若重取水火之时，是太过也。为4有丑为金，亥卯未为木，合卦中水火，恰备4德，土葬其中，克服5行之数，故日取4亥，欲其变而不失中和，无过不及，庶免于偏激之害。此圣人则日之为义，向无人能体会及之。今特为明示耳。至称无咎者，以革变发于下，以成名而革其君上，自有咎，为其位正时宜，得名道大，乃免本爻以暗示革之匪易位者，非汤武之臣，桀纣之君，不足以服疾而免咎。读者视之。象曰：4日革之，
行有家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六二正位居中，而柔道成时以革刚，乃服于4日之时，故行有家。行字指爻辞真字，亦即暗喻汤武之誓师，为其伐暴救民，因乎天而顺乎人，乃战吉耳。有家，有庆有喜，师出而有功，亦容一而定天下。其喜可知，其庆可知。喜者主革者之喜，庆者天下之庆。书曰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事也。而家字兼含天所嘉许之意，为人庆其成功，天亦嘉其成功。此所以谓顺天因人。若从一己之喜，而时不及众，禄位之徒，而功不及民，则天将许之哉。是贞吉之战，实由六二之德，有以感天，其功有以惠民也。故是曰：行有家，即民行之有功可庆，亦是行之得民可嘉。即爻辞真字，不似寻常泛指出行，实取汤武珍珠之意。为当其必用珍珠之时，则珍珠非独武好战，而为伐罪吊民，故可嘉。若图逞其兵威，好为杀戮，则对邻国犹不可。况以临其君上乎？亦力由上讨下曰真。今六二在下位者，亦曰真。可见卦用特与之也。以其顺天因人，则虽以下伐上，不得为叛；以臣伐君，不得为逆。故以真许之，彼之天子之讨逆臣也。一辞之意，一时未事。六二内正位而为柔却，能代全卦大用，以主革命。此中为止，一系谓之。师称文王柔家位则，正可引证本爻以柔行而有家之意。宗主附注。革卦辞有4日乃服之语，六二爻又曰4日乃革之。4日之意，夫子故以言明取干之火日，以明革之用。在本火以真水，水火相袭，方见革变之源。而上有官夫使事者，谓隐谓正，暗彖辞人事之革。以汤武为例，汤之伐桀，史书未详其日，而武王伐纣，则其发师之日，时取癸巳。武成篇己明载1月壬辰朔，翌日癸巳，主乃誓师由周而东。可见4日之意，有前士卒为引证也。4日不过发动而已，亦即以一辞服于天时为本，天时人事相应，其行有功。故古时大事必补日，日以干之断，或取干，或取之，亦有为别。大地自上动而下，或外而内，则取干；自下发而上，或内而外者，则取之。如谷与巽，取甲与庚干也，而革则取四之也。革以下革其上。汤武原在下位，为桀纣之臣，故数取之。而必以火日，则全本一革卦象，离在下来，离火闻名发动于下，推而大之天下同化。此4日之福，既服于火之盛，又服于革之大革以去故。不有德，无以昭其道；不有力，无以治其功。故革之位在内中爻之六二，即坤之正位。坤以革乾，六二以正九五，即臣以伐君，人得以除暴虐，水火相袭而不相害，刚柔相益而不相妒。故革以六二而战吉矣。93
真凶，真利。格言三就，有福。宣圣讲义。此格93爻辞也。93内卦之中，重刚失中，非如62柔的正位。刚则易蛇，偏则易害，故62贞吉，93反为凶。贞同而吉凶大异，在下未同，而得正失中大异。柔道宜于下，今93在下而刚，亦如前93，必朝干细替若利，方无咎，故曰真利。真者正也，能自反就于62之正，则能守。守以真为本，93欲免其凶，为自戒惧，以守其正耳。利同前93利自之意，以其自免自抵，慎其行止，必存警惕，庶免于凶为也。格言三就有福者，以本卦用在下格，上心革故，而非可一己而成，必三就其行，而损益之，商讨之，以观革变，故言谓格言。三者在三也，审慎之也，必在三而后有成，可见其间为矣。而以能戒胜恐惧，乃有福。为其的众之信从，或可成其格言之用。言者议论之谓，包括所持名义，所标主旨，足以号召大众者，即曰三就。可见其一致之不易，群言庞杂，众论纷纭之象也。言论上难统于一，则格者悉有成功可期，虽有福，所信者亦必不多，故曰有。言有所尽信，党同伐异之类而已，非如62之得正，为天下所服，上下远近，无见言者可比。此93之格，实谓之非，得之不足，言之不正，所占如此。93与上六应，上六亦称真凶，则可见实谓所观大义。象曰：格言三就，又何之矣？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爻辞真凶，是闻恐人未明，以为6293君在下位，且62柔也，宜于守，而称行有加。93刚也，宜于行，而称真凶，岂非与他卦悖乎？不知格主变，正谓变言，变则宜守者，变谓宜行，宜行者变谓宜守。故62以柔而战真吉，93以刚而战真凶，且身以真利，民在守正替为，方能免害。是闻更以爻辞格言三就，明其行之不宜，议论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则将何之哉？此真凶由于自己主持不定，而由民不正，言不顺来，虽以刚在下，志求上进，却以未失中，其德不明，则前行见恶于94，不得协济之功。何629394未训，主进退，原不良于行。何939495未前，重刚之象，而被62上6两阴所掩，有4困卦，更不宜轻往。象例三多凶，而格变既过刚，刚亦未报。若以刚革刚，是以报亦报，则其为凶可知矣。外既不得所挟，则寡助；内既不知是从，则自乱。以纷乱之众，为寡助之行，则将何往哉？此93爻，有如后世叛臣逆贼，以一人之欲，假汤武之名，而耻言革命，促致身败名裂，久足不保，则爻所谓凶也。
革变重在顺天应人，果天与人归。上昔有格言三就乎？时至自革，时至自成。若在三其言，二三其德，将何以服天下？将何与于革命哉？此事闻名言其无可往也。故格言之分云：亦犹出师无名者，知无其辞，何以信于天下乎？故尧云有福，不过其亲信左右相助未乱而已，何足以称革之用哉？宗主复注：革六二爻，为权卦主持革变之位，而在上者，则受革变之位，故不得以九五位先，六二位后，此即所谓变也。革也，革其旧制，变其常经，则不得以常例论革，而主卦遂反为六二，由下革上，由柔革刚，如汤武臣也，桀纣君也。其出桀纣乃天下之主，俨有四方，普天之下，莫非其臣民，则是圣而位尊，非如汤武侯服之国，一隅之主，其事单而位为，故有刚柔之殊，上下之别。然其中则珍珠暴虐，罚罪吊民，彼圣以尊者，反被放禄；而革以为者，反代取其位，由一方之主，为天下之君，是柔以克刚，下以胜上也。故六二柔而在下，乃为革变之主。正如汤武弑师之时，以其正位，服于坤贞，上应九五，合于前见，故能举此大事，成此大业。而其所谓，恰服于权卦所取之四日，即足明六二之重要，非他爻可忘。六二贞吉，至九三反为真凶，则以失正，立乎坤贞，乖于柔对之道也。在下同，而位不同，刚柔之德亦不同，故吉凶相反。由此可见，主革变必视其人，必视其位，必视其德。位当而正，德柔而明，庶能顺乎天而应乎人，则革而当，其毁乃亡。否则虽革亦不当，凶且不免，况无悔乎？94毁亡，有福，改命吉。宣圣讲义。此革94爻辞也。94外卦之始，谓对之94爻，与93同属中爻，而重刚失中，以革重革变，故不似他卦之多惧，且战毁亡，与彖辞音。所谓革而当，其毁乃亡。